老大，别跟他废话，快点把他送去县衙去，直接杀了他的头。高粱，你干什么呀？当然是让你清醒清醒了。那，在你去坐牢之前，先把虫子吃了吧，愿赌服输哦。程清霜一脸不情愿，他才不要吃那么膈应人的东西呢。我不要，我不吃。输了就得吃虫子，我们可都看着呢。哼，对呗，你跟你爹一个货色，都是耍赖的高手。我宁愿去坐牢，我也不吃虫子。你想得美。呸！把程小姐带走吧。是。老李家。哎，老婆子，闺女去哪儿了？哎，刚才还在跟娇儿一起玩呢，你让二和出去找找。二和，你去村口瞅瞅，叫你小姑姑回来吃饭。哦，知道了，爷爷。他虽然没有哥哥手巧，捏不出漂亮的小泥人，但脑子却很灵光。这不，一个小手串上穿满了精致的小石头，放在手上搓一搓，便发出咔嚓咔嚓的响声。刚推开院门，李二和愣了愣神，又急忙跑了回来。爷爷，阿奶，咱家来客人了。谁呀？咋不敲门呢？请问这里是老李家吗？对，你找谁呀？是这样，我闺女沈娇儿之前被人牙子抓走了，听说被救出来后，她便跑到你们家来了。刘淑贤一听，笑了笑说：原来是沈夫人呀，你闺女儿确实在我家呢，快进来坐。哎，沈夫人轻轻颔首，招呼丫鬟：小翠，快把礼品搬进来。沈夫人，买这么多东西干啥呀？你就是甜甜娘吧？听说是你闺女把我家娇儿救出来的，别说买东西了，就是要我的命我也愿意给呀。甜甜娘，我家娇儿呢？她跟我闺女出去玩了，到了饭点估计快回来了。沈夫人，你还没吃饭呢吧？家里正好落了些韭菜盒子，进去吃一口吧。那就打扰了。这要是被他看中，我以后也不用种地了，就让他养着我吧，嘿嘿。切，不要个脸，人家都成亲了，你们还惦记啥？想吃软饭就去找金寡妇，让她养你们。呵呵，来尝尝，都是自己家腌的，可下饭了。谢谢啊。恰在这时，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从门外响起。爹娘，我回来啦。哎呦，闺女儿，你这是干啥去了？快去洗洗手。这位是娇儿娘，叫沈夫人。沈夫人好。哎，好。娇儿，你没事吧？快让娘看看。娘，我好害怕。如果没有甜甜的话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都怪娘不好，瞧瞧你埋汰的，就跟个小泥人似的。闺女找回来就好，日后夫人啊，可得多上点心。外面世道太乱，人心不古啊，到处都有抓小孩子的。哼，你还好意思嘱咐别人？你要是上心了，闺女能被人抱跑吗？哎呀，我已经道了75遍歉了，老婆子咋还提这事儿呢？这娃娃是谁家的？沈夫人盯着卓萧然，一脸诧异。她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。刘淑贤抿嘴一笑：这是小11，我们家的邻居。是住在一个院的，不是邻居。卓萧然纠正道：对，一个院的。小11呀，去洗手，吃韭菜盒子了。大伯大娘，吃饭之前我有件事要说。啥事儿啊？方才程员外的女儿差一点就害死了甜甜，
要不是袁静赶去的及时，甜甜就被程清霜给杀了。什么？没受伤吧？到底咋回事啊？厉甜甜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。我早就看姓程的不顺眼了，如今他们两口子居然唆使程清霜干这种事儿，我非扒了他们的皮不可。妹妹得亏没出啥事儿，不然我杀了他们全家也不解恨。直接奔程员外家去了，大宝二宝也拿着家伙事紧随其后。既然程清霜被扔到县衙去了，那程员外和韩氏也别想好过。沈夫人见老李家爷们儿脾气都这么暴躁，心里便有些惧怕。闺女总跟李甜甜在一起玩，会不会把她教坏啊？这会儿程员外正躺在炕上呼呼大睡，韩氏坐在门口砸榛子吃。见李万全几个怒气冲冲的闯进来，韩氏吓了一跳。干啥玩意儿？私闯民宅可是重罪。那你家双双谋杀我闺女就没罪了呗？谋杀？这是啥时候的事儿？你闺女死了没？谋杀成功了吗？跟这傻玩意儿跟他讲不出理来。爹，直接把姓程的拽出来，饱饱的揍他一顿。对，今天我非打得他满地找牙不可。哎呦，当家的，你快醒醒！老李家来闹事儿了！滚一边去！哎呀，当家的，你赶紧起来呀！让开！干啥？想杀人呐？李万全，老子招你惹你了？你抽什么风啊？直接一通拳打脚踢，揍得程员外吱哇乱叫，哭爹喊娘。这也太霸道了，一言不合就打人。末了，李万全才说明来意。哼，眼下你家双双已经被送到衙门去了，他杀人未遂，罪不可赦，冯县令一定会重罚的。啊！程员外傻眼了。我闺女被关进牢房了。当家的，你快穿上衣服，咱俩去把双双救出来呀！她才9岁。哎呀，你快别哭了，闹挺死了。与此同时，县衙内，冯县令今天巨忙，中午饭都没顾得上吃，一直处理拐卖孩童的案子了。大人，您歇一会儿吧，喝口水。不喝了，你去看看还有啥事需要处理的。大人，那个沈大歪来了，一直在门外候着呢。他有啥事啊？听说甜甜娘把他们家房子给烧了，沈大歪气不过，便来告状了。哼，一个巴掌拍不响，我不信亲家母会无缘无故烧他们家房子。马上把他打发走，本县令没工夫搭理他。是。还有啥事啊？大人，刚才11公子身边的侍卫来了，他带来一个女孩，好像姓程，据说这女孩打算谋杀李甜甜，被抓了个正着，所以……等等，何人如此放肆，居然敢谋杀田宝宝？去，把他给我带上来。李甜甜如果出事，小殿下还会拿正眼瞧他吗？片刻后，袁静和程清霜走进公堂，冯县令见了不由皱眉。就这么个小姑娘都敢神了？大人。哼，好嘛，你这是不打自招了。马上带人去杏花村，把他的爹娘都给我抓过来。这又是哪号人呐？正是这女孩的爹娘。大人，我家双双太小了，不懂事儿，所以您就饶了她一次吧。程员外为女儿求情，韩氏也鼓起勇气。大人，民妇知道，您跟老李家是亲家，啥事儿都想着他们，但您作为一方县令，是我们的父母官，不能啥事儿都偏袒老李家吧。如今我们种不出庄稼来，没有粮食吃，眼看快饿死了，大人难道就不管吗？
你们种不出庄稼，跟谋害李甜甜有什么关系？本县令就算想管也管不着啊。大人，就是那个小妖怪利用妖法专门坑害我们家的。怎么说呀？我们村子每次下雨，别人家的地都被浇得水润润的，我们家却旱得直冒烟，这不是妖法是什么？哼，本县令还没听说过这种荒唐之事。同样是下雨，偏偏你们家的地淋不到雨水，看来是你们两口子坏事做多了，遭报应了。瞧瞧，这县令多黑心，居然明目张胆地偏向李甜甜。大人，我们说的是真的，那小妖怪……够了！你们女儿杀人未遂，罪不可赦，虽年幼无知，但律法不容。从即日起，将她关进天牢，反省3个月。来人啊，把程清霜押下去。是。大人啊，您不能关押我女儿啊。如果可以的话，小人愿意为双双坐牢。天天有吃有喝，再也不怕饿着了。哼，你以为自己能逃得了干系吗？如果程清霜是从犯，你们两口子就是主谋，罪责比他还大。大人，您开恩呐，我们家就双双一个女儿，她若是坐牢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把他们2个也关起来，劳动改造3个月，日子到了再跟程清霜一起放出来。是。大人，眼下正是农忙时节，如果我去蹲大狱了，家里的地咋整啊？你家压根儿也种不出来粮食，荒就荒了吧，反正牢房供你饭菜，饿不死你。沈大歪站在县衙外面等着告状，听说县令老爷今日不办案了。呸！狗官，但凡涉及到老李家的事情，你永远都不受理。哎，可惜了，那小姑娘才9岁就开始坐牢了。往后咱都好好做人吧，别想那些歪门邪道的了。哎，官爷，你们说的小姑娘是谁呀？姓程的女儿呗，她刺杀李甜甜未遂，被下大狱了。啊！沈大歪惊骇万分，心里突突的厉害，幸亏他没冲进去喊冤，不然自己是不是也得蹲大狱啊？老李家，沈夫人，您快歇一会儿吧，这活不适合你干。我没那么娇贵，在府上几乎都是自己做饭呢。真的？你们家没有下人吗？有是有，但做出来的饭菜太咸了，我喜欢吃清淡的。我吧，打小也是从乡下长大的，劈柴烧炕、做饭洗衣裳我都会干。哇，沈夫人好厉害呀！这就厉害啦，跟晋北将军府的刘小姐相比，我这算什么呢？此话一出，刘淑贤眼底闪过一丝希望，忙给自己倒了杯水。李甜甜瞟了老娘一眼，继续问道：沈夫人，您能讲讲这位刘小姐吗？我知道的也不多。沈夫人掏出帕子擦了擦手。之所以佩服她，是因为在府上时，刘小姐频频遭姨娘和庶妹们的排挤和欺凌。她看在刘老将军的面子上，没杀了他们，而是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。你想想，一个刚及笄的小姑娘，平日在府上都是娇生惯养，锦衣玉食，她出来如何讨生活？后来我听说，刘小姐不仅活下来了，还嫁了人，生了孩子。这事儿如果放在我身上，我就算不被人糟蹋，也得饿死在街头。李甜甜听到这里，再次看向老娘，发现她居然落下泪来。娘，您怎么哭了？
婆婆也太多愁善感了，听别人的故事都能这么动情，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是那位将军府的刘小姐呢。这红豆馅儿太辣眼睛了。厉甜甜收回目光，心里有数了。沈夫人，冯春云好奇，既然刘老将军那么宠爱女儿，为啥姨娘和庶姐庶妹们敢欺负她呢？老将军和老夫人难道不管吗？谁说老将军宠爱女儿了？据说啊，那个刘老将军就是个宠妾灭妻的老混蛋。郑夫人被妾室们霍死之后，老将军对女儿更是不管不顾，任由他们欺辱打骂。刘小姐是受不了折磨，又不想闹出人命，这才离家出走的。啊，这么说，老将军压根就不向着自己的闺女啊，真是疯了！不疼自己的亲闺女儿，居然护着妾室生的孩子。换个话题吧。好，不谈这个。哎，话说，我家娇儿好像很喜欢跟二和玩呢。整天都黏在一起，一刻也不分开。我儿子平时也没有玩伴啥的，家里冷不丁2个孩子，他高兴得很呢。啊，也是，我跟老爷就娇儿一个孩子，他在府上也没人陪他玩，怪孤单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就让娇儿在我家多住几天呗。赵葵花盛情邀请，她是有自己的小心思的。如果儿子能把知府家的千金娶回来，那可比娶县令女儿有面子多了。沈夫人莞尔一笑，等我家老爷过来，我们就得回府城去了，那边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呢。她一个妇人倒没啥大事，主要是老爷公务繁忙，实在不好久留。阿奶，能多给我2勺吗？李二和撅着嘴，每人都是1勺，你为啥要2勺啊？李二和脸颊微红，看了沈娇儿一眼。因为娇儿妹妹喜欢吃甜的。他怎么发现二和对娇儿姑娘特别热情呢？难道是喜欢上娇儿了？沈夫人也隐隐察觉到一丝异样的气味。是夜，冯县令来到老李家。方叔叔，怎么啦？甜甜呐，你下次能不能雨露均沾呐？这样啊，叔叔也好跟村民们交代，不是？李甜甜一脸懵。雨露均沾？啥意思？是这样，你们村的高宝莲和王道香他们啊，频频到县衙来告状，说杏花村每次下雨，他们都借不到光。别人家的地被浇得湿润润的，可他们连一滴雨水都沾不到，所以嘛。冯叔叔，你的意思是我不给他们下雨了？哎呦，我可不是那个意思啊，这几户人家坏事做尽，恶贯满盈，我就算能求来雨，也不会帮他们的。哼！冯县令觉得这事儿他也不好办，谁让那几户人家把福娃娃给得罪了呢？唉，自求多福吧，他也没招了。正堂内，冯县令把带来的礼品递到沈夫人面前。夫人，下官这几日忙着处理拐卖孩童的案子，一直没能好好招待您。您若是在乡下住不惯呐，就搬到我府上去住吧。把沈夫人照顾好，等沈知府来了，一定会高看他一眼的，那可是他的顶头上司。沈夫人表情有一些尴尬。啊，我在这挺好的，冯县令不必忙碌。是啊，亲家，娇儿姑娘可是我闺女救出来的，案子也是她破的，亲家要谢呀，也该谢我闺女才对呀。亲家呀，你就放心吧，过几天县衙还要举办一个表彰大会，专门表彰甜甜和11公子的英勇事迹呢。真的？是真的。听说知府大人呐，还要亲自给甜甜颁发一块腰牌呢。眼下工匠们都快雕刻完了，
叫英雄娃娃。英雄娃娃，这4个字听着怎么有点生猛粗暴，还带着一丝虎气呢？哈哈，好，这就好。李万全高兴坏了，看来他闺女这次没白救人。次日上午，李四宝回来，我让你问的事情，你打听的咋样了？李四宝好奇。啥事儿啊？房子的事儿啊。你妹妹上次着急卖鱼，不就是为了买房子吗？啊，问了，还真有那么一间宅子挺合适的，而且价格也不贵，4合院呢，还带一个小花园，到时候改一改啊，就可以种菜了。多少钱呢？好像是700两银子，可以讲价的。爹如果得空啊，可以去县城瞅瞅，那宅子真的不错。我得种地，没工夫，下午让你娘领着甜甜去一趟吧。好。对了啊，那个万掌柜的病啊，让你妹妹帮忙看看，就算治不好，你也别嫌弃人家。你6弟都成亲了，眼下就差你了。一个成过亲有了孩子的男人还挑啥呢？况且万掌柜的条件还那么好。李四宝点点头。行。过了正午，火辣辣的大太阳穿过云层，将一缕缕热浪洒向杏花村。刘淑贤又带着一些干豆角和半筐大烟蛋，匆匆爬上马车。麦芽，晚上做点疙瘩汤吃吧。家里还有野菜吗？没有的话，我回来在路边采2把。有，就是不太新鲜了。疙瘩汤出锅后，那味道直接就上来了。我看村口长了不少，回来我采点儿啊。不用娘，等会儿我去薅回来就行。小心点儿，那玩意儿扎手。交代完一应事情，李四宝便赶着马车出发了。沈夫人无事可做，当她看见那片翠绿的菜园子后，直接惊住了。我的天，这老李家咋种了这么多青菜呢？沈夫人瞪大眼睛，不是说杏花村大旱吗？这青菜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娘，还有更神奇的呢。您看，他们家居然养了这么多鱼。还真是。这么说，他们家吃鱼不用花钱买了？沈夫人惊讶，别说在这干旱的杏花村了，就是在府城，活鱼的价格也死贵的。老爷平时最爱吃鱼，但如果想买到新鲜的鲫鱼或者泥鳅，都得从外地进货。这玩意儿离开水就死了，很不容易保管。娘，我听二和说，甜甜是个福娃娃呢，这些东西都是她变出来的。沈夫人吁了口气，心里有些惭愧。她之前还想，李甜甜那么淘气，总爱跟一群半大小子疯玩，如果闺女跟她走得太近，会不会学坏？现在看来，是她太狭隘了。娘，人家还养了大雁、鹧鸪和射马呢，还有那只大白狗，您知道是啥吗？狼，那是头白狼呀！这老李家真有货呀，养出来的东西都格外特殊。那射马，他只在听书人或者画本子上见过，还没见过活的呢。娇儿，他们家哪匹马是射马呀？就是那匹灰色的长着驴耳朵的马，昨天还把李大伯给踢了一脚。难怪闺女喜欢在老李家待着，她现在都不想走了呢。嘿嘿，娘，那马拴着呢，又跑不了。娇儿，你不知道射马有多金贵，全世界也找不出来几匹了。真的假的？娘骗你干啥？既然那么金贵，那李大伯为啥还让他耕田呢？估计啊，还不知道他有多值钱吧。娘儿俩来到马棚，就见大灰马正低头吃着食槽里的苹果，这是李甜甜临走前给他留下的。发现有人盯着他看，还真是驴耳朵呢。这2个人类似乎很有钱的样子，那身上一定也带好吃的了。娘，他管您要吃的呢。
啊，来吃吧。沈夫人越看越喜欢，老爷也格外喜欢高大的骏马。等他来了，不管多少钱，他们也要买回去。县城，李四宝领着娘和妹妹来到一间宅院前，院内也静悄悄的。娘，妹妹，就是这里了。这是刘大爷的房，他儿女都在京城谋生，便打算把这套宅子卖掉，想搬到京城去住。等会儿娘和妹妹看了之后啊，保证你们满意。李甜甜扯了扯嘴角，四哥哥咋有点像售楼员呢？这宅子多少钱来着？6、700两的样子，到时候再讲讲价。见老娘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李甜甜笑眯眯道：娘亲，您放心，我这里有钱。上次卖鱼，他足足赚了500两银子，算上老娘手里的100两银子，应该足够了。刘淑贤抿了抿嘴，到头来还是要用闺女的钱。李四宝笑了笑说：娘，妹妹，你们放心，我手上还有不少存银呢。不能用你的钱，你那钱还得留着跟万掌柜成亲用呢。刘大爷，是我呀。您老安好啊。好。他上了岁数，脸色有些暗黄，形如枯槁，骨瘦如柴，看样子是病了很久了。这是李甜甜身为大夫的敏锐观察。刘大爷，这是我娘，这个小不点啊，是我妹妹。呵呵，刘大哥，我们来瞧瞧宅子。行，进来吧。屋内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尘不染。确实不错。刘淑贤一眼就相中了，李甜甜也很喜欢这套宅子，冬暖夏凉，住起来很舒服。刘大哥，您这套宅子打算卖多少钱呢？800两银子，这个价位放在京城或者府城，你们连一间厢房都买不来呢。800两。刘淑贤一脸吃惊，看了四宝一眼。老四刚刚不是说6、700两吗？这咋还坐地起价了呢？是啊，实不相瞒，在你们之前也有不少人来看房子的。我之前是想卖600两银子，可一看我这房子很受欢迎，便涨了200两。你们如果今天能定下来，我便把房子卖给你们；定不下来，等其他人筹完钱，我卖给他们便是，先到先得嘛。贵啦！刘大爷，您这房子年久失修，这屋顶都漏雨了吧？还有门窗已经腐烂了，我们买回来还得从头修缮一遍，这就需要不少银子呢。他心目中的价位就是600两银子，1分都不会多给。刘大爷听后颇为意外，没想到这个小娃娃居然还会讲价，真是少见。800两1分不讲啊！你们如果觉得贵了，可以去别处看看，打听打听。800两银子在县城能买到这么好的四合院吗？好啊，娘亲，咱去别地儿看看吧。如果没有合适的，咱们再回来。刘淑贤点点头。行，咱走。刘大爷见状，心里隐隐有一丝动摇。许是太着急的缘故，他刚站起身，打算挽留这些人，脑袋却一阵天旋地转。他重重地摔在地上，瞬间便失去了意识。刘大爷，您怎么了？老爷子家里也没人照顾他，万一就这么没了，他们非得被人讹上不可。让你妹妹瞅瞅。他没猜错的话，刘大爷应该患有严重的糖尿病，因为没及时治疗，才会引起多种并发症。刘大伯，您没事吧？头还晕吗？
我这几天就感觉昏沉沉的，手脚也哆嗦。去医馆看过2次，郎中说我脾胃不和，开了一堆汤药，喝下去啥效果都没有。啥叫有病乱投医？这便是了。明明是糖尿病，却诊断出脾胃不和，就算喝一辈子汤药也无济于事啊。小姑娘，刚才是你救的我吗？对呗，我闺女在村子里可是小神医，村民们但凡有个头疼脑热的，都找我闺女开药。啊，真的？刘大爷颇为意外，这小姑娘也就3、4岁的样子，居然懂医术。刘大伯，回头我给您写一个方子，您拿着方子去医馆抓药，调养3个月。饮食方面要注意，不可以暴饮暴食了。老夫到底患了何病啊？是糖尿病。啊？刘大爷不解，这是什么怪病啊？他怎么从没听说过？就是一种慢性疾病，要慢慢养着。哦，可以根治吗？糖尿病没法根治。那完了，看样子我是活不了几天喽。刘大伯，俗话说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，一切疾病的根源都与我们吃的食物有关。你以后最好吃粗粮，比如荞面、小米或高粱米，汤块和点心之类的就不要再吃了。说白了，糖尿病就是一种富贵病，穷人想得都得不上，不低血糖和贫血都不错了。是啊，刘大伯，您就听我妹妹一句劝，她医术真的很厉害，不会害您的。中，那谢谢丫头了。至于这套宅子，你们打算出多少钱呀？他一个将死之人，收着那么多钱有啥用？刘大伯，我出500两银子。这给的也太少了吧？刘大爷讶异。实不相瞒呐，这套宅子我只要出价600两，隔天就能卖出去。刘大伯，您把宅子卖给我是有好处的。啊，啥好处啊？我可以免费送您青菜吃啊，黄瓜、柿子、豆角、芹菜等等，我们家要多少有多少，保证新鲜。眼下刘大伯走遍整个县城，也买不到新鲜可口的青菜吧？确实买不到。刘大爷轻轻颔首。我可以请刘大伯吃半年的青菜，分文不收。况且您的病日后就要以青菜为主了，顿顿都不能省呢。那黄瓜蘸大酱可以吃不？当然可以啦，吃饱都没事。那芹菜馅饺子呢？这个也可以吃，但最好别用白面，用荞面或苞米面代替。行吧，500两就500两吧。把宅子卖掉后，他也不去京城养老了，干脆找个山沟沟去养病吧。天天吃粗粮和山野菜，都省得喝汤药了。这是房契和地契，抽空你们去县衙办理一下更名手续哈。哎呀，我要是再年轻几岁，说啥也不会卖房子的。那东西厢房住着老舒服了，冬暖夏凉，炕和火墙不冒烟，一间房住2口人都足够了。行，过几天我叫我家老头子过来，再找几个木匠、瓦匠啥的，把房子好好的修一修。
你容我几天搬家时间，到时候你们想咋折腾就咋折腾吧。好，娘，这地方您还满意吧？挺好的，到时候让1和2和他们过来住，上下学也方便。李甜甜明明给他吃了泻立停，可这小子还吵吵肚子疼，称自己一天去8趟茅房，所以李甜甜觉得二侄子是在装病，只为在家多陪陪沈娇儿。闺女儿，走，娘去给你买新衣裳穿。娘亲，我衣裳太多了，穿不完。老娘又开始了。那娘领你去吃包子吧。万掌柜在酒楼吗？啊，在呢。行，让你妹妹去给她看看病。娘，咱们直接过去，这不太好吧？一见面就要给万小玲摸脉看病，你让人家怎么想啊？娘还没老糊涂呢，快走吧，娘心里有数。好嘞。李四宝笑了笑，待娘和妹妹登上车后，便朝福满楼赶了过去。酒楼的生意还是一如既往的好。哟，四宝来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六弟正好在楼上给江管事看病呢，你上去瞅瞅吧。啊，江管事咋的了？嗨，中暑了，上吐下泻的。哦。李四宝点点头。娘，妹妹，咱们上去吧。2楼的一间包厢内，江管事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，脸色惨白惨白的。李六宝掐着他的脉搏，诊疗稍许。没什么大碍，喝2碗汤药就好了。李大夫，他是不是得了绝症了？江管事无语。哎呦，掌柜的，您就不能盼我点好吗？绝症？他还这么年轻，怎么可能得绝症？江管事身体很健康，只是中暑了，还染了热伤风，没啥大事儿。哦。掌柜的，你那一脸失望的表情是怎么回事啊？恰在这时，娘、四哥、妹妹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只是路过，顺便上来看看。万姑娘呀，这东西都是送给你的，留着慢慢吃啊。哎呦，大娘，可使不得呀！您是长辈，哪能给我送东西呢？不值钱的，这大雁蛋都是我家老头子，都是我家大雁自己下的。这干豆角和干木耳也是自己晾的，味道可好了。掌柜的，给你，你就拿着吧。万小玲拗不过他们，只好把东西收下了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他打算请大娘和奶团子吃饭。四宝，你去吩咐厨房准备几个菜，还有那甜茶和点心啥的，挑最好的上。好。大娘、甜甜、李大夫，你们快坐啊！万小玲热情极了，凑到奶团子面前，捏了捏他的小胖脸儿。我听说甜宝宝前几天走丢了，有没有受伤呀？万姐姐，我很好，没受伤。李甜甜脆生生道：以后可不许乱跑了，这县城啊，遍地都是坏人，专门抓小孩呢。知道了，万姐姐。万掌柜最近身体可有不舒服，比如胸闷气短、半夜盗汗之类的。李甜甜眼睛亮了亮，如今有6哥哥在，就不用他帮万姐姐看病了。李大夫果然是神医呢，一眼便能看出我的病症了。万掌柜，方便让我摸摸脉吗？当然可以。好。稍一触碰脉搏，他便蹙紧眉头，这脉象也太乱了吧。他瞟了眼妹妹，似乎在问，要不妹妹也来摸摸。李甜甜笑容灿烂，示意6哥认真摸脉。你可以的。李大夫，我身体无大碍吧？他没有交代自己年幼遭遇火灾的事情。万掌柜，冒昧问一下，您癸水正常吗？
这……万掌柜不妨直说，我是大夫，只有详细了解您的病情后，才好对症下药呀。实不相瞒，我今年已经18岁了，可是从没来过。那万掌柜以前是不是受过什么伤？比如被冰水泡过，亦或吃了什么有毒的东西？我被大火灼伤过。啊，那便对了。气滞血瘀，经寒脾虚。哇！李甜甜大吃一惊，没想到六哥哥写出来的药方居然如此精妙。万掌柜可按上面的方子去抓药，您这病起码得调养半年以上才能见效。真的管用吗？好。哦，李大夫，您看这疤痕能不能去掉？好大的一块疤呀！李大夫，您看这烫伤疤能治好吗？只有这一块疤痕吗？前胸后背，大腿小腿都有。万掌柜，恕我医术不精，没法帮您恢复原样。六哥哥，你可以的，咱家不是有一个秘方专门治疗各种疤痕的吗？你可以给万姐姐试试哦。秘方？妹妹出生之前家里没人学过医，又怎么会有秘方呢？是啊，小六，你妹妹不说我差点都忘了，咱家是有一个祖传秘方，到时候你把药膏做出来，让万掌柜擦上试试看，没准儿就有奇效了呢。对，是的，我们家确实有秘方。真的？太好了！在福满楼已经不少伙计在私下里称他是万掌柜的如意郎君了，而且自从他来到酒楼，这里的生意就如日中天。万小玲除了对他欣赏之外，早已是萌生情愫了。哎呀，万掌柜太客气了，这顿饭得不少钱呢吧？大娘，您就放心吧，这韭菜和活鱼都是从您家进货的，干净得很。吃饱喝足后，天色已经暗淡下来了。大娘，甜甜，后院有休息的客房，你们住一宿再走吧。不了，已经够麻烦万掌柜的了，我让四宝赶车送我们回去。这会儿老头子在家肯定急坏了。那行，大娘，您收好，留着给甜甜吃。哎呦，这个太贵重了呀，我不能收。大娘，这是晚辈的一点点心意，您就收下吧。家里孩子多，也分给他们尝一尝。这连吃带拿的，像什么话呀？哎，只好让四宝把盒子接过来，又客套了几句后，李四宝便跳上马车，载着老娘和妹妹回村去了。与此同时，老李家。哎呦，娇儿啊，你可把爹吓坏了，快过来让爹瞅瞅。爹，您咋这么快就来了？爹爹一来，他就得回家去了。咋的呀？你不想爹呀？想啦。你便是李大哥吧？在下沈青山，多谢李大哥收留小女。知府大人。是我。那快别愣着了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肯定累坏了啊。还没吃饭呢吧？你先等等啊，等我老婆子和闺女回来啊，咱一块儿吃。就是人不到齐，谁也不能动筷子。李大哥，我还不饿，想先跟娇儿和夫人说说话。他的确一点官架子都没有，为人和蔼友善，眼睛也总是笑眯眯的。行，客房在那边啊。好嘞。老爷，你刚才进院的时候有没有看见一匹马？什么马？哎呀，老爷，他们家居然有一匹射马。嘿，这乡下哪来的射马？
你呀，还是把心收一收，明儿个咱们就回府城啊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李家确实挺富裕的，居然盖了一栋这么大的宅子，又宽敞又舒适，放在府城也找不出如此独特的宅院来。老爷，我没跟你说笑，他们家真的有射马，长得又高又壮实。啊，你这次出门带了多少银子？实在不行，咱们就把马买回去吧。不，这是无价之宝，别说100匹马驹了，就是1000匹、10000匹，也换不来纯血统的射马。这些够了吧？这会不会太少了？沈夫人有些犯难，1匹射马就卖50两银子，市面上的驴还能卖到50-60两银子呢。哎呀，我就带这么多呀！再说了，那到底是不是射马，我还没亲眼瞧呢。走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不对啊，那匹大灰马下午还在这里呢。不是，他们家的马都不拴上吗？想走就走啊？沈青山好奇，就不怕被坏人抓跑吗？那射马自己会解绳子，还会开门关门，可聪明了。听媳妇儿这么一说，沈青山心里也产生了浓浓的兴趣。他正想说什么时，身后忽然传来一道声音：“你们站在这儿干什么？”沈青山吓了一跳，回头一看，惊得他双腿打颤，脑门沁满了冷汗。他以为天色太黑，自己看花眼了。啊！下官拜见太。沈知府。卓萧然眯起眸子：“你给我下什么跪啊？起来！”沈夫人不知道卓萧然的身份，只以为老爷疯了，便拽了拽他：“老爷，你做什么呢？为啥给一个小娃娃下跪啊？”沈青山不敢起来，联想到宫廷混乱、朝堂危机，小殿下早在几年前就被送出宫了，如今能在这乡下的马棚中遇见他，沈青山当然震惊了。毕竟皇宫内外没有几人知道小太子的下落。殿下，下官是来接女儿的，下官明日就启程离开，绝不会透露半个字。沈青山诚惶诚恐。沈知府慎言。卓萧然弯起唇角。还有啊，你这称呼得改一改，我可配不上殿下这个称号。是啊，老爷，老李家都管他叫小11呢。沈青山抬起头，这就对了，11皇子，错不了。沈知府不忙的话，可以到我的宅邸坐一坐，我正好有些话想跟你说。好。殿下亲自传召，他怎敢不听？见老爷屁颠屁颠地跟着小11走了，沈夫人简直是满头雾水。这什么情况？一个小孩子咋把老爷吓成这样呢？片刻后，李四宝赶着马车回来了。500两银子啊！李万全听后捏着下巴。这是买贵了还是捡到便宜了？爹，您过几天可以亲自去看看。那四合院啊，真的很不错，带水井和园子，冬暖夏凉，炉子也好烧，简单修一修就能住人了。那改天让小八去一趟，帮忙修修房子。还有啊，抓紧把二和送到书院去，天天就知道疯玩，课程都落下了。李二宝点点头，该送他回书院了。金麦芽把饭菜端上来，招呼家人们洗手上桌。老四啊，万掌柜的病看好没啊？能治吧？妹妹说家里有一个祖传秘方，可以治疗各种疤痕。万掌柜听后啊，乐得不行呢。我是问你，他不来鬼的事情。这个也能治。李甜甜撇了撇小嘴。六哥哥给万姐姐开了药，吃上半年就好了。真的？李万全喜出望外，他就知道只要闺女出马，任何困难都能摆平。也不知道卓萧然跟沈青山说了什么。啊，真的是太子殿下？听完男人的讲述，
沈夫人大吃一惊：“老爷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堂堂东宫太子，居然跑到这穷乡僻壤来住，脑子进水了吗？”哎呀，只有这样才不会惹人耳目。你一个富人家懂什么？沈青山瞪了他一眼。那小殿下跟老李家是什么关系啊？邻居吗？不是住在一个大院的关系。刚才殿下着重强调是一个院的，不是邻居。那感情好啊。沈夫人喜笑颜开。只要跟老李家搞好关系，那小殿下肯定会重用老爷的。殿下让他在3个月内解决府城周围的匪寇问题，这可是一大难题。朝廷剿匪这么多年也不见成效，他能有啥招？老爷，我想把娇儿许配给老李家，你看行不行？沈夫人突然说道。啥？说什么疯话？咱闺女乃是金枝玉叶，岂能嫁到乡下来？老李家条件纵然不错，但放在府城根本就没有可比性。娇儿平时虽然淘气了一些，但也不至于远嫁到杏花村。老爷，你没明白我的意思。这老李家最厉害的当属那个奶娃娃了，咱闺女还是他救出来的呢。我听娇儿说，他们家的日子之所以过这么好，全是因为奶娃娃福气旺。净瞎说。沈青山不信。你什么时候也信鬼神这套说法了？这跟鬼神有啥关系啊？有福气就是有福气，不然这已经快绝迹的麝马为啥能出现在老李家？恐怕花钱都买不到吧。对啊。一提到麝马，沈青山便来了精神，同时也很纳闷，他们家是从哪儿弄来的麝马呢？老爷，明儿个你抽空去跟甜甜爹聊聊，跟他打听一下价格。这次咱们说啥也得把马买走，不能让别人捷足先登，这可是100年难遇的神马。行，快点歇息吧，这几日可把你累坏了。他来杏花村之前已经见过冯县令了，2人约好明日要给李甜甜和小殿下举办表彰大会，颁发令牌啥的。做完这些杂事，他就可以领着媳妇儿和闺女回家了。次日清晨，奶团子起得很早，蹲在院子中不知在捣鼓着什么东西。李万全走过来问：哎呦，闺女啊，你这是弄啥呢？手上咋都是泥呀？爹，这是药膏，往身上抹的。李甜甜笑眯眯道：等会儿六哥就要回来取药膏了，他得提前调配出来，顺便把方子告诉六哥。这就是给万掌柜祛疤的膏药吧？真的管用吗？要坚持它才有效果哦。你娘胸口和后背上有很多疤痕，能擦掉吗？娘身上为啥有这么多疤痕啊？我也不清楚啊，你娘又不肯说。李万全叹了口气，除了前胸后背，你娘的大腿根上也有疤棱呢，可吓人了，那明显是被人打出来的。李万全咬了咬牙，如果让他知道是谁敢这么虐待老婆子，他拼了这条老命也要跟媳妇儿讨个说法。李甜甜闻言回忆了一下之前沈夫人说过的话，靖北将军府的小姐年幼时经常被姨娘们虐待，鞭打、烫刑、掌掴、罚跪等等，屡见不鲜。老将军视而不见，纵容行凶，年幼的刘小姐不堪忍受，便离家出走了。如果这些事情都能对号入座的话，那他娘……闺女，你想啥呢？这坛子已经装不下了。李甜甜回过神来，我要进屋去看看娘亲。说完，她便哒哒哒地跑里屋去了。表彰大会办得极其隆重，村里的百姓几乎都来了。冯县令和沈知府亲自为2个小娃娃颁发了令牌。当康嬷嬷看到令牌上的4个字后，
差点没晕死过去。英雄娃娃，好家伙，这称号多少有点生猛了，哪怕叫英雄少年，也比英雄娃娃好听啊。甜甜，恭喜你哈，咱们杏花村出了个大英雄，百姓们也跟着你沾光呢。对呗，依我看，咱们村子以后就改名叫英雄村吧，听着也霸气。知府大人，你尝尝这韭菜炒鸡蛋，可好吃了。有说有笑的样子，心里便有些动摇了。夫人说想把娇儿许配给李二和，起初他是不同意的。瞧瞧你吃这么快做什么呀？卓萧然见奶团子小嘴鼓鼓的，十一哥，我们家的花生又收了100多斤，到时候送你2斤尝尝啊。2斤不够，最低50斤。给父皇寄去25斤，剩下的他都昧下了。李甜甜扯了扯嘴角，十一哥，你也太贪了吧，总共才收100斤，你直接就要走一半呢。我不白拿，喏，给你的。十一哥，你再这样我就不理你了。装，我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。我再强调一遍，我不是那种贪财好物的人，这银子我只是帮十一哥暂时保管罢了，下次记得给2斤啊。这一幕落在沈青山的眼中，简直是惊天奇闻呐！堂堂东宫太子，居然跟乡下的一个小姑娘打成一片，而且看他们的关系似乎很和睦，这就是传说中的青梅竹马吧？若是以后李甜甜能嫁给小殿下，那她便是妥妥的太子妃呀！想到这里，甜宝宝，这是柚子茶，我专门从府城带来的，可好喝了。来，叔叔给你倒上哈。什么情况？这沈知府怎么突然对他热情起来了？见奶团子怔怔地看着沈青山，卓萧然蹙紧眉头。沈知府，这茶水都溢出来了。不好意思啊，是我粗心大意了。沈知府尽管去用膳，不必过来搭茬。卓萧然面色发冷，言外之意是离我们远点儿。他这是被小殿下嫌弃了吗？这个是康嬷嬷亲手做的，味道很不错的。十一哥，我吃不下了。那我替你吃。沈青山见状，倒吸一口凉气。殿下难道不忌讳这些吗？看得出来，在面对奶团子时，殿下总有用不完的耐心，可每次面对他，殿下那张脸耷拉着，就跟鞋底子似的。李大哥，方便不？知府大人，有啥事儿啊？哎呦，快别这么叫，日后啊，李大哥叫我沈老弟就好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你贵为知府，就该受到尊重。在我面前不行这个。李大哥，我问你个事儿哈，你家那匹马是从哪儿弄来的？哪个呀？灰马还是青马呀？那匹长着驴耳朵的大马。大灰呀，他是花钱买来的，咋的？沈老弟看中了？实不相瞒，我和夫人都爱马如命，府上也养了不少良驹，所以李大哥能不能忍痛割爱，把这匹灰马卖给我呀？这事儿啊，我可做不了主，毕竟那匹马是我闺女的，在家里啊，除了我闺女外啊，一般人不敢使唤大灰马，撂蹶子呢。我这肩膀啊，前2天还被踢了一脚呢。那我去跟甜甜说。沈老弟啊，我劝你一句哈，就算我闺女同意卖马，她娘那边啊也得点头答应才行。那是自然。来到近处，见奶团子在纸上画出一个完整的图，造型很奇特，不知是做什么用的。
哈哈，甜甜呐，你在画什么呢？水车哦，这东西有何作用啊？可以研磨粮食，也可以把水源引到别的地方去，省时又省力。甜甜呐，你家那匹大灰马当初是花多少钱买来的？好像是5两银子吧。多少？5两银子。我的天娘啊，他们家到底是啥运气，能用如此低的价格买来一匹举世罕见的射马？5两银子买一头猪都不够。是的呀，怎么啦？甜甜呐，叔跟你做笔买卖呗。做啥买卖？叔用50两银子买你家的大灰马，是原来价格的10倍，你可是赚翻了。有了这些钱呐，你还可以买一匹更好看、更水灵的马啊！好嘛，原来是看中他的大灰了，这人心术不正啊！奶团子转了转大眼睛，佯装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。可是我很喜欢大灰，就这么卖掉，我会心疼的。这有啥好心疼的？不过是一头畜生而已。既然这样，那沈叔叔可以把您拉车的2匹马送给我吗？他看了，就沈知府拉车的2匹骏马是纯血统的草原马，跑长途耐力极强。沈青山听了犹豫了一下，那是我精心训练出来的马，专门用来拉车的。甜甜要他们干啥？耕田了。居然用这么好的宝具去耕田，你也太奢侈了吧！沈叔叔不是说马无非就是一头牲畜而已，难道您心疼啦？李甜甜眨巴着大眼睛。没有。好，我送给你便是。要立字为据哦，免得沈叔叔耍赖。奶团子随手写了一份字据，让沈青山签字画押。你这娃娃年纪不大，做事倒挺谨慎呐。沈青山忍俊不禁，李甜甜嘿嘿一笑。防患于未然嘛，这年头坏人这么多，万一被骗了咋办？好，我签就是了。这下总可以了吧？齐还了。那你们家的大灰马？大灰咋的了？李甜甜一脸无辜。当然是把大灰马卖给我喽，50两银子，这是银票。沈叔叔，您是不是误会什么了？我啥时候说过要卖马了？他说过吗？沈青山愕然。你不是答应要给我做买卖的吗？这孩子签了字据后，怎么就翻脸不认人了？而且还一口气骗走了自己2匹马驹，他也太黑了吧！沈叔叔，您再仔细回忆一下，我有答应过你吗？认认真真的回想一遍，从他说给50两银子的时候，奶团子就岔开话题了，确实没答应他卖马的事情，反而是管他要了2匹马，然后他就莫名其妙地签了字据，画了押。思及此处，沈青山猛地回过神来，呆呆地看着李甜甜，他居然被坑了。想他在官场上混迹这么多年，从来都是他摆弄别人，还没人敢坑他呢。沈青山心里燃起一团怒火，可又不敢跟奶团子掰扯，万一惹毛了这丫头，小殿下非扒了他的皮不可。这么说，那大灰马你是不想卖喽？沈叔叔，我许久不出门，不知道马市上的行情。
我想问问你，一匹普通的马现在是什么价？大概在50-60两银子左右，差一点的价钱会稍稍便宜一些。既然普通的马匹尚且能卖到50-60两银子，那射马能卖多少钱？沈青山被问得面红耳赤，张了张嘴，不知如何作答。他这是被套话了吗？真没想到这小姑娘如此精明，原来她一早就知道射马价值不菲了。沈叔叔，您出50两银子就想买我家的射马，这无可厚非，因为大多数人都觉得我家大辉是头灰驴。但可惜的是，我知道它是射马，很珍贵，很稀有，甚至已经绝迹了。沈叔叔，您的2匹宝驹还是留给您拉车吧，用它们去耕田确实有点不合适呢。沈青山脸色发红，心里惭愧极了。他好歹也是饱读群书，悟透过很多人生大道理，今天却败给了一个3岁小丫头。得亏没有外人看见，不然他这张脸往哪搁？已经签字画押了，那2匹马就是你的，叔叔不要了。沈青山又把字据还给奶团子，厉天天无奈，当着沈青山2口子的面把字据撕碎了，旋即拎着小挎包回屋玩去了。老爷，这啥情况呀？那是什么字据啊？快别提了，真丢人呐！以后这种事你自己去说，别让我丢人现眼了。怎么就丢人现眼了？射马买回来没？买什么买？50两银子就想买射马呀？你还没睡醒呢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后不许再打射马的主意，这事儿翻篇了。说完，沈青山甩了甩袖子，头也不回地走开了。沈夫人一脸懵，所以说到底咋回事啊？次日上午，冯县令坐着马车来到老李家。我一早就给春云准备好宅子了，让春云搬过去住，以后照顾六宝也能方便一些，省得县城和村子两头跑。行，那我和麦芽一起去吧，帮春云拾掇屋子啥的。哎呀，亲家母，不用，我给春云请了丫鬟，这些杂活让下人干就行了，你快歇着吧。哇，都请下人了。赵葵花眨了眨眼，这感情好啊，以后洗衣服做饭刷碗烧炉子这些活吩咐下人干就行了。她现在大着肚子，走道都不方便，正需要有人伺候她，如果二宝也能给她请个下人就好了。娘，我会经常回村看您的。去吧去吧，早点跟六宝要个孩子啊。冯县令又跟沈青山交谈两句，便带着闺女离开了。这家里的人是越来越少喽。渐渐的，身边的孩子都各奔前程去了，能留在村子里陪他的也就剩下甜甜了。见小11半躺在他家门口晒太阳，刘淑贤笑了笑。小11呀，那50斤花生给你装好了，记得拿回去啊。卓萧然猛地睁开眼睛，朝刘淑贤拱拱手后，便快速冲进屋子。父皇已经不止一次管他要花生吃了，不管有何急事，这花生都必须马上寄到宫里去，不然父皇就断了他的财路，不给他钱花了。大嫂，您说咱家是不是也该请个丫鬟啥的？赵葵花挺着大肚子走进厨房，靠在门板上笑着问。金麦芽头是抹布，正擦碗架子，他回头看了眼葵花。这家里的活由我干，请下人干啥呀？钱多烧的呀。哎呀，大嫂，你天天忙忙活活的不累呀？家里如果有个下人，这些活就不用你干了。
天天吃现成的，衣服埋汰了有人洗，想吃榛子有人砸，想吃饺子有人包，这样的日子才像话嘛。金麦芽扯了扯嘴角，你自己去打听打听，这住在乡下的谁家请丫鬟了呀？也不嫌磕碜啊。哎，乡下咋的了？乡下人就不能享受生活了？我不管，抽空我就去跟娘说，让她找个丫鬟回来，帮我揉揉肩，捶捶腿。行行行，你去吧。娘要是答应你啊，我帮你洗半年的脚。哼，去就去。嗨，啥家庭呀，还请下人呐？咱家从县城买完房子后，几乎是分文不剩，哪有钱雇丫鬟呀？娘，有那种不要钱的，给口饭吃就行。娘如果不反对，这几天我就出去寻摸寻摸，保证找一个模样俊俏、手脚勤快的丫头回来。你呀，还是在家安心养胎吧，别出去折腾了。娘，我找丫鬟也是为了甜甜好呀，她还这么小，总得有个知冷知热的人照顾才是啊。二嫂，你想自己请丫鬟就直说，别拿我当幌子好吗？他除得长了小了点儿，个子矮了点儿，腿短了点外，生活还是可以自理的。娘，您就让我找一个吧，这样大嫂也能轻快轻快。她不是一直想卖小泥人吗？家里活这么多，她都抽不开身了。金麦芽自打跟七彩斋建立合作关系后，前前后后就送过去2批小泥人。段夫人催了几次货，她还没倒出时间去做呢。葵花怀孕后，家务活几乎都落在她身上。找一个也行，但要弄清对方的人品，像那种偷奸耍滑、偷鸡摸狗的丫头，白给都不能要。娘，您放心吧，我眼睛尖着呢。赵葵花乐坏了，便笑吟吟地走了出去。沈夫人打包好行李，在老李家住了2天，她都不想走了。老爷，咱多买几条鱼回去吧，他们家的鱼很新鲜啊。从杏花村到府城起码得8、9天的时间，等回到府上，鱼早都死透了。那带点青菜呢？买点芹菜和韭菜啥的，回去炒着吃。青菜更愿意蔫儿吧？天气热，除非是干货，不然任何青菜都搁不住。那也不能空着手走吧？沈夫人撅着嘴。咋的？你还想赖在人家不走了？夫人对住宿和吃喝方面一向很挑剔，就连府城最好的客栈，她去住1宿都能挑出一大堆毛病来。娘，那咱们就多住几天吧，让爹爹4姐回去。其实沈青山也觉得老李家似乎蕴藏着一种魔力，尤其是他们家的水，喝起来清冽甘甜，非常美味。这些年他在官场上应酬太多，慢慢喝坏了肝肾，经常是一觉醒来头晕脑胀，面色发青，全身浮肿。可他只在老李家住了2天，这些症状就缓解了。那就再多住1天。哇，爹爹真好！沈娇儿喜出望外，直接冲进屋里找二和玩去了。刘淑贤一听说知府2口子不走了，恰在这时，村口传来一阵呼喊声。沈青山凝眸望去，这是谁家？阵仗挺大吗？不对呀！哎呦，这哪是迎亲的队伍呀？你瞧他们的衣服，这好像是当官的。真气派呀！我啥时候也能坐在这样的马车里，被村民们追着跑啊！快看，马车在老李家门外停下来了。哟，他们家这是碰到啥喜事儿了？排场这么大。
沈青山对这几辆马车再熟悉不过了，这正是宫中太监总管季公公的马车。呵，沈知府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季公公没想到一下车就看见了沈知府，这也太巧了吧。沈青山连忙拱手作揖。季公公，您老莅临杏花村有何贵干呀？我不找你，我找李甜甜。去，准备接旨。卓公子好。咦，老大哥，你认识小11呀？刘淑贤好奇，何止是认识，他几乎是看着小太子长大的。之前有过一面之缘。甜甜，等宣读完圣旨，甜甜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县主了。清水县县主，爵位加身，往后可以世袭罔替，可以吃俸禄的。伯伯好，伯伯找我有事吗？瞧瞧，这是啥？喜事儿大喜事儿呢！李甜甜接旨。李甜甜心地善良，医术精湛，数月来为百姓和10里8乡做出杰出贡献，平瘟疫、抓人犯、抗蝗灾、挖水井，造福一方，功不可没。从即日起，册封李甜甜为清水县县主，食俸禄，赐腰牌，赏匾额，世袭罔替，承恩祖孙后代，钦此。圣旨宣读完毕，村民们都集体沉默了。他们虽然不知道县主是啥，但一听说可以食俸禄，可以世袭下去，这就很有吸引力。一般皇亲国戚才有资格世袭，而甜甜乃是农家女出身，如今却能获得如此殊荣，这比考上状元还厉害呢。谢谢皇上。李小姐，恭喜你呀！这县主虽然不是官职，但只要有了这个名号在，往后你们家便可以乘风破浪，顺风顺水了。要知道，京城的许多王公贵女想当县主都当不上呢。李甜甜笑眯眯的点点头，瞟了11哥一眼。要不是11哥帮他邀功，别说县主了，他连乡主都当不上。呵呵，辛苦了辛苦了，这些银钱您留着买点酒喝。那咱家就收下了。李县主请收好。打开后，一块暗红色的腰牌躺在里面，上面印着3个大字：李县主。比英雄娃娃的令牌好看多了。卓萧然吐槽道。村民们一看到腰牌，瞬间沸腾起来。哟，快瞧，那块腰牌多气派呀！要是带上它出门，是不是县令老爷见到我也得点头哈腰的呀？那个季公公说了，这县主不是官职，他就是一个称呼。称呼？有能耐，你也让你闺女去当县主啊！真是有出息啊！听说县主往上就是郡主了，那跟公主都差不离了。金麦芽和赵葵花兴奋得差点晕过去。季公公呀，您这一路舟车劳顿，快进屋喝口水吧。甜甜娘，先等等哈，待我把事情办完。县主府，快看，是县主府啊！往后咱们不能张口闭口叫老李家了，应该叫县主府。小殿下，您还满意吧？还行吧，就是这册封圣旨来得太慢了，上人干等了好几天。哎呦，小殿下，这外面闹匪灾呢，遍地都是山贼，老奴半路差点被人剐了。回去告诉我父皇，就说50斤的花生已经给他寄过去了，吃没了可别再管我要了。估计不会了，陛下现在自己种起了花生，就是长得不太好，干干巴巴的。小殿下知道有啥窍门没？没有。甜甜娘，
你闺女绝非池中之鱼呀，她乃人中龙凤，将来肯定会大有作为的。哼，这还用你说？在家里多住几天吧，晚上我让麦芽给公公炖鱼吃。杏花村这么旱，县主家居然还有鱼。不过看县主家这大宅子和屋内的家具摆设，应该不像是穷苦人家。听殿下在信中的描述，老李家因为生了个福娃娃，日子才慢慢过好的。之前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穷得揭不开锅。沈夫人和沈青山看足了热闹。老爷，你瞧见了吧？这老李家厉害得很，他们家小闺女竟然被封为县主了，这是何等的荣誉啊！夫人有什么想法？我不是说过吗？把娇儿许配给二和，这样咱们跟老李家就是亲家关系了。可是娇儿还小啊，离二和也不大，他们，哎，我又没说让他们现在成亲啊，先去跟李家二老说说，定个娃娃亲，等娇儿和二和都成年，再让他们成亲呗。这件事但凡成了，只好不坏，往后老爷在官场上也能顺顺当当的了。哎呀，人家会同意吗？别看他们生活在乡下，但远比京城的某些世子和千金厉害得多。哎呀，你去问问呗。又是我问。沈青山抽了抽嘴角，上次他去跟奶团子打听射马的事情，吃了一次大亏，这次他说啥也不去丢人了。哎呀，这件事关系到老爷的前程和娇儿的幸福，你不能不管吧？那你还是当娘的呢，你咋不去问啊？我沈夫人张了张嘴，怄气似的往外走。说就说，哼！与此同时，庄稼地，李万全埋好最后一个坑的种子，坐在地垄沟前歇气。哎呀，我这老腰啊，回去啊，得让闺女给我拔一罐了，酸疼酸疼的。爹，往后种地的活您就交给我和大哥吧，咱家不是在县城买了宅子吗？您和我娘还有妹妹抓紧搬过去住，村子里的事情就不用您操心了。我可不去，我家在杏花村，为啥搬出去住啊？拉倒吧，我可不稀罕。咱们杏花村呐，虽然没啥风景，但我住习惯了，死也要死在这儿。确实没啥风景，一座座土山包焦黄一片，树叶也不长叶子。李二宝叹息一声，殊不知将来的某一天，杏花村被绿水青山所环绕，山里的野菜和野味随便吃。爹，咱村子好像来人了，我刚才听见有人和打鼓，看样子挺热闹呢。许是宝根跟大花成亲了吧？回头啊，你记得送一筐大雁蛋去，就当是随礼了。爹，不可能吧？人家张村长说了，大花跟宝根的亲事不大操大办，连酒席都不摆呢。未婚先孕，这种事有啥好张罗的？多磕碜呐！李万全听后，朝村子那边望了一眼，正想说什么时，一阵呼喊传了过来：“爷爷，大伯，爹！”哎呦，累死我了！李二宝定睛看去，就见儿子风风火火地往这边跑。二和咋来了？爹，是不是家里出啥事儿了？我心咋这么慌呢？别瞎寻思。爷爷，小姑姑她……二和，你小姑姑她咋的了？她……哎呀，你这熊孩子，你快说呀！爷爷，小姑姑她疯了。二和，这话可不许胡说，你小姑姑是咋疯的？就是被封为县主了呀！阿奶让你们快回家去呢。哎呀，二宝啊，明天抓紧把你儿子送到书院去，不好好念书，连话都说不明白了。知道了，爹。爷儿几个也没心思种地了，拾掇工具，
便开始往家跑。哎呦，甜甜爹，你闺女真厉害呀，成了小县主了！你快回家瞅瞅吧，你家那大门上挂着老大一张牌匾了，上面写着县主府3个字呢，很气派哦。真的？李万全激动万分。晚点去我家喝酒哈。来到家门口，县主府3个字熠熠生辉。哎，爹，这3个字晃得我睁不开眼了。那就闭上。闺女，我闺女呢？哈哈。死老头子，你慢点儿，闺女刚睡着。闺女，让爹亲一口。妈。扎脸啦！老婆子，我说啥来着？咱闺女啊，一准能成大事儿，将来啊，她肯定还能当郡主呢。嘿，美的你！把闺女给我，去洗洗手，准备吃饭了。刘淑贤又把奶团子抢了回来，很快丰盛的午饭便端上桌子，众人纷纷落座后，季公公便开始致辞。咱家也不会说什么，就祝贺甜甜当上县主，以后为百姓多多谋福吧。啊，好。李万全热烈鼓掌，有这样一个聪明伶俐又很懂事的闺女，她这辈子都无所求了。咱家听说你们村子庄稼1年可以收2茬，这事儿是真的吧？那可不，我们家往年种1茬黄豆啊都费劲，要么旱死了，要么天冷冻死了。我没别的手艺啊，就会做点豆腐卖，可家里种不出黄豆，去县城买成本又太高，有几次啊我都想放弃了。可自从田宝宝出生后啊，我们村子时不时就下一场雨，前段时间村里的水井干了，他还领着大伙去打井，一挖就冒水，福气老旺了，哈哈，哈哈。大家想说的就是这个，小李县主福气绵绵，天资聪慧，将来不仅能造福这10里8村的百姓，对整个大梁国也是福泽万代呢。所以这次咱家到杏花村来，还有一件事儿。李甜甜听了，眨了眨大眼睛。什么事啊？陛下让老奴问问李县主，可否愿意随老奴去皇宫住呀？那宫里可热闹了，天天有人陪你玩，而且能读书识字，能绣花养鱼，还能吃到各种山珍美味。季公公慎言，甜甜若是去了皇宫，她爹娘和家人怎么办？做人做事不能太自私了。季公公无奈，小殿下，是您舍不得田宝宝走吧？如果他进宫了，您在这杏花村待着还有啥意思？李甜甜微微一笑，季伯伯，您说的这些我们家都有啊，何必跑到宫里去呢？就说读书识字，我娘亲就可以教我。要说养鱼，我们自己家就有鱼塘。要说绣花，我大嫂针线活老好了，一般人都比不上她。季公公闻言，老脸有些挂不住。他不用猜也知道，李甜甜不可能跟他进宫，是陛下和皇后娘娘一直想见见他。既然这样，那这件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哈。以后也免谈。哼，我可是听说呀，那皇宫太危险了，表面上一派祥和，实则呀，天天都有人被害死。老婆子，那句话咋说来着？一入宫门，一入宫门，呵呵，一入宫门深似海，从此高墙绝红尘。啊，对对对，就是这句。闺女啊，虽然出身不好，但她也是我和她娘的宝贝疙瘩呀。在家时，我连骂她一句都舍不得。如果进宫了，她天天被人暗算，被人琢磨和穿小鞋，想出宫还出不来，我和老婆子啊，得活活急死。此话一出，卓萧然脸色变了变，
如果甜甜将来不进宫的话，那事情就有些难办了。甜甜爹，宫里没你说的那么邪乎，虽然有坏人，但大多数都是好人。况且甜甜进宫后有陛下和皇后娘娘照顾她，哪个不长眼的敢欺负她呀？那也不行。李万全态度很坚决。这件事啊，没得商量，我闺女永远都不会进宫。行吧。中午家里炖了2条鱼，知道谢公公爱吃鱼酱，金麦芽还特意做了一小盆酱泥鳅。在老李家吃饱喝足后，便纷纷散去了。是夜，沈夫人还没睡呀？夜太长，睡不着。那就坐会儿吧，喝点水。甜甜娘啊，我问一下，你孙子二和有没有订娃娃亲啊？啥意思啊？又来一个攀亲家的？那奶团子也睁开大眼睛替老娘回答。还没有呢。真的？那感情好啊。沈夫人，你打听这事儿干啥呀？李大哥，我看见二和二和志趣相投，天天在一起玩，所以啊，想给2个孩子订个娃娃亲。我闺女今年8岁了，二和今年也10岁了吧？他们2个年龄相当，又很投缘，不如就成全他们吧。这是好事呀。对呀，我就觉得二和跟娇儿特别般配，但这事儿啊，我们得跟二宝和葵花商量商量，毕竟啊，他们才是二和的爹娘。这么说，你们二老是答应了？闺女，你觉得呢？我喜欢沈姐姐，长得好看，还很温柔，有一种天然呆的感觉。那妥了。我明天就去县城买点硬菜，咱们摆上几桌，就当是给2个孩子准备的定亲宴了。有福娃娃和小殿下的庇护，他以后定能平步青云，升官发财了。恰在这时，屋外传来一阵惊叫声。哎呀，鬼啊，闹鬼了，快来人呐！麦芽，咋的了？鬼，我看见鬼了。鬼？哪儿来的鬼啊？大嫂，这世上没有鬼，你肯定是看花眼啦。甜甜，大嫂没有撒谎，大嫂真的看见了。那个东西就穿着白衣服，它就飘到房盖上去了，这嘴里面还发出一阵鬼哭声，实在是太吓人了。你就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。我活这么大岁数，还没见鬼长啥样呢。如果真有鬼啊，我正好能开开眼界。哎呀，爹呀，你咋就不信呢？我闲着没事，我撒这谎干嘛呀？信，我信还不行吗？哎，这一天。爹，您看见鬼了吗？我看见你了，大晚上不睡觉却跑出来抓鬼，这也太荒唐了。爹，你没事吧？娘气上不来气了。哎呦，闺女儿啊，咱快进屋去，这外面闹鬼呢。依我看呐，那个明镜和尚就是江湖骗子，你找他还不如找我呢。哎呀，关键是爹也不会抓鬼啊。明天啊，我就房盖上下个夹子，夹死那只鬼。我同意，可以下夹子哦。他倒要看看是谁在装神弄鬼。用兽夹子去捉鬼？时间不早了，大伙儿都回去睡吧。今晚我在门口值夜。爹，要不我明天去道观一趟吧，请个道士啥的来家里做法。哎，宫中也经常出这种事情，但是找到真相后，压根儿就没有鬼，全是人装出来的。去吧，都睡吧，有侍卫在外面，那鬼啊不敢造次。与此同时，卓宅卧房内，小主子，不好了！袁进统领，你现在进屋都不敲门的吗？
小主子，紧急情况，所以出了何事啊？甜甜家刚才闹鬼了，把全家人吓得够呛。什么？闹鬼？是啊，好像是个白衣女鬼，挺瘆人的。甜甜没事吧？哦，甜宝宝没事，她似乎还有些兴奋。恐怕这个小丫头早就知道所谓的女鬼是人假扮的了。这种事情发生在家里，大伯和大娘的心里肯定犯膈应。你明日去请几位高僧过来，到李家做做法事吧。小主子，您也相信鬼神呀？他记得殿下从来不搞迷信这一套的，宫中每年祭祀他也不参加。卓萧然冷哼一声，哼，我不信，不代表老李家不信呢。快去办吧。惊险刺激的一夜很快就过去。次日清晨，今天他说啥也得把那只女鬼捉住。恰在这时，有人在家吗？我是明镜大师呀，特地来给你家做法事的。甜宝宝，咱们又见面了。大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李甜甜好奇。是这位施主请我来的。明镜指了指一旁的袁静，袁静闻言一脸嫌弃。哎，我可没请你来啊，是你死乞白赖的跟我回村的。说来也巧，今天早上袁静本打算去请几个道士过来帮老李家做法事，谁料半路上居然碰到这个老秃驴了。一听说老李家闹鬼，明镜二话不说就跟来了。李甜甜也不咋相信他，要不是上次自己过生日，老和尚送了他一支金毛笔，他压根儿就不想理他。哟，你们家阴气确实挺重的，看来得去邪了。你们把台子搭起来，开始诵经除魔。是。等一下，我们家没有闹鬼，不用做法事。恰好王道香打这路过，一听说老李家有鬼，他直接笑了。嘿，我说啥来着？他们家本来就有个小妖怪，能不招来鬼吗？哎呀，大师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次连那个小妖怪也一块收走算了，省得他祸害老百姓。王道香阴阳怪气道。李甜甜无语。你又开始了。我看你像个老妖怪，嘴比茅坑都臭，信不信我先把你收了？哼，行啊，你收一个试试看。女鬼咋不把你掐死呢？你还活着干啥呀？王道香，你早上是不是没漱口啊？说话这么臭。哼，我就臭了，怎么的？你打我呀？王道香晃了晃脑袋，李甜甜咬着牙，本想从空间拿块石头砸他，谁料却进不去空间了。他从小挎包中拿出钥匙，这是连接空间之门的戒指，可仔细观察了半天，他也没发现问题出在哪里。早上那会儿他还能往外拿方便面和火腿肠呢，为啥突然进不去了？明镜见奶团子盯着钥匙发呆。之前就管你要这把钥匙，你不给我，现在出毛病了吧？老和尚什么意思啊？难道他知道我有空间的事情？大师，您知道这把钥匙是用来干嘛的吗？当然知道了，你家那煤、那大房子、那鱼塘还有水塘等等，不都是你用这把小钥匙拿出来的吗？李甜甜听后无比震惊，原来他真的知道。大师，您也是穿越者？无可奉告哦。那您是怎么知道我有空间的？猜的呗。不信。你现在是不是打不开空间了？是啊，我刚才试了好几次，可依然不管用。大师有办法修复这把钥匙吗？看他神秘兮兮的样子，应该是有办法的吧。明镜轻咳一声，办法倒是有，
但我凭什么帮你呀？我烤的羊肉串很好吃哦，而且空间里还有很多美酒，大师就不想尝尝？有葡萄酒吗？有的。鸡尾酒呢？各种牌子的都有。伏特加呢？管够。大师，这么热的天，您就不想喝一瓶冰镇啤酒吗？一边撸着羊肉串，一边把酒言欢，这才叫享受嘛。成。明镜一个没忍住，直接点头答应了。把钥匙给我。那。明镜把小钥匙接过来，在手里摩挲2下。我告诉你一个窍门，往后如果要是打不开空间之门，你就往这上面滴滴金阳之血，这样萦绕在钥匙上的灵气才不会枯竭。什么血啊？就是金血，必须是有缘人的金血才管用。我怎么知道对方是不是有缘人呢？这个简单，有缘人拿起钥匙时，钥匙会发光哦。这事儿也太梦幻了，他还是头一回听说钥匙也会枯竭的。我总不能逢人便把钥匙给他，让他摸一下吧？那倒也不用，依老衲看，有缘人其实就在你的身边，你挨个试一下就行了。说完，明镜把钥匙还给奶团子，笑眯眯问：田宝宝，你啥时候给我烤羊肉串呀？等我能进入空间时再说吧。你可不能反悔呀！鸡尾酒、冰镇啤酒、伏特加，这些我都要。行，知道了。那我先帮你们家驱鬼除魔哈。不用，那只鬼我自己就能捉，大师还是请回吧。把明镜撵走后，厉天天拿着钥匙回到正堂，依次让老爹老娘、大哥二哥等人摸了一下，可钥匙毫无反应。大伯大娘，这是我特地从外地买来的西瓜，快尝尝吧。这东西死贵的，买它干啥呀？不过就是个西瓜而已，用不了多少钱。谢谢小十一了。大娘，我听说昨晚家里闹鬼了，真有此事吗？你大伯他们打算今晚就蹲在房顶上，看看是谁在装神闹鬼。我让袁静守着就行。哎呀，不用，这只鬼我们一定要亲手抓住。十一哥，怎么了？十一哥，给你这个，轻轻摸一下，摸一下就行。好，等3-5天我手上的疹子痊愈之后再帮你摸吧。好吧。爹，用这个东西捉鬼，保证一捉一个准。真的管用吗？哪个鬼会眼睁睁的往上踩呀？放心吧，肯定能捉住。行，那爹现在就上房把夹子放好。片刻后，李万全装好兽夹子，拍了拍手，妥了。有了这东西，即便有鬼也能夹断他的鬼爪子。家人们洗漱一番后，便纷纷入睡了。卓宅，康嬷嬷帮卓萧然擦了一些药膏，心疼道：唉，小主子体质特殊，对墨水都过敏，往后啊，您还是少写字，多读书吧。康嬷嬷，你说一把普普通通的小钥匙都能打开什么？啊？当然能打开锁头了。但这跟他摸钥匙有什么关系？想到这里，卓萧然打算让袁静去把那个老和尚抓来，一问究竟。谁料刚站起身，老李家那边忽然传来一阵惨叫声。谁这么缺德呀？往房顶上放兽夹子干嘛？哎呦，我可怜的脚啊！
声音的穿透力很强，几乎整个杏花村的人都听见了。卓萧然正了正神，看向康嬷嬷。这个声音听着耳熟呢。小主子，这好像是酒店下的声音啊。这不可能呀，酒店下在宫中待得好好的，咋突然跑到乡下来了？出去看看。只见一名俊美的青年蹲在瓦片上，看着自己被夹出血的脚。原来是这小子大半夜不睡觉出来装神弄鬼的。这人是谁呀？他蹲在咱家房盖上干啥呀？喂，就是你这个蠢货装神弄鬼是吧？你给我滚下来，看我不扒了你的皮！谁装神弄鬼了？飞檐走壁都不懂吗？哟，这么厉害还踩到兽夹子了？哼，活该你挨夹！你轻功再好也架不住你们使阴招啊！居然在房顶上下夹子，你们也忒损了！疼死我了！我这小骨肌都夹断了。九哥，真的是你？卓萧然眼底闪过一抹讶异，心里却有些激动。从小到大，他跟九皇兄的关系最好了，一晃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他隐隐有些想念。11弟，哈哈，原来你真的藏在这儿啊！从宫中出发时，他就派人打听了一番，听说11弟藏匿在清水县一带，但具体是哪个村子，他也不知道。这几日，他接连走了10多个村庄，鉴于11弟身份特殊，他不敢贸然询问，便挨家挨户地寻找起来。谁料在杏花村某户人家的房顶上，他居然踩到了兽夹子。这户人家简直是缺了大德了。卓萧然轻咳一声，朝李万全两口子拱拱手。大伯大娘，这人是我九哥，他许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，才跑到大伯家的房顶上去的。啊！李万全惊讶。可是他为啥要装神弄鬼呀？把你大嫂都吓出心病了。并非是装神弄鬼，卓萧然笑着解释。我九哥打小就爱穿白衣，而且他怀中的狸猫也是他亲手养大的，许是猫叫春的缘故，才会发出一阵阵惊悚恐怖的声音。既然是你哥哥，那就算了。大宝啊，你赶紧拿梯子把那位公子弄下来。虚惊一场。闺女说的对，只要把兽夹子安装在房顶上，就肯定能捉到鬼。哎呦，你们村子有没有郎中啊？我这脚丫子都出血了，哎呦，疼得要命。哎呦，你倒是下来呀！哎呦，我脚疼下不去了，你背我下去。啊，我都没背过我媳妇儿。甜甜，还得麻烦你帮我九哥包扎一下。好吧。他的小药箱子在空间里存着，眼下只能用破布条来包伤口了。书房内，疼，好疼啊！我以后肯定成瘸子了。谁让你不在京城好好的待着呀，非要往这里跑？卓萧然无奈。我不是想你了吗？你以为我愿意来呀？忍着点儿，马上就好了。厉甜甜很利落地帮他包好伤口，腿上的肌肉健硕有力，身体轻盈修长。卓一潇见到奶团子后，突然停止了哭嚎，眨眨眼。11弟，他就是甜宝宝吧？长得好可爱呀，软软糯糯粉嘟嘟的，像个大肉球子。厉甜甜笑着问：九哥哥认识我啊？哈哈，那当然了。卓一潇梗着脖子：你是不知道，我11弟每次给我写信都卯足劲儿夸你，又是抗击瘟疫，又是替老百姓求雨，又是对付蝗灾的。听说你本事老大了，还被册封为小县主呢，对吧？厉甜甜一听颇为意外。
原来是一哥这么能夸人呐！这臭小子平时不显山不露水的，没想到还挺能夸人。奶团子的心情立刻变好了。卓萧然凑过脸去呢喃一声：我可没说，都是九哥瞎掰的。我没瞎掰，是一弟给我写的书信，我还留着呢。喏，你自己看吧。不许看！不等李甜甜接过书信，卓萧然一把就抢走了。李甜甜无奈：十一哥的反应也太大了。甜宝宝，我的脚能痊愈吗？是不是骨头被夹坏了？卓一潇愁容满面，他还这么年轻，可不想变成瘸子。李甜甜哭笑不得：九哥哥放心吧，养几天就好了。那甜宝宝，再帮我摸摸脉。我听十一弟说，你医术精湛，不下蛋的老母鸡被你摸过之后，都能蹭蹭的下蛋。李甜甜无语：这位九哥哥还真挺有意思的。还有我的猫，它这几天总是叫春，你能不能帮我把它阉了？这事儿以后再说吧，直接给它动刀，九哥哥不心疼呀。毕竟是自己养大的宠物，怎么舍得去伤害它呢？次日清晨，李甜甜还在梦里寻找有缘人时，屋外忽然传来一阵叫声：哎呀，不好了，咱们家菜园子里的青菜都蔫巴了。啊，昨天还好好的呀，咋一夜之间就枯萎了呢？不知道呀，爹娘，你们快出来瞅瞅。娘，昨天晚上我还摘黄瓜吃了呢，这咋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？会不会是缺水了？老大，你快去挑几桶水来，给青菜浇浇水啥的。江管事每隔几天都要来收一茬青菜，如果他们家供不上货，可是要赔钱的。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就讲得明明白白，除了春秋两季之外，老李家必须时时刻刻都能给福满楼提供新鲜的青菜，如若违约便照价赔偿。爹，这土壤湿漉漉的，也不像是缺水啊，再浇下去估计就涝了。哎呀，你废话咋这么多呢？赶紧去挑水。我这就去。李甜甜长吁一口气，摸了摸手里的小钥匙，心里忐忑极了。如果空间之门被关上，所影响的东西不仅仅是菜园子，还有很多很多。闺女儿，你这是咋的了？刘淑贤见闺女一脸沮丧，提不起精神，便蹲在她面前：是没睡好吗？娘亲，我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奶团子脆生生道：来，让娘抱抱。闺女儿啊，不用担心，咱家就算不能种青菜，也能挣到钱。上次你爹他们收回来的粮食，咱家只留了一点点，剩下的都拿到县城的粮庄卖掉了。如果空间长期打不开，他以后恐怕就再也进不去了。不行，他得去佛光寺一趟，找明镜大师问一问，那个有缘人到底是谁。爹娘，不好了，你们快来看啊！又咋的了？老头子，咱过去瞅瞅吧。全家人纷纷来到水塘边。这水塘怎么干了？村里人谁不知道，他们家的水塘其实就是个大泉眼，时时刻刻都在往外冒泉水，清冽甘甜，特别好喝。泉水昨天晚上还往外冒呢，今天却意外的枯死了。会不会是天气太热，水塘才干的？李万全嘟囔一声：不会，前几日天气比现在还热，泉水还很旺盛呢，这突然枯竭肯定是有啥原因的。李甜甜无奈：老娘，原因就是我的空间出问题了。没事儿，哭就哭吧，反正咱孙子还有水井呢。就是来回挑水麻烦点儿。大宝爹有急事儿。
好像是张村长来了。哎，村长，你咋来了？有啥事儿吗？大宝爹不好了，咱们新挖的那口井又干了。那村长找我有啥用啊？我家现在也缺水呢。啥？张村长惊了一瞬。你们家也没水了？是啊，村长如果不信呐，瞅瞅，而且我家菜园子也败了。这可完了。天气这么热，即便不给庄稼地浇水，但老百姓也得喝水啊。做饭、洗漱、泡脚，样样都离不开水。大宝爹，你闺女呢？高有田一脸急躁。好像去鱼塘边了。没错，当李甜甜看到干枯的鱼塘和满池子的死鱼后，心已经凉透了。这些大鱼都是靠灵泉水的滋润才能长这么大的。如今空间关闭，水源断绝，鱼儿眨眼间就死绝了。天哪，咱家到底是得罪哪路神仙了？居然这么惩罚咱们！哎呦，不会吧？福气这东西哪能说没就没呢？那是天生带来的。哎，你自己看，他们家但凡有水的地方都干了。那咱们刚埋下去的种地是不是也得旱死呀？哎呀，不清楚啊，这会儿还是少说点吧。大伙儿回家后都省着用水哈，别洗澡洗衣服了。谁家存水多，记得给老李家送2桶来。他们家人口多，用水也多。好嘞。哎呀，走吧走吧，大伙儿都回吧。片刻后，孙红红送来半桶水，张知了拎来1桶，高粱也挑来2桶。村民们是知道感恩的。当初村子里的老井干涸后，是老李家打开大门让他们进来挑水的。如今他们家遭遇这种事情，大伙儿不能不管。李甜甜见了，心里很是感动。就冲这个，她也要赶快修复好钥匙，重新打开空间。老沈家，沈大歪盘腿坐在炕上，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滋溜滋溜地喝酒。他爹呀，好消息！哎，不是你干啥玩意儿？我高兴呀。他爹，你还没听说呢吧？老李家出事儿了。啊？出啥事了？他们家的水池子枯了，还有那菜园子里面枯黄一片。更解气的是，那么大一个鱼塘，里面除了一堆死鱼外，连一滴水都没有了。哎呦，真的假的？你家不是有泉眼吗？这咋突然都干了？还能为啥呀？当然是那小妖怪遭报应了呗，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，特意给他们了一点惩罚。哼！如果老李家没水了，那村子里的水井是不是也干瓤子了？他娘，咱们村的井也枯了，一点水都没有。哎呀，那你还乐啥呢？蠢货玩意儿！咱们家水缸早就见底了，如果水井干了，往后咱喝啥？嗨，你管那些干啥呀？老李家不也没水喝吗？哎呀，你傻吧你呀！他们家人缘那么好，就算水井干了，大伙儿也会帮衬他们的。啊，那咋整啊？没水喝的滋味可不好受。你去春燕他们家接2桶水回来，如果没有，就去程员外家问问。行吧。卓宅，十一弟，我这运气咋这么不好呢？刚来到杏花村就遇到旱灾了。十一弟，你们家不会也没水了吧？卓萧然瞥了他一眼。九哥如果嫌弃这里，可以立刻回宫去，没有必要跟着我吃苦受罪。我才不回去呢。卓一霄翻了个大白眼。父皇如果知道我偷偷跑出去，一准得给我禁足。这杏花村虽然没有风景可看，但可比皇宫自在多了。正想说什么时，袁晋忽然走了进来。小主子，老李家的水塘和鱼塘都干了，我还听说甜甜今早起来就没啥精神，好像是生病了。什么？他无碍吧？老李家的泉眼一直都很旺盛，
从来没有干枯过，这怎么突然间就断水了呢？不太好，小主子还是亲自去看看吧。好，便着急忙慌地往老李家走。卓一潇闲着没事，也溜溜达达地跟过来。房间内，李甜甜平躺在炕上，脑门一阵滚烫，许是刺激太大的缘故，让她直接病倒了。特效药拿不出来，体温迟迟降不下去，烧得她口干舌燥，喘气都滚烫滚烫的。闺女啊，你六哥回来了，让他帮你摸摸脉。好，你快说呀，到底咋回事？哎呀，是啊，六宝，你妹妹会不会中暑了？爹娘，妹妹脉象平稳，没什么大问题啊。放屁！没问题，她为啥会发烧？为啥会晕倒？你这医术啊，照你妹妹都差远了。李六宝心里也觉得诧异，估计找别的大夫来摸脉也是同样的结果。妹妹压根儿就没病，她许是急火攻心或焦躁忧虑的缘故，才突然晕倒的。老头子呀，你别总骂小六，他作为大夫哪敢开这种玩笑啊？小六啊，你看能不能开点退烧药啥的？你妹妹烧得太严重了。这个倒是可以。都怪你没能耐，咱家啥事儿都指望甜甜，她又是养鱼种菜，又是帮家里盖房子，又是替村民们求雨的。现在好了吧？甜甜累倒了，你满意了吧？怪我，确实怪我。李二宝眼里含泪，连连点头。如果他一早就去做点小买卖，也能给家里减轻点负担了。李甜甜眼皮像灌了铅似的，很沉重。还是抓紧把闺女送县城的医馆去吧，不能再拖了。爹，不用折腾。李六宝拦住他。就算送到县城，郎中开的药也是如出一辙的。折腾来折腾去，反而会加重病情。恰在这时，卓萧然拨开人群走过来，见奶团子直挺挺地躺在炕上，他面色一慌，连忙凑到炕沿边。甜甜，我是11哥，你醒醒啊！他推了推李甜甜，心里焦急万分。这丫头如果没了，她的味觉会再次失灵，生活也会陷入黑暗之中。能在杏花村住这么久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能吃到各种美味，这是她坚持下去的动力源泉。见奶团子不回应他，好烫！他居然还攥着那把小钥匙，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玄机？掰开小手，卓萧然把钥匙拿了起来。此刻他也不在乎手上的红疹子了，而是想弄明白这钥匙里藏着什么秘密。小主子，您的手。无妨。这把钥匙居然闪起了微光，明明刚才还暗淡发黑，怎么一瞬间就发光了呢？哎，大家快看，这把钥匙发光了。这是夜光的吧？我记得孙瘸子就有一个夜光戒指，一到晚上就增亮增亮的。不像是，这钥匙明显是用青铜做的。你见过发光的铜器吗？那它为啥会亮起来呢？不清楚。闺女醒了，哈哈！闺女啊，你哪里不舒服啊？快跟爹说。老头子，闺女刚醒过来，你别吓到她。脸色也逐渐红润起来，都激动坏了。我这就去给甜甜泡一碗白糖水来。我屋里知道甜甜最爱啃这东西了，等你吃没了，伯伯再给你多拿2块。李甜甜虽然醒了，但脑子依然很沉。她见自己的小钥匙闪烁着光芒。11哥，你快往钥匙上滴一滴血。看来明镜大师说的没错，有缘人果然就在他身边。卓萧然有点懵，往上面滴血，这是什么操作？
11哥，你按我说的做，以后我会给你解释的。闺女为啥让小11往钥匙上滴血？难道是搞什么仪式吗？小主子，您还是照做吧。这件事没准儿对田宝宝很重要呢。11弟，你还犹豫啥呢？是怕疼吗？卓一潇皱了皱眉。你要怕疼就换我来滴血。快瞧，钥匙不发光了。还真是哎，这也太邪门了吧！小11，你再拿一下试试。轻轻一捏，那抹氤氲的光芒再次亮了起来。看来11公子跟这把钥匙很有缘呢。沈夫人笑着道。卓萧然抿了抿嘴，没说什么，而是划破手指，将一滴血液滴在钥匙上。霎时间，青铜钥匙如吸血怪物一般，把血液全都吸干了，周身的光芒也亮到了极致。厉甜甜心里释然，直接进入空间之中，一口气喝了2大碗灵泉水，清冽甘甜的液体流入肺腑，让她神清气爽，好轻松啊！哈哈，闺女没事了。闺女啊，你可把爹吓坏了，爹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呢。乌鸦嘴，咱闺女福气这么旺，怎么可能醒不过来呀？啊，对，咱闺女啊有老天爷保佑，阎王爷都不敢收她呢，哈哈。哎呀，醒过来就好。闺女儿，你想吃啥呀？娘去给你做。娘亲，我想吃馅饼，猪肉芹菜馅的。好。娘，咱家园子里就有芹菜，不信您去看。空间之门打开后，灵泉水便可以流淌出来了。什么情况？恰在这时，李小岭急匆匆地跑进来。爷爷，阿奶，咱家的泉眼又冒水了。哈，真的假的？李万全大吃一惊。水井有没有干枯跟钥匙有啥关系呀？那你为何让我往这钥匙上滴血？就是做个小游戏嘛。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子吗？算了，不说也罢。到时我就把那个老和尚抓过来，亲自审问便是。他之所以着急，是怕以后奶团子再出现今天这种意外。若他不在甜甜身边，还有谁能救他？厉甜甜吐了口气。11哥，以后我会把自己的秘密都告诉你的，现在还不行哦。什么秘密？你难道真的是小妖怪？因为妖力丢失，所以才昏迷不醒的。对，一定是这样。既然妖怪不吃小孩子，那就专门喝他们的血。至于那把钥匙，应该是小妖怪的法器了。是真的，爷爷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哎，好。唯有卓萧然留在屋内，若有所思地看着奶团子。厉甜甜被盯毛了，闷闷地收起钥匙。11哥，你看我干嘛呀？说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卓萧然眯起眸子，厉甜甜抿着嘴，大眼睛转来转去。什么？怎么回事啊？还装？卓萧然拧紧眉头。你们家的鱼塘、菜园子、水塘，还有村里的水井，是不是跟这把钥匙有关？没人知道他刚才有多担心，如果奶团子真的死翘翘了，他的人生也会陷入黑暗。厉甜甜当然不会说真话了，万一吓到11哥咋办？11哥，你想象力真丰富啊！见11哥紧紧盯着自己，厉甜甜咯咯笑了2声。妖怪来抓小孩子了！你那秘密对你还真那么重要啊？是啊，很重要。有空间的事情关系到他在这个世界的生存问题，能不重要吗？不说也罢，我至少救了你一命，你打算怎么感谢我？厉甜甜深谙有缘人对她的重要性，这次如果没有11哥救急，
他恐怕就再也打不开空间了。日后要是没了灵力，还得找11哥要精血。我请你吃巧橘，可甜可甜了。我不喜欢吃橘子。你们家的花生还有多少啊？厉甜甜无语。又来要花生，已经不多啦。11哥如果想吃，以后我可以多种点儿。那算了吧，我也不是很爱吃，你就自己留着吧。我有花生糖哦，又香又甜。你知道我不爱吃甜食。不尝尝咋知道不好吃呢？给你。那个，这个糖还有多少啊？还有很多呢。11哥想要吗？我主要是想拿给我爹娘尝尝。难道不是11哥自己想吃吗？开玩笑，我又不是女孩子，怎么会喜欢吃这种东西？既然这样，那把你爹娘的地址给我，我直接把糖块寄过去就好了。小傲娇，就问你急不急？菜园子前，李万全等人跑过来一看，瞬间惊在原地。早上还残败枯萎的青菜，此刻已经恢复如初了，一片片青翠茂盛的韭菜。爷爷、阿奶，我知道是咋回事了。小领知道啥了？咱们家的菜园子跟小姑姑的身体有关系，她只要病倒了，菜园子就黄了，泉水也枯萎了，大鱼也死没了。小领说的没错，以后咱们只要把妹妹照顾好，家里就一切顺遂了。还用你说？万掌柜啊，我家六宝给你开的药，你回去喝了没啊？效果咋样啊？大伯，药膏效果极好，您看，这上面的烫伤疤已经渐渐抹平了。哎呦，真的没有了，效果的确不错。他闺女配出来的药膏，效果能不好吗？李大夫说，汤药药效极慢，起码得喝上1年半载的才能见效。不着急，好好调养一下。我看你这脸色呀，比前段时间都红润了不少呢。爹娘，咱家的鱼塘又有水了。这么大的鱼塘，为啥突然间就有水了呢？沈青山终于知道李家小闺女的能力有多大了。她不过是病了一场，小殿下居然亲自割破手指，往药室上滴血，那可是龙血呀。客房内，要不再去说一遍吧，不然我这心里没底呀。沈青山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，沈夫人眼睛都看花了。哎呀，老爷，你别走了，我头晕啊。夫人呐，你去问问二和爹，让他给咱们一个准信儿，等娇儿跟李二和定亲后，我就能安心回府城去了。人家二老都点头答应了，我还去问啥？哎呀，那李二宝和赵葵花毕竟是二和的爹娘，咱们连招呼都不打，就想给他们儿子定娃娃亲？喊啥呀？咱们娇儿可是知府家的千金，你还怕她嫁不出去咋的？那也得看看她嫁给谁。有李甜甜在，殿下定会青睐于我的。我将来不能说谋个御史吧，起码也能当上侍郎，总比一直待在府城强吧。再说了，你不一早就想搬到京城去住了吗？满眼都是利，你这跟卖闺女有啥区别啊？哎呀，妇人之仁，哼！沈青山甩了甩袖子，直接走出门去。王稻香不知道李甜甜已经醒过来了，他把高宝莲和韩氏二人叫过来，站在老李家大门口。哎，听说了没呀？那个小妖怪遭天谴了，他们家的鱼塘水塘都干了，一滴水都不剩呢。哟，真的假的？那感情好啊，咱们治不了那小妖怪，自有老天爷来收他，活该。哼，
李甜甜干了那么多的坏事儿，那就该咔嚓一道雷的劈死她。院内，刘淑贤正帮闺女擦脸，听到动静后，他推开院门走了出来。哼，哪里来的几条野狗，在我家门口叫唤什么？甜甜娘呀，你这话说的也太难听了。咱们这邻里邻居的住着，你闺女出事了，我们能不来看看吗？对吧？哦，那你说说，我闺女出啥事了？哼，你家甜甜不是遭瘟了吗？我听说全身滚烫滚烫的，都烧迷糊了。哼，你闺女才遭瘟了呢，你们全家都染瘟疫了。哎，不是，你咋说话呢？咋的？不爱听啊？不爱听就把耳朵堵上，或者找把菜刀直接割下去算了。他一旦开启战斗模式，这3个泼妇加在一起也干不过他。韩氏气得直突突，紧咬着牙，恨不得撕了刘淑贤。高宝莲见状，哎呀，都别吵吵了。亲家母啊，你家甜甜烧成啥样啊？还有气儿吗？你这种渣渣都活得好好的，我闺女当然得死在你后头了。王道香气得不行，他上次本来就吃了大亏，自家的柴火垛和仓房还被烧了。今天如果不教训刘淑贤一顿，他难解心头之恨。哼，来来来，咱们快进去瞅瞅吧。如果小妖怪死了，我就让我家大歪去县城买一挂鞭炮回来驱驱邪气。王道香说着，谁料便见李甜甜被王道香，你家房子被烧，真是一点都不冤。奶团子鼓着小脸儿，很是气愤。王道香正了正神，你没死啊？这咋突然又活过来了？很希望吧？李甜甜淡淡一笑，目光扫向高宝莲和韩氏。在这个村子里，你们几个蹦跶的最坏，3天2头找我的毛病。哼，我从前懒得计较，可你们呢，却变本加厉，得寸进尺。既然这样，你们也甭在村子里住了，3天后自己收拾东西走吧。哇，你这小崽子，口气倒不小。王道香跺了跺脚，我祖祖辈辈都住在杏花村，祖坟都埋在这里，我凭啥搬走啊？对呗。高宝莲，你一个小娃娃，有啥权利撵我们走啊？我没撵你们走啊，是你们不得不走的。据我所知，你们几家的水缸都见底了吧？最多能支撑3天。3天后你们没有水喝，大伙儿又不肯救济你们，你们还能坚持多久？哼，村子里有水井，我们怎会没有水喝？那井里的水是给人喝的，不是引牲口的。你再给我说一遍！哼，干啥玩意儿？还想打我闺女啊？如果王道香等人敢动小主子一根手指头，你们要是能打出水来，我便把自己的脑袋揪下来送给你们。看来这小妖怪又要搞事情了，不行，他得赶紧回家，先打几桶水再说。3人纷纷散去，往水井那边跑。这是咋回事啊？井水为啥突然干了？王道香一脸纳闷。哎，不对呀，刚才高亮爹还打上来2桶水呢，这怎么一轮到咱们打水，这井水就干枯了？还能为啥？韩氏皱紧眉头，肯定是那个小妖怪捣的鬼，他是想逼死咱们呢。庄稼地不下雨也就算了，如今连人喝的水也给断了，这小崽子也太邪乎了吧！不把他弄，咱们就都别想有好日子过。他就是个灾星。王道香咬牙切齿，他家水缸早都见底了，今天早上去管高宝莲借水，一滴都没有借来，
别人家有不少存水，但都给老李家送去了。他人缘太差，没人愿意帮他。恰在这时，金寡妇哟，你们仨咋愁眉苦脸的？家里的孩子掉井里啦？你不会说话呀，就把嘴闭上。嘴长在我身上，你管得着吗？让开让开，别耽误我打水。哎，水？井里又冒水了！快把桶扔下去！木桶掉在稀泥上，发出一声闷响。你们三个真是遭报应了，种地不下雨，颗粒无收，如今连水也喝不到了，这叫啥？善恶到头终有报啊！住嘴！你个骚狐狸，信不信我把你给……王稻香已经气糊涂了。来，你推一个试试。我要是出点啥事，你家大歪就得扒了你的皮。他就知道家里的男人不靠谱，这狐狸精稍稍扭一扭胯胯，就被迷得神魂颠倒。哼，骚狐狸，你是不是又勾引我们家大歪了？我勾引他？就你家男人长得跟没发育好的癞蛤蟆似的，勾引他我都怕做噩梦。哼，在咱们村子谁不知道你的为人呢？连老头子都不放过，更别说是一蛋爹了。那沈大歪有啥？连庄稼都种不出来的男人，还给我都不稀罕。王稻香怒骂一声，掉头就往家跑。三人刚走不久，哼，惹了田宝宝的人就没有好下场，干脆渴死他们算了。哼！高宝莲回到家，越想越来气。他带上赵春燕，把韩氏和程员外叫上，一起来到沈大歪家。好你个忘恩负义的狗男人！当年要不是我娘家救济你，你早都饿死了。如今我给你生了个儿子，你却在外面乱搞，我今天非阉了你不可！哎呀，干啥玩意儿？那金寡妇说话你也信呐？起开，别撕撕扯扯的。哼，你俩如果没事，那我每次烙的发面饼都哪儿去了？被我吃了还不行吗？放屁！你明明是给那狐狸精送去了，对不对？我没有。唉。大门外，高宝莲长叹一口气：“这男人呐，就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哼，没有男人谁下地干活啊？净说那些屁话。哎，看来沈大歪两口子是帮不上啥忙了。咱们呐，自己去找沈知府吧。几人已经商量好了，趁着沈知府在杏花村之际，他们要告老李家一状。尤其是那个李甜甜，为非作歹，恶贯满盈。既然冯县令不给他们做主，那就只能请知府大人主持公道了。哎，行，走吧。老李家，家里一切恢复如初。闺女啊，啥叫火锅呀？爹爹，就是一种很美味的东西，到时候您就知道啦。可是这东西你大嫂也没做过呀，该咋整啊？爹爹，汤锅已经准备好了，再弄点木炭就可以吃啦。不消片刻，屋内便飘起一缕鲜香麻辣的味道。小姑姑，我可以直接喝汤吗？当然可以啦，但建议少喝，这种汤喝多了容易闹肚子。今天家里人齐，连六宝和八宝也从县城回来了，一家人和和睦睦，温馨极了。冯县令运气好，他本来是给小殿下送书的，一看到老李家准备了这么丰盛的午饭，便主动留下来，打算尝一尝。卓宅，康嬷嬷，老李家又弄什么了？味道这么香。卓萧然站在窗户前吸鼻子，不时吞咽一下口水。这个味道闻起来有点熟悉。说起来，小主子也不陌生。您之前吃过一次，好像是叫火锅。听说田宝宝
又弄了一个太极锅，正跟家人们涮鱼肉吃呢。哎，刚刚大病初愈，就捣鼓起美食了。说起来，他也有点惭愧。什么？卓萧然眼睛一亮。火锅？是啊，九殿下早早就过去了。啊？小主子，要不您也过去吧？哼，甜甜尚且都没有叫我，我贸然过去有失体统。行，那您就缠着吧。恰在这时，奶团子的身影出现在书房门外，探出小脑袋，笑眯眯地看着卓萧然。十一哥，你在干什么呢？看得出来，这臭小子已经快馋哭了，心里荡起一抹暖流。算他有点良心，关键时刻没忘记他。我没干什么。卓萧然梗着脖子，然后就不说话了。卓萧然心里又别扭上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他不是来叫他吃火锅的吗？怎么只字不提呢？还是说他已经吃完了？甜甜可真能沉得住气呀，就看小主子能撑多久了。你过来找我有事啊？没啥事，就是想问问十一哥吃饭了没。哦，没，我还不。十一哥还不饿吗？既然这样，那我饿了，我很饿很饿。那就一起挨饿吧。啊？什么？鱼哥还没炖好呢，要等一等。说完，李甜甜咯咯笑了起来。老李家，大娘，这条鱼炖熟了吗？可以吃吗？哎，小殿下跟他们同坐一张桌子，一起用膳，哪怕对方扫来一个眼神，都吓得二人不敢动筷子。大嫂，咱家还有干木耳吗？啊，有的，都在仓房里挂着呢。甜甜，这木耳也能涮火锅吗？可以的，而且还很好吃呢。但是得用开水泡一泡，不然咬不动。行，那大嫂这就去泡一盆去。甜甜，火锅可以涮面条吗？可以呀。那地瓜呢？也可以呀。大骨头呢？这么说吧，火锅几乎可以涮万物，只有你想不到，没有它涮不了的。真好吃啊，这比直接炖着吃美味多了。那夫人就多吃点儿，我闺女捣鼓出来的饭菜就没有难吃的。冯县令，卓公子，什么事儿？我最近怎么听说这马岭山一带出现很多野狼呢？邻村的几个百姓上山挖药材，都被野狼给咬伤了。你就没派人去看看吗？冯县令听后一脸惶恐。卓公子，下官不知道此事啊。李万全也纳闷。我隐隐也听说了一些。按理说呀，马岭山一带干旱严重，就算有狼群，他们也猎不到食物啊。对呀，爹，这一晃我都6、7年没见到野狼了，他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冯县令还是派人去山上调查调查吧，此事关系到10里8村百姓的安全问题，非同小可。若真有狼群盘踞在马岭山上，就直接猎杀他们，清除山中的隐患。下官明白了。冯县令，你就知足吧，殿下还让我尽快缉拿府城周围的山贼，那些人都是亡命之徒，不比你抓狼危险。这沈知府啊，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。缉拿贼寇这种活手下就帮你干了，还用得着你亲自出马？
眼下衙门总共就那么几个捕快，而且还懒得要命，每次发生什么大事都得他亲力亲为。这次上山抓狼，他也得亲自带人去搜查。一群人总共吃了10条鱼，青菜无数，还喝了2坛子酒。哎呀，真舒坦呀！这顿饭如果放在我们酒楼，没有7、8两银子都下不来。万掌柜，你说的太保守。按照现在青菜和活鱼的价格，这顿饭呢，起码得10多两银子。万掌柜如果喜欢吃，那就在家里多住几天，我天天给你做火锅吃。谢谢大娘，您叫我小玲就行。刘淑贤点点头，正要说什么时，门外忽然传来一阵哭喊声。哎呦，活不了了！青天大老爷啊，您快救救我们吧！这谁呀，在咱家门前哭丧呢？呸，真晦气！小玲啊，你出去瞅瞅。知道了，阿奶。李小玲跑出来一看，就见韩氏、高宝莲、赵春燕和程员外跪在门外，这几个人一通哭天抹泪。你们干啥玩意儿？我不找你，你去把知府大人给我叫出来。很快，沈青山阔步走了出来。你们找本官何事啊？沈青山蹙眉问道。他本来想跟二宝2口子谈一谈定娃娃亲的事情，可还没来得及开口，就出了这档子事。知府大人，草民要告状。哦，状告何人呢？程员外瞟了李甜甜一眼，内心愤恨交加。我要告老李家，还有冯县令。冯县令无语，不是，这刁民脑抽了吧？闲着没事告他干什么？你们有何冤情？沈青山诧异，高宝莲，知府大人呐，这老李家也太不是东西了，就因为我们之前跟他们家有过节，那李甜甜就施展妖法，频频跟我们作对呀。知府大人也看见了，我们村其他庄户那前几日都收了1茬粮食了，可是我们呢，却连1颗苞米都没有种出来，这全是李甜甜捣的鬼啊！既然种不出粮食，这跟李县主有何关系啊？难道他能操控庄稼的长势吗？想想都不太可能。知府大人呐，你有所不知啊，这个李甜甜那就是个小妖怪呀！春燕娘，你嘴巴最好放干净点儿，再敢说我闺女是妖怪，我就把你的牙抽下来。这李甜甜能召唤雨水，他们家的鱼塘、水塘，还有村子里的井水，那都是他召唤来的。哇！沈娇儿听了，眼里闪烁起小星星。甜甜这么厉害呀！鸡草5、6哈，低调。沈青山听得满头雾水。一个小娃娃，若真有这样的本事，他还待在杏花村干啥？直接去钦天监当太史算了。有他在，全国上下只要哪里干旱，便让甜甜召唤雨水，解百姓之难。知府大人呐，草民说的那都是真的呀。就村里的那口水井，那别人家都能打出水来，唯独我们这几家不行。青天老爷在上啊，您一定要给草民做主啊！是啊，如果没有水喝，我们全家老小就得活活渴死。都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别人家尚且能打出水来，为何你们不行啊？是真的。知府大人如果不信，可以去井边瞅瞅。很快，一行人都凑到水井旁，沈青山趴在井沿边，往下面一看。
这里面不是有水吗？大人，只要我们把水桶扔下去，这水啊立马就干了。您瞅着。程员外说着，随手将桶扔进井底，只听哗啦一声，木桶在水面上漂浮起来。沈青山气坏了，这几个刁民竟然敢戏弄他。程员外直接傻眼了。这不可能啊！刚才还没水呢。知府大人，那李甜甜又开始暗中捣鬼了。你若是不信呢，可以把金寡妇叫过来，她能给我们作证啊。谁叫我啊？妹子，刚才我跟双双娘是不是打不上水来呀？只要木桶下到井底，这水就干枯了。春叶娘，这大白天的，你搁这说什么梦话呢？金妹子你……啊，快别叫我妹子！你刚才有没有打水？我可没看见。让开，我还要去县城买瓜子呢。知府大人，这金寡妇胡说八道，你可千万别信呐！哼，你们这几个刁民闹够了没？对吧？沈知府公务繁忙，哪有时间陪你们胡闹？知府大人，我要告他。哦，告本县令什么？告你徇私枉法，包庇老李家。哼，你哪只眼睛看见本县令包庇他们家了？如果答不上来，我就把你们扔到牢房去。程员外咬牙切齿，就因为老李家给了你太多好处，加上李甜甜会一些妖法，便让你把女儿嫁到了他们家，对不对？没错，我们家种不出粮食来，几次找你告状，你都支支吾吾的搪塞过去了。今日知府大人在场，你休想再偏向老李家！哼！冯县令听完，只感觉特别好笑。哼，你们几个虽然不懂律法，但也应该明白，这年头不管告什么状，都得拿出实证和根据来。单凭你们几个空口白牙两句话，就想污蔑本县令，哼，这个锅我可不背。沈青山也觉得冯县令此话有理，据说这对夫妇之前还唆使女儿去谋害田宝宝，所以这种人说出来的话，他一句都不信。行了行了，再敢无理取闹，就休怪本官不客气了，都散了吧。哎呦，知府大人呐，您留步啊！我们眼看着就要渴死了，您可不能见死不救啊！那井里的水都够你们喝10年8年的了，怎会渴死？若有什么冤情，直接去找冯县令说，别来烦我。冯县令头疼，这沈知府一竿子又支到他头上来了。他们几家打不上来水，是你在暗中操控的吧？跟我没关系哦，是他们作损太多，遭报应了。这话你跟别人说，他们或许会信。一个不信拉倒，我要回屋去了。你等一下，晒够1刻钟，对身体有好处。李甜甜已经快晒成黑包公了，而且中暑那滋味可不好受。哎呦，田宝宝，你快去张村长家看看吧，要出人命了。高有田急匆匆地跑过来，李甜甜呜了一声，好奇道：咋的啦？听说呀，魏老娘拿着菜刀啊，把张宝根给砍了，那家伙血淋淋的，太吓人了。好端端的，老蔫叔为啥要砍宝根呢？李甜甜不解。还能为啥？听说啊，张宝根把大花娶回去后啊，依然不老实。哼，罪有应得。宝根哥人没事吧？挺严重的，张村长让我过来叫你，帮宝根包一包伤口。行，我这就过去。
终于不用陪11哥晒太阳了。来到张村长家，当即看到昏迷不醒的张宝根躺在炕上。哎呦，甜甜来了！哇，这出血量有点大呀！村长伯伯，您快帮我按住这里呀！我不管，让他死了算了。哎呀，当家的，你咋还说气话呀？哎，好。忙活了大半个时辰，血总算是止住了。田宝宝，我儿子他没事吧？江桂花提心吊胆。已经脱离危险了，请喂他点水，再等1、2个时辰，他应该就能醒过来了。神医就是神医，这要是折腾到县城的医馆去，那些大夫也不一定能救活宝根。江桂花夸赞道。厉甜甜点点头，医馆的郎中肯定救不活他，因为刚才手术中他偷偷给张宝根喝了灵泉水。哎，当家的，你去碗架子里找找，好像还有一块酱驴肉呢，你给田宝宝带上。老李家。活该，咋不砍死他呢？不要脸的玩意儿！呸！这张宝根儿长得跟汉塔似的，还到处……那魏二花也是瞎了眼，明知道他是个骗子，还总跟他钻小树林，一点脸都没有。二傻，女人不都喜欢那种花言巧语、能说会道的吗？哼，我就不稀罕，我就喜欢你二哥这样的男人，他是肯干，还很疼媳妇儿。这话我信。我这样的好男人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。哎呦，夸你2句，你还喘上了。要不是我盯得紧，你跟奸寡妇早就钻苞米地里。呆，胡说啥呢？甜甜搁这儿呢，啥话都往出说呢。恰在这时，沈青山和沈夫人走了进来。沈知府，快来坐哈。二宝啊，想必你也听说了，我有意给娇儿和你家二和定个娃娃亲，你不反对吧？定娃娃亲？这也太突然了吧？是啊，我和夫人已经跟二老谈好了，就想看看你们2口子的想法。我家二和太淘气了，又很贪玩，不求上进。娇儿小姐乃是知府大人的掌上明珠，他们2个也不般配呀。他心里是有自卑情绪的。二哥哥，我觉得挺般配的。李甜甜笑了笑。沈姐姐和二侄子志趣相投，能玩到一块儿去。他们每次凑到一起都有说不完的话，凭这一点，他们就很般配了。沈青山听后，对奶团子充满了感激。有田宝宝替他说话，这事儿一准能成。二宝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，你还犹豫啥呢？如果儿子争气的话，将来没准还能继承沈青山的衣钵，当上知府呢。李二宝看了妹妹一眼，沈知府并非看中了他儿子，而是妹妹的福气。如若他点头答应，以后二和和娇儿成亲了，那二和处处都低人一等，连带着他也抬不起头来。2家身份地位悬殊，这门亲事非常不合适。沈夫人见二宝2口子迟迟不肯做决定，便笑着道：能听我说2句吗？夫人请讲。沈夫人笑着开口：我们家没有小子，只有娇儿一个闺女。若二和跟娇儿成亲，将来我和老爷去世后，家里的一切财物就都是二和的了。所以这门亲事对你们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你们若是愿意，二和可以跟我们一起回府城，让老爷教他读书从政，我们呀负责把他栽培成人，如何？这什么意思？这话明里暗里都是让二和去做上门女婿啊。他们虽然是农户出身，地位啥的比不上沈知府，但他坚决反对做倒插门。从前4弟就是活生生的例子，跟钱春芳成亲好几年就没幸福过。
我儿子不能去你们家。沈夫人闻言微微一愣。二和爹，你许是没明白我的意思，我是……让二和做倒插门是吧？我不同意。嘿，你误会了。沈青山站起身，笑着道：我们只是想帮你培养培养二和，那府城的教育条件肯定比你们县城强呀。而且我府上有不少精品藏书，我可以逐字逐句地讲给他听。若把二和一直留在你们身边，他将来能有啥出息呢？那也不行，这件事儿没得商量。他儿子他自己会养，不用外人操心。李甜甜显然也没料到沈青山两口子居然想把二侄子领走。若单纯的订个娃娃亲也没啥，但把二和带到他们家去养着，这性质可就变了。赵葵花转了转眼珠子，轻声道：二宝，沈知府家条件好，二和去了定会锦衣玉食，吃喝不愁的。要不就让他去吧。我住嘴！李二宝怒斥一声，气得直发抖。你不要儿子，我还要呢。我没说不要啊，我就是……行了，别说了，这件事免谈。李二宝摆了摆手，说完便头也不回地出去了。嘿嘿嘿嘿，甜甜呐，你帮着劝说两句呗。沈青山笑眯眯地看着李甜甜。你二侄子到了我家肯定会进步的，将来变成人上人不好吗？李甜甜皱了皱小鼻子。二侄子在家也能成为人上人，不劳沈叔叔操心了。哼！奶团子白了他一眼，然后领着小白出去遛弯了。客房内，哼，瞧瞧你出的馊主意啊！挺好的婚事竟然泡汤了。沈青山大发雷霆，真想掐死这个虎媳妇儿。沈夫人也气得够呛。我不也是为了将来做打算吗？如果让李二和到咱家来，以后他跟娇儿生的孩子就姓沈了，财产啥的依然是娇儿的，我有什么错啊？哎呀，你大错特错了！沈青山咬牙切齿。你没看出来老李家个个都是要强的吗？他们都很反感倒插门，怕二和到了咱们家受欺负抬不起头来，这关系到李家的尊严和面子，李二宝怎么可能同意呀？不是，乡下人不都爱财吗？难道他们家……你哪只眼睛看见他们贪财好物了？人家是缺衣少穿了，还是揭不开锅了？随随便便拉出来一匹马就是绝种的射马，青菜随便吃，活鱼满池塘，那鹧鸪和大雁就跟不要钱似的，要多少有多少。大宅子住着，大马车坐着，人家条件比咱家都好，你跟着膨胀啥呢你啊？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老李家丰衣足食，小子们年富力强，人家凭啥让二和去丢先人的脸呢？那咋整啊？李二宝生气了，估计连娃娃亲都定不了了。这事儿先放一放吧，等李二宝消气了，咱再跟他谈。你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日一早咱就回府城去吧。一晃在老李家住这么多天，府城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处理呢。老爷，要不把娇儿留在他们家，让他跟二和培养培养感情，咋样？不妥，李二和每天要念书，哪有时间陪娇儿玩啊？以后你多抽出空来，带娇儿多到老李家串串门，这比把娇儿留下来效果好。行吧。次日一早，沈青山两口子拜别李家二老，便坐着马车离开了。刘淑贤把二宝叫到正堂。娟儿跟二和的事情，你没同意？娘，
那个沈夫人太过分了，他们居然想把二和领到府城去，放在沈府养着，这跟招上门有啥区别了？确实不地道，他们一早跟我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娘，闺女儿啊，你觉得沈知府两口子的为人咋样啊？不怀好意，心机叵测。之前沈叔叔还想用50两银子买咱家的大辉呢。哼，他可真是异想天开。大辉可是100年难遇的射马，别说50两银子了，就是5000两咱也不能卖。是呀，这几天我发现大辉又长高了，比咱们的大青马壮实多了。村口，一辆奢华的大马车缓缓赶了过来，半大小子们见了，都追着马车一路疯跑。哎，快看，这车真漂亮，比冯县令的马车还好看呢。哇，瞧那车厢上挂着的帘子，好像是缎面绸子缝制的，那玩意儿太贵了。拉车的2匹大马也好威风啊。请问哪个是老李家呀？那个挂牌匾的人家就是了。过去。好嘞。叔叔，您去老李家干啥呀？这人一脸富态，满身都是银元宝的味道，他一定很有钱吧？啊，我来找闺女。一个莫名其妙出现的闺女，张知了正了正神。叔叔，您闺女是谁呀？老爷，他们家居然出了一个县主。这也太邪乎了吧，居然能当县主，这是何等的殊荣啊！常人如果没有册封，谁也不敢悬挂这种匾额，会下大狱的。男子也很意外。有人在家吗？哎，你找谁啊？请问李甜甜在吗？在的。你找他有啥事儿啊？这人瞅着眼生，他不认识，而且爹娘也交代过，日后有陌生人来找甜甜，都要问清对方的身份，再让人进来。在下李有钱，家住府城。之前我收到一封书信，信中有人管我索要5000两银子，称我女儿被绑架了。看完书信，我便马不停蹄地赶过来，想见一见我那个闺女。好家伙，田宝宝竟然找了个爹回来。李甜甜苦兮兮地看着李有钱，心里无奈极了。他当时想骗过人牙子，便随口杜撰一个爹出来，府城还真有李有钱这号人。如今他找到家里来了，李甜甜只感觉尴尬癌都犯了。丫头，你是怎么认识我的呀？李有钱问他，若不一早就摸清他的身份，人牙子也不会给他写勒索信了。李甜甜干笑一声，李叔叔，我其实不认识你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我随口编了一个李有钱出来，没想到你真的存在呀。李先生，实在不好意思呀，我闺女儿没搞清状况，还让你大老远跑一趟，真对不住了。听闺女说，这个李先生可是做大买卖的，在府城也是数1数2的有钱人，就院外的那辆马车，估计就值几百两银子。哎，无妨，相识便是缘分，正好我家中阳盛阴衰，没有女儿，便认甜甜作为干女儿吧。救命，他不想认干爹呀。李先生，这是不是太唐突了？毕竟才见我闺女一面，就要认她做干女儿，这不太妥吧？难道甜甜娘不愿意吗？他这人做生意绝对是个头子，但在其他方面就显得有些笨拙了。早知这样，他就该把媳妇儿和儿子都带过来，一见到这么可爱的小姑娘，家里人都不会反对的。不是不愿意，是……啊，对了，我这次来给甜甜买了几样礼物，也不知道甜甜喜欢什么，我就随便买了几样，快过来看看吧。只看一眼，
他就惊在原地，心里飘过2个字：豪横。只见箱子内装着几10块金元宝，还有各种珍珠项链、翡翠镯子、银簪子和金步摇等等。李叔叔，你这礼物也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甜甜不喜欢吗？完了，如果他不收下，就代表不想认他这个干爹，这一趟算是白来了。不是不喜欢，是这些金银细软太贵了，我不能白要。那甜甜挑几样自己喜欢的，今后你如果看中什么了，就跟干爹说，干爹呀都给你买。这件小裙子挺漂亮的，我就收下啦。好。李有钱喜笑颜开，见奶团子的腰间挂着一块腰牌，上面写着李县主3个字，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老李家的县主就是小甜甜呀。作为商人，他的社会地位很低，常常被人瞧不起。如果自己的干女儿是县主的话，以后谁还敢小瞧她？老婆子，快给我沏1碗浓茶哈！哎呀，渴死我了！李万全的声音从门外传进来。哎，还有，门口的大马车是谁的？瞅着真气派啊！是甜甜爹吧？在下李有钱，从府城来的。就是我闺女随口编出来的那个李有钱？正是在下。哈哈，缘分呐，竟然真有你这个人呐，活生生的。李老弟大老远跑过来辛苦了啊！没啥事儿的话，就在我家多住几天，晚上啊，咱俩喝2盅啊。李万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然后招呼金麦芽：老大媳妇儿，咱家还有干豆角呢吧？你跟大骨头炖上，再拍个黄瓜凉菜。哎，知道了爹。这小娃娃长得真有气质，粉雕玉琢，面露贵气，做我干儿子好不好呀？这人谁呀？一上来就认干儿子，我跟你熟吗？李先生，这位是小11，我们住在一个院的。李有钱哦了一声，打量卓萧然一番。这小娃娃气质出众，眼神犀利，全身上下无不透着金贵之气，可见他爹娘应该也是大富大贵之人。李有钱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看人一向很准。当晚，李万全陪着他喝了2碗酒，谈天说地的聊了很多，快到后半夜了才睡去。次日清晨，李二宝刚推开院门，就见沈大歪、程员外和高宝莲站在门外。堵在我家门口干啥呀？哎呀，二宝啊，咱们2家做邻居这么多年，吵吵闹闹是避免不了的，但你们不能把我往死路上逼吧？不过是因为几句玩笑话，你妹妹就这样报复我们。眼下我家水缸比脸都干净，没有水喝，我还咋活呀我呀？玩笑话？哼！你们张嘴闭嘴骂我妹妹是小妖怪，我妹妹生病时，你们还跑到我家落井下石，做损做多了就该渴死你们！让开让开，别挡道，我还要下地去呢。扛着锄头离开了。哼，你找他没有用，这件事儿还得去求那小妖怪。那李二宝还是你女婿呢，刚才你咋不放屁呢？我连闺女都不要了，我还在乎一个女婿啊！哎呀，行了，别吵了。这会儿咱们啊，跟小妖怪好好说说，让他给点水喝吧。我家双双啊，都快1天1宿没喝水了。高宝莲点点头，正想说什么时，就见一个满脸富贵相的男子走出来。小妖怪出来了！沈大歪一脸兴奋，李甜甜不用猜也知道他们是来干啥的。想要水喝啊？对。甜甜呐，之前我们家做了不少错事，你胸怀坦荡，别跟我们一般计较哈。呀，大歪叔舌头抹蜜了吧？
今天说话咋这么好听呢？哎呀，甜甜呐，大外叔没有坏心眼儿，你行行好，就让我们打2桶水吧，不然会渴死人的。可以呀。啊，真的？我就知道田宝宝心地善良，最有人情味了。1桶水200文钱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拿银子吧。他伸出小手要钱。啊，多少钱？沈大歪狂抽嘴角，200文钱都能买几10斤苞米面了，这小妖怪也忒黑了吧？李甜甜耸了耸肩，不给钱就没有水喝哦，你们考虑考虑吧。开玩笑，他们家的泉水可是地地道道包治百病的灵泉水，管他要200文钱多吗？哼，你们家这水比那粮食都贵呢，我可买不起。哼，我又没强迫你买，买不起你们就可着呗，或者去别人家讨点水喝，看看他们肯帮你吗？说完，李甜甜转过身，看向李有钱和李大宝。干爹，大哥，咱们去县城吧。经李有钱的要求，今天要举办一场认亲仪式，顺便去县城买点韭菜和礼物啥的。既然要认亲，排场和阵仗自然不能太小气，况且李有钱又不差那仨瓜2枣的。行，我买还不行吗？程员外跺了跺脚，再不喝水会闹出人命的。如果杏花村有小溪和湖泊的话，他也不会舔着脸来求小妖怪了。可这破村子干巴巴的，都快旱着火了，啥都没有。李甜甜斜眼睨着他。买几桶啊？两桶，这是400文钱，你拿着。闺女，这几个人到底咋得罪你了？怎么都来找你要水喝呢？我妹妹福气旺，能招来雨水和泉水。之前那几个人天天来找我妹妹的麻烦，又是辱骂又是陷害的，我妹妹一来气就对他们区别对待了。哼，活该，这种无耻小人就该渴死他们。欺负他干闺女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昨晚他跟李万全喝酒的时候，已经听说干闺女的传奇事迹了。他带领村民们抗击瘟疫，驱赶蝗虫，打水井，种田地，勇斗人牙子，可谓是百年难遇的小英雄呢。如今他尚且只有3岁多，就被册封为清水县县主了，将来定能飞出杏花村，变成金凤凰的。所以这个干闺女他非认不可了。到了县城的布庄，上好的布料各来50匹。李甜甜惊诧，干爹，您一次买这么多布干啥？多浪费啊！当然是给全家人做衣裳了，还有那背面褥子和门帘之类的都要换成新的。50匹不能够，这样吧，你先来100匹，挑缎面丝绸的。干爹，您不用买那么多布，时间久了布匹会发霉的。啊，是啊，再说我们小店也拿不出100匹布啊，您挑那质量好的，买2匹就中。哎呀，李先生，我们家啥都不缺，这次进城咱买点猪头肉和烧鸡啥的就行。我妹妹的小衣裳满柜子都是，天天换这样穿都穿不过来呢。李有钱点点头，买了2匹布后，便牵着奶团子走出布庄。巧的是，正好碰见孙氏领着冯春梅出来买首饰，见李甜甜也出来逛街。甜宝宝，想我了没？想夫人啦！哎呦，真乖。这位是？啊，夫人，这是我妹妹认的干爹，跟我们是一家子，都姓李。他不会就是那个李财主吧？啊，李先生，别来无恙。夫人出来逛街呀？是啊，我家春梅嚷嚷着要买一只簪子，可逛了一上午，她也没相中的。孙氏叹息，自打上次邱员外家出了那档子事后，他就再也没让春梅出过门。
这个丢人现眼的东西害得老爷都抬不起头来。今天他正好要出府买点东西，便把这蠢货给领出来了。李甜甜笑眯眯道：夫人，我知道有一家铺子卖的簪子可好看了。真的？那甜甜带我去看看好不好？一旁的冯春梅忽然冷笑一声：李甜甜，你一个农家女出身，连首饰都戴不起，又怎会知道谁家的簪子好看啊？小马屁精，就知道唬他娘开心，膈应死了。李甜甜无语。冯二小姐，你又觉得自己行了？春梅，不得无礼！再敢胡说，我就把你送回家去。本来就是嘛，娘，您自己瞅瞅，她穿的那么朴素，连串项链都没有，一看就很寒酸。闭嘴吧你！我妹妹的首饰多了去了，随随便便拿出来一样都比你身上的好看。再说了，她才3岁半，不喜欢穿金戴银，俗气的要命。人越是缺少什么，就越喜欢显摆什么，真不是吹。之前小11就送给妹妹一大箱子首饰，她妹妹都没稀罕要。咋的？嫌我说话不好听啊？冯春梅勾了勾嘴角。哼，你妹妹呀，就算不穿金戴银，她也很俗气，这是从骨子里带来的，没办法。春梅，一点记性都不长，就知道逞口舌之快，马上给甜甜道歉。我凭啥道歉啊？你，夫人，算了，咱还是快点去买簪子吧。哼，回家我再收拾你。实不相瞒，我们铺子还真有一枚簪子，是用纯金打造的，上面还嵌着红宝石，啊，价格自然不菲，确实挺漂亮的。瞧这吊坠上还挂着珍珠呢。掌柜的，这枚簪子多少钱啊？啊，我听说这枚簪子是从宫中传出来的，之前皇后娘娘还戴过它呢。半个月前，我花了300两银子把它收过来，没着急出手。既然夫人和小姐那么喜欢它，我便400两银子卖给你们吧。春梅啊，这金簪太贵重了，娘给你买一枚银簪好不好？娘，这簪子多好看啊，您就给我买了吧。冯春梅抓着簪子不撒手。不行，除了这个，别的簪子你随便挑，那桃木簪、翡翠簪和银簪子也很漂亮啊。我不要，我就要这个。掌柜的，这簪子我要了。这人是故意气他的吧？以为自己有钱就了不起了吗？这位先生，我冒昧的问一下，你买簪子打算送给谁啊？当然是给我闺女买的。甜甜是你闺女？段夫人讶异，李大宝笑着解释：是干闺女，李先生特别宠我妹妹，今儿个出来啊，就是给她买礼物的。娘，您再不拿银子，那金簪就被李小九买走了。这个死丫头崽子，啥好东西都跟他抢，他娘也真是的，不过是400两银子而已，怎么抠抠搜搜的，家里又不差那仨瓜俩枣。春梅，不许胡闹，等你及笄后，娘自会给你买上好的头面，这金簪太过贵重，现在还不适合你戴。怎么就不合适啦？哼，我不配，难道李小九就配了？区一个农家女也敢跟我抢东西，真是癞蛤蟆不咬人，专门膈应人。这位小姐，你说话能不能别阴阳怪气的？这枚簪子又不是你的，你凭啥站在制高点上去指责别人？有钱就买，没钱就往后稍稍。说句难听的，你还真配不上这枚金簪，就像母额头上戴了一朵葵花，它是衬吗？春梅，咱去其他铺子逛逛，走吧。娘，我不走。冯春梅怒火中烧，
指着盒子里的金簪：“今天不把簪子买下来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你闹够了没？孙氏无语至极。信不信我把你关在房间里，再也不放你出来？娘把我关起来之前，先将簪子买下来再说。哼，这傻玩意儿实在是太任性了。干爹，咱们不是还要去买熟食吗？晚去的话，新鲜的猪头肉和烧鸡就卖光了。这个冯春梅带来的都是满满的负能量，李甜甜一刻钟也不想多待。那簪子咱还买不买呀？不买了，买回去我也不带的。是啊，李先生，我妹妹向来朴朴素素的，不喜欢这些金银细软，您就别破费了啊。刚才买了2匹上好的布料，就花了李先生不少钱呢。李有钱叹息一声，迟出稍许。那好吧，等甜甜什么时候想要了，干爹再给你买啊。奶团子点点头。李大哥。段夫人见一行人要走，连忙拦住李大宝。麦芽妹子的小泥人捏多少了？抽空让她送来一些吧，店里实在缺货呀。我媳妇儿正在家捏着呢，估计明天就送来了，夫人莫急哈。行，尽量快点，这泥人的价格都好商量。好嘞好嘞。拜别了孙氏，一行人便走出铺子去买熟食和鞭炮了。孙氏再三思量，还是没给冯春梅买金簪子，而是挑了一枚标价300文钱的桃木簪子送给她。卓萧然此时，九哥真的不去吗？我才不去见他呢，除了挨骂还是挨骂，我就老老实实待在乡下挺好的。你就不怕他强行把你带回宫去？十一弟不说，他怎会知道我藏在杏花村了？纸里是包不住火的，他早晚会知道的。哎呦，小主子向来不发这么大的脾气，他这是怎么了？小主子许是在乡下待够了，想早点回宫去呢。可能贵人没同意，所以……远近统领，你这话可说错了。小主子如今完全适应了乡下生活，撵都撵不走，又怎会主动回宫？那怎么办呢？小主子的身体本来就不好。只有一个人能哄好他。奶团子忙碌了一整天，这会儿才消停下来。婆婆，十一哥怎么啦？就是耍小孩子脾气呢。甜甜进去哄哄他就好了。李甜甜无奈，这个幼稚鬼，都是大孩子了，居然还耍小脾气。如果哄好了，婆婆给你做油炸糕吃，又香又甜，可好吃了。十一哥，我带了酸酸的山楂片，还有甜甜的花生糖，你想不想吃呀？十一弟，你这是何苦呢？他不就是让你立刻回宫吗？你回去便是了，难道还想在杏花村待一辈子啊？九哥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！若是九哥无所眷恋，你为何不回宫去，偏偏赖在这里不走？我不还是因为乡下的饭菜好吃，水好喝，无拘无束，自由自在吗？十一哥，我这里还有荠菜疙瘩哦，你如果不开门，我就全吃光啦。奶团子的声音再次传进来，卓萧然咽了咽口水，隔门喊道：我不想吃。那好吧，我走了。那个花生糖还有吗？有的，但十一哥说不想吃，我就……进来说。做什么？一日清晨，你找谁啊？
我叫童香香，听说你们家正在找下人，我就过来了。之前老二媳妇儿一直吵吵着要找个丫鬟，没想到真有人上门了。哦，你是哪个村子的？大娘，我是马粪屯的。之前那瘟灾的时候，你家闺女还帮我看过病呢。嘿，你以前干过粗活吗？赵葵花一脸质疑。干过的。洗衣做饭、劈柴挑水、喂猪烧炕啥的，我都会干。那熬冬子你会不？这有啥不会的？鼓豆、皮冻啥的我都会，几乎所有家常菜我都能做。你倒是挺能说的。赵葵花白了他一眼，这种能说会道、花言巧语的小姑娘最能勾引男人了。那你过来找活，你家里人知道吗？我听娘说，如果要雇下人，就得签卖身契，不是口头上说说就行的。如果这姑娘没有爹娘，那就得找个推荐人帮她做担保，出一份字据。我爹娘早都死了，眼下我跟王二姨和二姨夫一起生活。厉甜甜一听，感觉他的语气带着一丝惧怕和恐慌，而且他的手腕和脖子上还有一抹掐痕，可见他口中的二姨和二姨夫平时没少虐待他。我们家人口比较多，活儿很杂，你还这么年轻，能受得了吗？可以的，什么脏活累活我都能干，求求你们别赶我走，我现在就可以签卖身契。童香香一脸恳求。你都不问我们家一个月给你多少工钱？只要给我口饭吃就行，我不要工钱。厉甜甜收回目光，看来她猜的没错，童香香在她二姨夫家受尽了搓磨，吓得她再也不想回去了。那感情好啊，不要工钱，我们家还省了呢。娘，我觉得这丫头挺好的，要不咱们就把她留下来吧。留下也行，你先把家长找过来，签了卖再留下。大娘，我不想让他们知道自己出外找活，我能单独跟你们签卖身契吗？这可不中啊。刘淑贤一口拒绝。你如果不想让家长过来，那就让你们村长开一个字据也行。万一他二姨二姨夫过来闹事，他也能拿着字据堵住他们的嘴。那让我帮大伙儿做顿早饭吧，我手艺可好了。行。刘淑贤点点头。老大媳妇儿，你领她到厨房去。哎，闺女啊，你觉得她咋样啊？不清楚啊。厉甜甜撇了撇嘴，日久见人心，她尚且才见童香香一面，真的不好下定论。李万全下地回来。这人谁呀？老二媳妇儿找的下人。刘淑贤淡淡道。李万全一听，横了赵葵花一眼。一天天呐，净整这没用的，啥家庭啊，还雇丫鬟呢？哎呀，爹，找个下人，大嫂和我娘也能轻快呀，我是为他们好。快拉倒吧，你呀，就是想偷懒。爹，我这不是怀着身子吗？下炕都费劲，更别说干活了。啊，对，你说啥都有理。这小米粥熬的确实很香啊。爷爷，这大饼子也好吃，吃起来甜滋滋的。那你就多吃点，吃饱了，爷爷就送你去书院。童香香做完饭便走了，她还要回去跟二姨商量当丫鬟的事情。大宝娘，忙着呢。来就来，拿东西干啥呀？
家里豆腐量多了，吃不了，给你们送过来几块。这玩意儿就着大碴粥吃，可下饭了。哎，大宝娘，你听说没？最近这10里8村又闹起瘟灾了，而且啊，专门瘟大牲畜。你们家有2匹马，平时可得注意点，千万别让他们生病。啊？我家2匹马老健康了，从来没生过病啊。所以才让你预防着点嘛。这种瘟病来势汹汹，一旦染上，后悔可就晚了。行，谢谢高粱娘了。客气啥？家里还做豆腐呢，我先走了，改天去串门哈。吴小草说了2句，便匆匆回家去了。一旁的奶团子却转了转大眼睛，心里冒出一个赚钱的想法。若是闹瘟灾了，那驴马牛羊的价格肯定会一落千丈。如果趁着这个间隙，去别的村子收几头牛或者几匹马回来，转手再卖出去，绝对能赚不少钱。至于瘟病，他压根儿就不在乎，不管病得多严重，喝一口灵泉水就好了。大辉，不许偷地瓜干吃，那是给甜甜晾的地瓜干，你都偷吃了，甜甜吃啥呀？娘，我想骑着大辉出去一趟。干啥去呀？我想去买几头牛或几匹马回来。啥？刘淑贤正了正神，回想起吴小草的话，他瞬间明白过来，闺女是想倒卖驴马牛羊呢。如果真能低价收到牲畜，转手卖出去，那利润是相当可观的。闺女啊，外面坏人多，就算想出去玩，也得让你爹和你哥哥他们陪着你去呀。娘亲，爹爹送小领侄子去书院了，哥哥们也都忙着种地，他们都没有时间啊。那娘陪你去。刘淑贤说着就要回屋换衣裳，恰在这时，卓萧然背着手走过来。大娘，我可以陪甜甜去，您放心，有袁静和康嬷嬷照顾她，她肯定会没事的。还有他那个九哥肯定也得跟过来。那你们要去多久啊？娘亲，我们当天去当天回。小11呀，你可一定要照顾好我闺女儿，她……大娘放心吧，遇到危险我让九哥顶在前面，掩护甜甜逃跑。正坐在书房偷吃花生糖的卓一潇打了个喷嚏，哪个小犊子说他坏话呢？坐上大马车后，咱们先去哪个村子啊？就先从马粪屯开始吧。哎，甜甜，这马粪屯瞅着比杏花村还穷呢，他们养得起大牲口吗？这跟穷不穷没关系哦。厉甜甜笑着解释。就算人不吃不喝，也得把牲畜喂好。你看，有的人家穷得揭不开锅了，家里的驴、马、牛、羊却养得水灵灵的。好像是这么个道理。卓一潇点点头，颇为意外。没想到甜甜小年纪看待事情居然这么通透。这就通透了。卓萧然瞥了九哥一眼。你是没看到这丫头气人的时候，哪能把你气到吐血？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！我们家的那头骡子今天早上就一直拉稀，喂它苞米都不吃啊，看样子是遭瘟了。哎呀，我家的马也蔫巴巴的，都好几天了，就在棚子里爬着。如果挺不过去，就只能杀肉吃喽。杀肉？好家伙，那病死的牲畜肉都不能吃，得挖个坑埋起来。嗨，那多浪费呀！直接杀出肉来，然后拿到县城去卖，他们又不知道这是遭瘟病的肉。你真是缺德加冒烟了。
万一吃出事儿啊，你别把大伙儿也给连累喽。李甜甜听了一阵，叔叔伯伯们，你们好呀！哎呦，这不是杏花村的小神医吗？你咋跑到这儿来了？刘村长第一眼就认出奶团子了。刘村长好。刘村长，我听说你们村子又闹瘟病了，是真的吗？啊，那可不，我们这几家呀还好点，但童老三家养了4头牛，今天早上啊全站不起来了，可把他愁坏了。4头牛？李甜甜眨了眨眼，按照马市上的价格，一头健康的成年黄牛起码能卖到100两到300两银子，但是这病病殃殃快要死掉的牛，价格应该能压到最低。对呀，4头大黄牛，平时啊都老水灵了，就这几天瘟灾闹的，吃啥药都不管用呢。刘村长叹了口气，是公牛还是母牛啊？4头大母牛啊，而且肚子里啊都揣崽儿了，这要是瘟死了，那可是一大笔损失啊。哎，啥肉也没人敢吃啊。4头母牛加4只犊子，全都得埋进土里去。李甜甜闻言喜出望外。刘村长，您能带我去童老三家看看吗？啊，行，我让石头带你们过去。片刻后，刘石头领着一行人来到一户庄院前。甜甜，就是他们家了。谢谢石头哥。哎，还是让我来吧，万一院子里有狗咬到你就不好了。康嬷嬷，让九哥去敲门。凭啥让我敲门啊？九哥的轻功好，就算是有恶犬冲出来，你也能瞬间逃脱啊。卓一潇怎么感觉这次出门他就是来当挡箭牌的？你们咦？当他看到李甜甜后，吃惊道：“小妹妹，原来是你呀！”童香香。李甜甜讶异，真是巧了，难道这便是他二姨和二姨夫家？叫我香香就行，快进来吧。李甜甜忽然看到童香香的耳朵和脖颈上又新增了几道伤痕，难道童香香又挨打了？一阵谩骂声便传了出来。这几头遭瘟的牛可把老子给坑惨了，好不容易揣上了牛犊子，哪知道却得了瘟病。更可气的是，香香那个吃里扒外的小蹄子，在这节骨眼上居然要去给人当丫鬟，家里一大堆活他不干，偏偏要去做低三下四的营生，真是气死我了。哎呀，当家的呀，这香香也不小了，这总养在咱们家算咋回事啊？不如趁着这次机会把他抓紧轰出去吧。这一天天的就知道吃白饭，这每次训他还跟咱们犟嘴，我现在呀是一眼都不想看见他了。你的意思是打算把香香卖了？那他都17岁了，按理说早该嫁人成亲了，咱白养他这么多年，那卖几十两银子不过分吧？是这么个理儿，那他当丫鬟的事情就先应了他。先看看那户人家的条件咋样，如果穷得揭不开锅了，那肯定也拿不出太多钱。门外，李甜甜听到这番对话后直接无语了，原来香香姐的二姨和二姨夫这么不是东西。童香香垂着头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香香姐，我能看看你家的牛吗？这恐怕不行，那4头牛是我二姨夫的宝贝，平时谁也不让看。都快瘟死了，还守着呢。香香，你这个贱丫头，这都快中午了还不赶紧做饭呢？你个死丫头，你……他们是……我们只是路过，来你们家讨口水喝。他没说自己是来收牛的，
以免童老三两口子坐地起价。香香啊，平时我是咋教你的啊？别什么阿猫阿狗的都放进来，咱们村子的瘟疫就是他们带来的。这位婶子，请你说话注意点儿，你管谁叫阿猫阿狗呢？哼，对呗。卓一霄也冷哼一声，瞧你长得跟癞蛤蟆似的，不咬人专门膈应人，还不如阿猫阿狗可爱呢。哎，不是，你们找茬是吧？哎呀，当家的你赶紧出来，这有人都欺负上门了。哪个不知死活的竟敢欺负到我童老三的头上了，不想活了吧？就是他们，说是想讨口水喝，依我看呢，那就是来找茬的。哼，也真是苦了香香姐了，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，不被搓磨死，慢慢也得被气死。11哥，我听说现在温牛也能卖个好价钱呢。厉甜甜朝卓萧然眨眨眼，卓萧然领会了奶团子的意思，便笑了一声。是啊，据说温死的牛都是要火化掩埋，不能杀肉吃的。整整1头牛分文都卖不上，实在是可惜了。如果趁着黄牛没有死前卖出去，好歹还能挣一点，那总比生了强吧。你们说的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啦，甭管是温牛还是温马，都有人收呢。那可否介绍给我认识认识？哎呦，事成之后我给你买块糖吃，咋样？厉甜甜吁了口气，眼底闪过一抹暗光。这人可真好骗呐，3言2语就上当了。糖块就免了吧，我想先看看你们家的牛，如果快死翘翘了，买家也不会收啊。他养的4头牛的确快不行了，拉稀拉的都虚脱了。哎，小姑娘，你能不能给我透个点儿？这温牛能卖多少钱呀？以质论价，膘满肉肥的价格自然高一些，骨瘦如柴的价格自然就低。哎，当家的呀，我咋感觉这事儿有点玄乎呢？这小姑娘来历不明，一到他们家就提温牛的事情，不会是个圈套吧？咋玄乎了？你别跟着瞎咋呼。如果这4头牛真能卖出去，总比烂在家里好呀。那万一对方给的价格极低呢？你也卖？那不是冤大头吗？把这4头牛养大，且不说浪费了多少精力，光成本就老鼻子钱了，又是喂饲料，又是盖牛棚的，抽空还得去山上放牛。价格低我肯定不卖呀，我又不傻。那你的心理价位是多少啊？怎么着也得1头牛给40两银子吧。1头遭瘟快要嗝屁的牛，你要40两银子，脑袋被驴踢了吧？不过这也是没准的事儿，万一买家人傻钱多，这脑子一热真买了呢。小姑娘，你跟我来哈。童老三跟媳妇儿合计好后，便领着李甜甜一行人往后院走。哎呀，你个没用的东西，还不赶紧做饭去啊！童香香嘶了一声，眼里满是愤恨。如果老李家真收了她做丫鬟，那她这辈子也不回来了。这快要死掉的牛，你真有把握救活吗？11哥不相信我啊？那倒不是。你若治好了温牛，便有行骗的嫌疑。我没骗人，充其量是投机倒把罢了。什么叫投机倒把？11哥自己慢慢悟吧，这里面学问多着呢。厉甜甜翻了个大白眼。那就是这4头牛。别看我家牛遭瘟病了，但个个长得很壮实。如果想杀肉卖，肯定是只赚不赔的。唉，你们家这牛眼瞅着就不行了。我能进去看看吗？行是行，
但万一你染上瘟病，可别讹上我们家了。放心，没事的。开玩笑，他不说百毒不侵吧，也有各种药品保护他，怎会染上瘟疫？哎，你给我家牛喂啥呢？什么也没喂啊。你看也看了，摸也摸了，现在能把收牛的叫过来了吧？收牛的太忙了，一时半会儿过不来，我可以代替他收。现在咱们谈谈价格吧。哎，当家的，我咋感觉他在耍咱们呢？你自己瞅啊，那小姑娘也不过是3、4岁的样子，她能拿出那么多钱吗？我也觉得纳闷儿。童老三回头看了奶团子一眼，许是他家大人有钱吧，不在乎这3瓜2枣的。那也不能让小孩子在外面乱花钱吧？那买4头温牛回去有啥用啊？你管呢？你想给多少？大叔可以先开个价，我跟自己的心理价位对比一下，看看划不划算。厉甜甜笑容灿烂，这次她真的要发财了。40两银子一头，不还价。所有人都觉得这人是真没见过钱吧？卓一潇气得直跳脚。嘿，喂，你也不自己看看，你家这牛都快咽气儿了，你还搁这漫天要价呢？谁说不是呢？哼，官府有规定，温牛肉不得拿到集市上去，会被抓起来的。如今有买家上门，你不感恩戴德也就罢了，居然还狮子大张口。甜甜，我看还是算了，咱们去别人家看看吧。不知好歹，40两银子都能买一个活蹦乱跳的牛犊子了，谁会去买快死的牛？哎呀，当家的，我说啥来着？你要价太高了，咱们这牛要是再卖不出去，那可就快撑不住了。这咋的了？哎呀，不中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当家的，你快去把人叫回来呀！你快点啊！哎，眼看着买家要上马车了，童老三直接拦在马车前面，伸出手。等一下，别急着走呀！大叔，40两银子我可出不起，您还是自个儿留着吧。那你倒是开个价呀！我吧，也是替人家收牛，您家的牛离死只差1步了，等运到家里能不能活着还不一定呢。到那时4头牛就1文不值了。对呗，买4头死牛回去卖也卖不了，可不就是分文不值吗？那你到底想给多少呀？童老三都快急哭了。李甜甜叹息一声，竖起一根手指头。100两吗？平均下来，1头牛还能卖到20多两银子呢。等收到钱，他这辈子再也不养大牲畜了。累人不说，风险还大。不是100两哦。啊？难道10两银子？是10两银子吗？不是，这4头牛我只给你1两银子。没见过他这么贪小便宜的，他就算是把这4头牛活活烧死，也不可能1两银子卖掉。赶紧走，赶紧走！童老三皱紧眉头，怒火万丈。1两银子，你连1只温羊都收不来，还想收4头牛？哼，做梦是吧？是嫌少了吗？你说啥呢？你至始至终都没想过买牛，磨叨了半天，原来是想耍老子玩呀！我可没工夫跟你纠缠。要不我再给你们涨3两银子，1头牛1两，总共是4两银子，咋样？你就算给我40两银子，我也不卖。大叔，你不会是想卖温牛肉吧？我没有。童老三眼珠子乱转，这死丫头难道会读心术吗？一眼就看透她的想法了。你如果敢杀肉卖，我就敢举报你，
到时候钱肉两空，你还得下大狱，多犯不上啊！你敢？有何不敢？贩卖温牛肉，轻则关押半年，重则流放北疆。你为了一己私利，就不顾以后的生活，明知故犯，知法犯法。别说田定会告发你了，就算是我，也不能袖手旁观。哼，我也举报他。他前脚卖了牛肉，捕快后脚就把他关到牢房去，看他还敢不敢嘚瑟。童老三傻了眼，他到底是冲撞了哪路神仙啊？居然这样惩罚他！如今牛肉不让卖，自家人又不敢吃，可不就得白白扔掉吗？那可是他辛辛苦苦养大的母牛，肚子里还揣了牛犊子，简直是4尸8命啊！那你们收了温牛回去，不也是想杀肉卖吗？难道你们还有把握治好温牛的病？这就不用你管了，我既然敢收，就不会栽在手里头。所以说，4两银子，你卖还是不卖？我不卖，打死我也不卖。哎呀，当家的，哎呀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哎呀，咱家的牛都不行了，好像已经断气儿了。哈，不会吧？刚才还能喘气儿呢。我就说让你抓紧卖掉，你就是不肯。现在全都死翘翘了，那就更不值钱了呀。4头牛虽然还有一丝气息在，但俨然是行将就木，撑不住了。再不出手，就一个铜子儿都挣不到了。大叔，我再给你半刻钟的考虑时间，过时不候哦。8两银子，你买就给钱，不买就回去吧。成交。厉甜甜笑着点头，随手拿出一锭银元宝扔给童老三。为了以防万一，他还跟童老三签了一份字据，签字画押后，这4头牛就归他了。甜甜，这牛站都站不起来，咱们怎么弄回去啊？卓一潇凑过来问，他们的马车是载人的，不能装货。童老三也很好奇，这小丫头怎么才能把牛运回去？靠人扛着是不可能的。厉甜甜淡淡一笑，当然是让他们自己走回去了。什么？小丫头，你莫不是还没睡醒吧？这牛都上气不接下气，马上就要断气了，如何能走回去？卓萧然倒是相信奶团子的话，凭他的尿性，别说让牛走回杏花村，就是长着翅膀飞回去都极有可能。不急，再给他们1炷香的时间，他们肯定能站起来。抗菌药物和灵泉水需要在体内循环一段时间，才能发挥实质性的作用。况且这4头牛本身体质就好，只是染上了病毒才会虚弱不起的。哎，当家的呀，咱是不是上当了呀？胡说啥呢？老子活到这把岁数，从来都是我坑诈别人，别人还想骗我。刚才那个小丫头说这牛死不了，还能站起身走路呢，难道说她有办法给牛看病吗？你别听他吹牛，咱村子以前又不是没遭过牛瘟，一旦染上，就算大罗神仙下凡也救不活他们。收好，回头买点鸡鸭鹅啥的养吧，那东西皮实爱活。这鸡鸭鹅的也容易得禽流感啥的，一死就死一大片。你就不能盼点好吗？乌鸦嘴。2口子犟个没完，全然不知棚子里的4头母牛竟然悄悄地站了起来。刚才还半死不活的，现在竟然也发出哞哞的叫声了。哇，甜甜说的没错，这牛真的站起来了，哈哈，简直是奇迹啊！哎呀，明明都快咽气儿了，甜甜只摸了摸它们，它们就活过来了。此等福气，世间罕见呐！这怎么可能？哎呦，当家的呀，咱家的牛站起来了！
他们没死啊！我又不瞎。谁料4头母牛跟在奶团子身后，溜溜达达地走出棚子，一路出了院门。意识到事情不对，童老三紧忙追了上来。哎，小姑娘，你等一下。咋的啦？你这是行骗，用8两银子就想买走4头牛，你心也忒黑了。大叔，我啥时候骗你啦？这牛是你卖给我之后才活过来的，怎么能叫骗呢？你肯定是用啥妖术把他们给治好的，别想蒙我。童老三紧紧攥着拳头，一脸愤懑。大叔，这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，是你自愿把牛卖给我的，上面还签字画押了。你如果不服气，咱们可以去县衙理论理论，看看县令老爷替谁说话。奶团子不卑不亢，奶奶的，想他童老三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也坑骗了不少人，讹了不少银子，如今却被一个小丫头给耍了，现在竟然被这小崽子给骗走了，他实在不甘心。你们是不是一早就预谋好了？知道我家有温牛，所以才来钻空子的。我可没那么多心机，只是家里种地需要耕牛，便买几只回去罢了。你是哪个屯子的？报上名来。童老三觉得这种事应该跟孩子的爹娘讲清楚，能要回来一只是一只。卓萧然闻言上前一步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说我想干啥？这小崽子招摇撞骗，我要找到他爹娘理论理论。哼，就凭你，如果没签字据，这牛我们还真买不成了。既然你口口声声说甜甜欺诈了你，那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袁进，马上载着这位先生和甜甜去县衙一趟，让冯县令审理这桩案子吧。我凭啥去县衙？童老三天生就惧怕当官的，尤其是往公堂上一站，县老爷重重拍下惊堂木时，他估计得吓晕过去。前些年他没成亲时，也是个偷鸡摸狗、到处行骗的浪荡子。一旦被县衙查出来，他恐怕就再也出不来了。当然是给你主持公道了。当家的，见男人双腿打颤，满脑门都是冷汗。你怕啥呀？这公道自在人心，我就不信了，县令老爷敢包庇骗子。哎呀，你快少说两句吧。童老三怒斥一声，败类玩意儿，这都啥时候了，居然还让他去县衙，也看不出个眉眼高低。你就跟我能耐，我不管了。大叔，如果没啥事，我就先回去啦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我要告诉大叔和大婶。是啥事儿？我们家正好缺一个打杂的丫头，香香姐之前也去过一次，干活很利索，人也很不错，所以我们打算把她买下来，今后就留在我们家做活吧。哈，我说呢，香香一回来就嚷嚷着要出去当丫鬟，原来是被你给忽悠了。姜氏咆哮道。李甜甜无语。大婶，我们没忽悠她，是香香姐自愿留下来的。她想留下就留下，她算个什么东西啊？我呸！哼，小蹄子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你翅膀硬了就想出去浪了是吧？没门儿！吵吵啥玩意儿？你过来。我觉得这事儿挺靠谱，没准儿能趁机把咱们的4头牛要回来。这啥意思啊？你是想拿香香换牛？有何不可？她现在是大姑娘了，长得也不赖。那户人家既然买得起丫鬟，就肯定不差钱，所以……哎呦，你可拉倒吧！
就香香那样的，顶多也就值5两银子。你还想拿它换4头牛？你做梦去吧！没准那户人家都是色狼，偏偏看中香香的身材和长相了呢。王八看绿豆对上眼了，自然就愿意花钱呗。我看呐，这事儿玄乎。姜氏不抱太大希望，两口子合计了一下，觉得应该去那户人家瞅瞅，条件好不好就不。杏花村老李家是吧？中，明儿个我们就领着香香过去一趟。一言为定。他从童老三两口子的眼神中看到了算计和阴谋，但不怕，他连4头母牛都能骗来，再骗一个丫鬟也不难。袁金把奶团子抱到牛背上，便赶着马车缓缓往村口走。哎呦，这不是童老三家的4头大母牛吗？迎面碰见了刘村长，见田宝宝骑牛出村，便颠颠地跑过来。杏花村老李家。哇，姑娘哎，这4头大母牛你才花了8两银子啊！李万全惊讶万分，这也太划算了吧！是呀，1头牛2两银子，而且他们肚子里都怀了牛宝宝了。真的？这一下咱们可赚到了，1头揣了崽子的母牛啊，最起码能卖到这个数。爹，是100两银子吗？没错，100两。100两太少啦，这么壮实的牛，最低也要200-300两银子呀。对，这个价格才合理吗？闺女的意思是打算把这4头牛全都卖掉。闺女儿没说卖，那咱就留着。你们呀，以后谁也别惦记这4头牛，那是闺女儿自个买回来的，听清了没？啊，中。李万全笑了笑，我也不想卖呢，留着多好啊，显得呀咱家有钱。李有钱，哎呀，干闺女儿，这么好的牛，你怎么才花8两银子呀？这卖牛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李甜甜把前因后果讲了一遍，末了她着重强调：干爹，我可没有骗人，这4头牛压根就没得瘟病。是，干爹相信你。李有钱乐不可支，他认的干闺女不仅长得可爱，脑子也极其聪明，又在老李家住了一宿。次日清晨，李有钱便要回府城去了。不多住几天了，过段时间啊，我家4小子准备成亲了，李老弟喝了喜酒再走呗。等4宝成亲时，我再过来。这次把我夫人和孩子也带过来，让李大哥瞅一瞅。行，路上慢点哈。李有钱又看了奶团子一眼，心里有万般不舍。如果能把干闺女带到府城去就好了。送走了客人，李甜甜回到屋里，开始给万姐姐做药膏。爹爹娘亲，那4头牛就是从香香姐的二姨夫家买来的。今天他许是会来要牛，咱不要给他。这么巧啊？是呀，他们就住在隔壁村，坐着马车一会儿就到了。闺女为啥要买他们家的牛呢？因为童老三太坏了，不仅虐待香香姐，人品也很差。李万全一听憋不住乐。闺女啊，专挑那种人品差的人坑，干得好，爹支持你。哎呦，你这死老头子说啥呢？闺女啥时候坑人了？刘淑贤横了他一眼，那牛是花钱买来的，不是坑来的。啊，对，咱闺女啊本分善良，怎会出去坑人呢？这个大伙跟老李头商量商量，等牛犊子生出来后都卖给咱们呗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大家都在一个村住着，老李头应该不会漫天要价。众人把内心的想法说了出来，李万全听了直接回道：这4头牛是闺女的，
我说了不算。甜甜呐，这小牛崽儿你卖还是不卖呀？卖的呀，1只小牛赌10两银子，先到先得哦。他们村子的畜牧业太落后了，要富就一起富，不能啥好事都紧着他们家来。村民们也该有自己的牛车了。啊，才10两银子呀！哎呀，田宝宝真好啊，你可帮了我们大忙喽。他就说嘛，这娃娃肯定能旺全村呢。我预定1只。我也订1只，我要母牛犊。不能挑公母哦。哎，甜甜，为啥不让挑公母啊？因为我也不知道大牛生下来的小崽是公还是母啊。反正只有4头，到时大伙儿抓阄决定吧。哎，行，这事儿就定下了，10两1头，我们现在就回去凑钱去。他们刚走不久，冯县令便匆匆地来到老李家。哎呀，亲家，你慢点喝，茶水烫嘴。亲家，你闺女呢？在后院玩呢，找她有事儿啊？啊，是有点事儿。片刻后，奶团子迈着小短腿走进正堂。冯叔叔好。哎，甜甜呐，你跟冯叔叔上山一趟呗。上山？拉着我闺女上山干啥玩意儿？不行。哎，亲家，你听我把话说完呐。咱们这马岭山上啊，的确出问题了。我刚从山上下来，差点没被野狼吃了。哎，山上有野狼？是啊，不止1只的。县衙的1名捕快啊，就被狼咬伤了，整整撕下去1块肉啊。冯县令唏嘘不已。不是，这好端端的咋出现这么多狼呢？李万全不解。说的就是啊，马岭山那么干旱，狼群过来啊也找不到吃的，慢慢就得下山吃人了。哎，亲家，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呐？明知道山上有狼，还想带着我闺女进山，你甜甜不是福娃娃吗？有她在，狼群肯定不敢攻击她呀。这叫什么话呀？我闺女也是有血有肉的人呐，就算是福娃娃，她也会生病，也知道疼。万一出点啥事儿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他跟冯县令向来没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今天的确是气坏了。还亲家呢，居然这么坑他闺女。李甜甜转了转大眼睛，心里暗忖，山上突然出现那么多狼，会不会跟某件事有关？想要调查清楚，还真得亲自上山一趟呢。不查明白，百姓们都不敢出门了。冯县令许是太着急的缘故，才说出这种不靠谱的话来。哎呦，是我太鲁莽啊，亲家，你别往心里去哈。你以后少打我闺女的主意。李万全瞪了他一眼。啊，是。冯叔叔，那山上很危险吗？老危险了，到处都是狼粪，一不小心呐就被狼群包围了，恐怕早就被啃成骨头架子了。这话说的虽然有点夸张，但眼下马岭山上的情形就是这样，随随便便逛游一圈就能碰到野狼，吓得10里8村的百姓都不敢上山了，一入夜就把门窗关得死死的。你们晚上睡觉就没听见狼嚎？李万全挠了挠头发。好像是听见几回，怪瘆人的。自从杏花村一带遭遇大旱后，村民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狼叫了。爹，我想上山看看。哎，不中，其他事情啊，爹都依你，唯独这件事不行，而且你娘和你哥哥也不会答应的。这是老李家不？开下门啊！谁啊？接麦芽看，就见童香香站在外面。
他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一旁的童老三和姜氏就像押送犯人似的。你不是想给他们家当丫鬟吗？还不快点滚进去！哎，你干啥玩意儿啊？他们家居然有狼！那是狼狗，不是狼。喂，你们有事吗？我是香香的二姨夫，今儿个过来是送她来干活的。这言外之意是来卖外甥女的。终于知道田宝宝为啥要坑他家4头牛了。这香香的二姨夫长得尖嘴猴腮，满脸油腻，一看就不是啥好鸟。再看他二姨，眉眼间挂满了刻薄刁钻之色，妥妥的一个乡下泼妇。能把外甥女打成这样，就说明他们的心已经烂透了。你好，老哥，我是香香的二姨夫。这就是你的家长？哎呀，死丫头，问你话呢。干什么？在我们家不许打人。姜氏一看到这小丫头崽子就来气，家里的4头大母牛就是被他骗走的。你消停点，别咋咋呼呼的。今儿个过来就是想问问，你们打算多少钱买走香香呀？她脏活累活都能干，洗衣做饭、喂猪、烧炕啥的都不在话下，还能帮家里收秋打粮，哪怕生孩子都行。哎，胡说啥呢？我让她生孩子干啥呀？那有钱人家的老爷不都跟丫鬟睡？你看我像阔老爷吗？哎呦，我男人呐，说话不好听，你们也别往心里去啊。香香这孩子啊，很本分，干活可卖力了，从来不偷奸耍滑。只要把他买回来，那你们就等着享福吧。这饿了有人做饭，渴了有人泡茶，这腰酸腿痛了还有人帮你们按摩呢。哎呦，而且呀，你们家人口也多，这光靠儿媳妇干活哪行啊？该歇还是要歇的。娘，我也觉得这丫头挺好的，闷闷的不说话，性格应该也不错。不说话就性格好啊？沉默是金嘛，总比他二姨强吧？巴巴的说个没完。哎，这个臭婆娘，说话真难听。香香今年多大来着？你个死哑巴，平时说个没完，一到关键时候连个屁都不敢放，我打死你算了。住手！干啥玩意儿？再无马长枪无脑喊叫的，老子就把你轰出去。哼，哪有这样对待自己的外甥女的？老婆子，你自己听听，他说的是人话吗？他二姨，咱也别吵吵了，你说说看，想要多少钱？姜氏瞟了男人一眼，互相递个眼神，悻悻道：这钱我们不要了。昨个你闺女在我们家买了4头大母牛，只要你们把牛还给我们，这香香就白给你们了，我们一个铜子都不要，咋样啊？闺女说的没错，这两口子果然来要牛了。那4头大母牛长得又肥又大，健康得很，赶到马市上，4头牛起码能卖到近1000两银子，而买一个丫头，多说也就5两到10两银子，这两口子还真会算计。大叔，你咋又提这事儿啊？咱们可是签了买卖字据，按了手印的。你说破天，我也不能把牛还给你呀。你这是诈骗，是坑人！童老三跺了跺脚，气哄哄地指着李甜甜：8两银子，你连个牛腿都买不来，居然赶走了4头揣着犊子的母牛，你也太黑了！我的心是红色的，不是黑色的。对了，那4个牛犊子已经被我卖了，所以母牛我更不能还给你了。这啥样？你这么快就把牛犊子卖了？对呀，10两银子1头，卖给我们村的人啦。
哎呦，我的牛呀，我的牛！老子要去县衙告你，你个招摇撞骗的死丫头，就等着下大狱吧！你要告谁？就是他，我要告他到处行骗，搞得我倾家荡产，身无分文。说完，童老三又看向冯县令，好奇道：你又是谁？看这人一副当官的派头，难道跟老李家是亲戚吗？冯县令冷着脸：本官就是清水县县令，站在你面前的是清水县县主，他有圣上御赐的腰牌和匾额，荣耀满门，绝袭后代，又怎么会骗你们家的牛呢？许是来时太冲动了，童老三两口子进门时都没看见悬在门楣上的匾额，如今他们跑到县主府来放肆，又被冯县令损了一通，想要回母牛是不可能的了。你真的是县令？怎么，我看着不像县令吗？用不用我把官印拿出来让你们打打眼呢？不用。既然县令大人也在，想必也知道李甜甜坑骗我的事情了。草民虽然不知道大人跟他们家是啥关系，但是公道自在人心，草民受了此等委屈，还请大人能为草民做主，高下立判，帮草民把4头牛要回来呀。他也是刚刚听说奶团子买了4头大母牛，而且才花了8两银子。想当年他买老李家的干蘑菇和沙果时也不止8两银子呀，那可是揣了犊子的大母牛啊。甜甜，这到底是咋回事啊？方叔叔请看，这是童大叔亲手签字画押的，我没逼迫他，也没诱导他，一切都是他自愿的。冯县令上下扫了字据一眼，心里便有数了。童老三，本官问你，甜甜去你们家买牛时，你们家的牛是不是快病死了？没有，他是用妖法。放肆！这世上哪里来的妖法？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货，你情我愿，谁也不亏，这才叫买卖。况且这白纸黑字上写的明明白白，1头牛售卖2两银子，4头便是8两，钱到货到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大人，您哪能这样护着他们呀？您自个儿想想，8两银子能买来4头牛吗？那也要看你家的牛啊，健不健康，有没有得瘟病。如果是4头快要瘟死的牛，别说8两银子了，就算8个铜板都不值。可是我家的牛没得瘟病呀。哼，没得病，你为何着急卖啊？你若不急，能卖这么低的价格吗？什么叫哑口无言？这便是了。说来说去，还是他太着急了。但如果不急着卖掉，4头牛就得砸在手里头。他是个妖精，就是他施的妖法，害得我们家母牛生病，然后又出极低的价格把牛买走，一切都是他预谋好的。哎，你说话注意点啊！你哪只眼睛看见我闺女施妖法了？我可听说这10里8村的驴马牛羊都遭瘟了，难道都是我闺女干的？她要真有那个本事啊，何故让清水县一带大旱好几年呢？哼，妖怪嘛，那只能做坏事，啥时候干过好事啊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本来就是嘛。如果县令大人不管，我们就去府城告状，这必须要讨个公道回来。哼，你爱去哪儿去哪儿。今后啊，再敢来纠缠我闺女，看我不扒着你的皮。是啊。冯县令也叹息一声。唉，童老三，这事儿你们不占理，就算本官升堂审理此案，你们也讨不到便宜。
所以还是算了吧。这个狗官，他不得好死。厉甜甜把童香香拉到一旁，拿出药膏帮她擦了擦。很疼吧？没事。童香香摇了摇头，已经习惯了。厉甜甜实在不明白，童老三两口子为什么总打她，手欠吗？你给他抹啥呢？啊，不准抹！姜氏一脸严厉。哼，你管得着吗？香香姐，你真的想留下来吗？只要给我口饭吃就行，我不要工钱。牛，你是要不回去了，但香香姐可以留下5两银子。你们要是愿意添了，今后香香姐就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了。若是不愿意，便把她领回去吧。去别地儿问问，还有谁愿意出5两银子？啥？我养这么大的丫头，你就给5两银子？这小姑娘真不是一般的黑呀！切，你养她的成本也不到5两银子吧？厉甜甜反问：就这两口子，抠抠搜搜的，怎会舍得给外甥女花钱？你别管我用了多少成本，5两银子我肯定不卖。不卖？你还絮叨啥呢？出去，别在我家胡搅蛮缠。走就走，哼！跟我走，快点的。二姨夫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。你个小蹄子，这老李家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你？不许打人！今天如果不把人买下，回去后童香香就得被人打个半死。我打我外甥女儿，跟你有啥关系啊？你们如果嫌5两银子少，我再加5两便是。就算把童香香卖到青楼去，老鸨子顶多也就给他3、5两银子，10两俨然是天价了。15两，1分不讲。谁料奶团子看都没看他一眼，转身就走。哎，你别走呀！哎，干啥玩意儿？你敢碰我闺女一根手指头，老子就剁了你！我没想把她怎么着啊。合着你们家骗我的牛还有了理了呗？哎呀，当家的，这10两银子不少了，哎呦，差不多得了。我不是想再争取一下吗？争取啥呀？现在不卖，以后还能卖到10两的高价吗？一点都不知足。中，10两就10两，香香就是你们家的丫鬟了，她以后是死是活跟我也没关系了。算你识相。香香，你快上桌吃饭吧，坐门口干啥？不用，我习惯了。爹，您听听，一口一个香香的叫着，叫得多甜呐！这丫头才来1天，好家伙，这把二宝给稀罕的，又是帮他扫地，又是帮他拿行李，就差帮他暖被窝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你娶了个小媳妇进门呢。厉甜甜无语。二嫂，当初要请丫鬟的是你，如今嫌弃她的还是你。你这人还真不好相处呢。对，胡说八道什么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帮他扫地提行李了？二宝啊，你注意点，别没深没浅的。葵花要是小产了，老子饶不了你。爹，葵花也太能胡说了，压根没有的事儿，他就搁那儿瞎掰。换作是您不来气啊？哼，老子可没跟别的女人献殷勤。我可警告你啊，别动什么歪心思，踏踏实实跟葵花过日子。你如果干出什么伤风败俗的事情，看我咋收拾你。说完，李万全又看向大宝。还有你，中午不是让你出去放牛吗？你在院子里蹲着干啥呀？我老爹，
您别拿我撒火呀！唉，老头子，行了，快坐下吃饭吧。厉甜甜没了食欲，领着小白出去溜达了。他想弄清楚山上野狼的事情。甜宝宝，你这几天干啥去了？咋不出来玩呢？新酿的，可好吃了。我去马粪团买牛了。我听说了，甜甜用8两银子买了4头大母牛，真划算呀！你能教我怎么骗人吗？你说话咋那么难听呢？甜甜啥时候骗人了？买牛都是你情我愿的，人家又没强买强卖。是呀，我又没骗人，充其量是忽悠人罢了。高粱无语。忽悠跟骗有啥区别呀？甜甜，你看这是啥？我在山根下捡到的。厉甜甜拿过来瞧了一眼，面色陡然一惊。常人许是看不出这块石头的奥秘之处，只是觉得它特殊，比鹅卵石稍稍好看一些。这是一块矿石，银矿石，高温精炼后便可以做成银子了。知了哥，这块石头真是从山脚下捡来的吗？厉甜甜大惊失色。是呀，就在北山根下。难道这块石头很值钱吗？知了哥，能带我去看看吗？这个恐怕不行，我爹说了，最近山里闹狼灾呢，不让我去树林边玩，怕被狼叼走。这块石头还是我偷偷捡回来的呢。只是在山根下走走，不进林子。况且有小白保护咱们，不会有事的。可是，哎呀，张知了，你咋那么磨叽啊？你不去拉倒，我领着甜甜去。把手松开！啥？啥？这小子凭啥让他松手啊？他算老几？没听清吗？我让你把手松开！卓萧然眸中迸射出2道寒光。松开就松开呗，耍什么横啊？卓萧然没跟他一般计较，而是看向奶团子。你要上山？没有啊，就在山脚下转转。我陪你去。话落，悠哉悠哉地向前走去。高粱气得直跺脚。哼，凭啥他可以抢？人家住在一个大院，天天都能见面，感情处得好呗。是，感情好又能咋的呀？他以为他是皇太子啊，他。小白一到山根下就变得特别兴奋，他抬起大脑袋朝山里嚎了2嗓子，惊得一群老瓜到处乱飞。张知了在前面带路，慢慢来到一片灌木丛前。喏，石头就在这里捡到的。厉甜甜凑过去仔细瞧了瞧，这里有人的脚印，石头好像是不小心掉落下来的。看来这马岭山不简单呢。别看它荒凉萧瑟，没什么风景可看，但在地下没准藏着巨大的宝藏呢。当然，这也只是他的猜测，具体如何还要深入林中一探究竟才行。11哥，你看这块石头长得像什么？碎银子。啊？甜甜，我是捡到钱了吗？他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粗糙的银子呢。知了哥，这是半成品，还没加工成银子呢。甜甜的意思是，这山里面有银矿石。对呀。厉甜甜摊了摊手。不然这东西是从哪儿来的？难道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？想想都不可能嘛。若真是这样，那可有意思了。大梁国有明文规定，一切矿藏只有朝廷才有权开采挖掘，民间百姓不得擅自采矿。如今矿石洒落到山脚下，可见山中有人在私自挖矿。朝廷国库亏空，经济低迷，
急需银钱充盈国库，发展民生和军队。如果马岭山中真有银矿，就相当于财神爷来敲门了。十一哥，我想去山里面看看。不可，这山里面野狼横行，危机四伏，你若是贸然进去，定然是凶多吉少。就算是想去，也得做好万全的准备再动身。他可不想让奶团子出事，回头不好跟大娘和大伯交代。十一哥，你是不是也觉得不对劲儿啊？什么不对劲？这山里的野狼啊，他们像是在守护着什么东西，不让村民们上山呢。没准儿，这野狼就是有人故意养在山上的。正想说什么时，林中忽然闪过一道人影。谁？给我滚出来！真是狗胆包天，居然敢偷听小主子说话，这人到底是什么来头？人影眨眼间便消失在密林深处，只余一阵阵热风吹拂着干树枝，发出呜呜的叫声。看来我猜的没错，这山里面的确藏着人呢。小主子，接下来该咋办呢？你马上去县城一趟，把冯县令叫过来。知道了，小主子。老李家。哎呦，闺女儿啊，你这是干啥去了？这天儿都黑了，就不要乱走了。一见小闺女走进来，外面还闹狼灾呢，闺女儿就不怕被狼叼走啊？有小白在，我才不怕呢。狼王在此，一群小瘪三是不敢攻击他的。哎呦，快去洗洗睡吧，明天娘给你蒸豆沙包吃。好。奶团子点点头，跑到厨房打水去了。童香香睡在客房，刚躺下去不久，房门就被敲响了。我知道你没睡啊，二嫂，您找我有事儿吗？谁是你二嫂？童香香，我可告诉你，再敢勾引我家二宝，我就把你撵出去。二嫂，我没有。干什么干什么？你还挺委屈是吧？自从你来到我们家，我男人就跟丢了魂似的，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就喜欢跟在你屁股后面转。你若没勾引他，他怎么会变得这么不要脸？你低着头干啥？咋不说话了？二嫂，我大晚上的干啥玩意儿呢？葵花不是我说你，你咋这么不知好歹呢？我跟他话都没说上几句，你就扎的撒上泼了。当初是你想找个丫鬟进门的，如今人来了，你有八眼看不上人家，骨头里挑刺，这也不对，那也是不行的。你到底想干啥？不是，李老二，你就这么稀罕他呀？居然都开始欣赏我了？你是我媳妇儿，我训你两句是应该的。李老二，我从前咋没发现你还有这臭毛病呢？那句话咋说来着？见色起意。对，你就是个色胆包天的负心汉。胡说啥呢？我要是色胆包天，当初金寡妇勾引我，我咋不干呢？放屁！那金寡妇跟这小姑娘能比吗？哪个男人不喜欢水灵灵姑娘啊？哎，你别作妖了行不行？万一动了胎气咋办？不用你管。葵花，你怎么了？二嫂许是要生了。疼！你大哥去找接生婆了，等会儿就到。娘，葵花不会有啥事儿吧？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呀？能有啥事儿啊？好像不太对劲儿呢。让开让开，鲁大娘来了，快让开！
给大人准备后事吧。啥玩意儿？你有没有搞错呀？葵花这还喘着气呢，准备什么后事？嚷嚷啥呀？这孩子胎位不正，就算是把孩子生下来，那他也挺不过去。除非你是想保住大人，不要孩子。大人孩子我都要。那不可能，你只能选一样。让开一下。还不是，这小娃娃谁呀？哎呀，快点来个人，把他给我轰出去。这边生孩子呢，岂能让他胡闹啊？这是我小姑子，她怎么就不能来了？碍手碍脚的，她能干啥呀？哎呀，这时间可不多了。二宝，我不想死，求求你救救我！妹妹，你二嫂她……二哥、二嫂和孩子都能保住。真的？二哥，都到这会儿了，我哪敢开玩笑啊？二嫂真的可以生。开什么玩笑啊！你个黄毛丫头还懂生孩子啊？哼，真是笑掉大牙。你闭嘴吧！我高价钱把你请来，不是替你耍嘴皮子的。你来帮你二嫂摸摸胎位，然后指挥鲁大娘接生。我可不听这黄毛丫头的。不接生就滚出去！哎，你们还没给我钱呢。我连孩子的眼儿都没看到，凭啥给你钱？那如果孩子能生出来，你们不会赖账吧？看情况再说，现在不是谈钱的时候。行吧，要怎么做？二嫂，你忍一下哈。李甜甜随手拿出一杯灵泉水，让赵葵花喝下去。水里掺了人参粉，可以让她恢复一些体力和元气，还能起到镇痛的作用。接下来便是转胎，这是一个极其漫长且痛苦的过程。你到底在干什么呀？啊，玩过家家吗？这人命关天，你这孩子也太不像话了。你好吵啊！哎，谁吵了呀？我这是为产妇负责。现在不用你负责了，请出去吧，让我娘和大嫂进来。你啥意思啊？没啥意思，你都说了人命关天，我可不想让我二嫂死在炕上，请出去。哼，不知好歹的玩意儿！今天你如果能保住大人和孩子，我管你叫奶奶。切，你这孙女太老了，我可不稀罕。哼，你。片刻后，临近天亮时分，一声婴儿的啼哭声传出屋外。生了吗？葵花她没事吧？母子平安，恭喜二哥哥又得了一个儿子。啊？又是小子吗？是的，长相很像二哥，你快进去看看吧。你二嫂咋样了？她耗尽了体力，又流了太多血，这会儿已经睡觉了。啊，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还有事吗？你们还没给钱呢，1两银子，少一个铜板都不行。貌似全程都是我闺女在接生吧？你干啥了？我大半夜的跑出来，这折腾了一宿，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。对对对，你有苦劳。刘淑贤脸色变了变，吩咐童香香：咱家厨房有一筐臭鸡蛋，你去给他拿上。哎，你凭啥给我臭鸡蛋呢？臭鸡蛋跟你多配呀，要就拿着，不要就麻溜的滚出去。便悻悻地离开了。孩子的名字已经取好了，就叫李二仓，是李万全亲自取的。仓代表粮仓，有富贵充盈之意。这咋整？葵花不下奶，不能饿着孩子呀。二哥，可以给他喝牛奶哦。啊？可是咱家的大母牛也没下奶呢。谁说的？二哥若是不信，可以去牛棚里挤一挤。这咋突然有奶了呢？
难道是妹妹的缘故？哈哈，咱家以后就有牛奶喝了。这玩意儿放在锅里熬一熬，开锅后再加点白糖，那味道老香了。一天天就知道吃吃喝喝，这牛自打到咱家来，你们谁放过他们呢？爹，明天我来放牛。我看村东头那边长了不少野草呢。行，明天你放牛，后天让二宝去放，轮班来。爹也真是的，取名字也不提前告诉咱们一声，二仓多难听啊，土死了，还不如叫二牛呢。二牛就不土了，你老老实实坐月子吧。明儿个我去县城里给你买点猪蹄子回来。平时看你也不少吃，咋就没奶水呢？你说我咋没奶水？都是让你气的，整天跟那小妖精眉来眼去，说说笑笑，我能下奶才怪呢。你快少说两句吧，你这嘴黑的也能说成白的，压根儿没的事儿，你搁这儿瞎怀疑啥呢？我成过亲，有了孩子，名声啥的倒不重要，可人家香香还是个姑娘家呢，你天天嚼人舌根子，损坏人家的名声，她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呵，这就开始关心她了，说两句都不行了呗？没人跟你这傻玩意儿说话，哼！李大宝帮媳妇儿打了洗脚水。麦芽，泡泡脚吧，可热乎了。哎呀，你快别忙活了，上课歇着吧。金麦芽莞尔一笑，跟老二家的一比，他觉得自己幸福极了。大宝把他照顾得无微不至，每天连洗脚水都帮他打。哎，老二媳妇刚生了个大胖小子，他们两口子咋就吵吵起来了？你不知道啊？哎，葵花怀疑啊，二宝跟香香有一腿，天天就跟防贼似的盯着他。这事儿摊在谁身上都不舒服啊。嗨，老二媳妇就是闲的，净想那些没用的。你就那么信你二弟啊？当然相信了，二宝不是那种沾花惹草的人啊。哎呀，葵花不争气，给老二生了个小子，你可不能跟他一样啊！这次高低得给我生个小丫头啊！你又来？那生男生女又不是我说的算，你总念叨啥呀？哎呀，我这不是想要个闺女吗？想要闺女啊，那就出去包养一个回来呀，别指望我给你生。你不嫌弃啊？嫌弃有啥招啊？你不是想要丫头吗？那咱俩努努力，趁着年轻多生几个，不可能个个都是带把的。哎，你以为我是老母猪啊？泥人都捏好了，明儿个啊，你跟我去七彩斋一趟。哎呀，不中，明天我得去放牛呢。哎呀，让二宝去呗，你死心眼儿啊！两口子唠了几句，这才熄灯睡觉。次日清晨，卓宅书房内，冯县令提心吊胆地走进来。卓公子，您找下官有事儿啊？对，冯县令，你可知那马岭山上有什么？狼群呐！我那天差点被狼吃了，想想都吓人啊！冯县令悻悻道，要不是跑得快，他的屁股就得被撕下一块肉去。那你在山中有没有看到可疑的人？我不可也带上吧，天气热容易口干。你们两个从那嘀咕啥呢？大白天的就这么不要脸了？香香帮我拿水壶，怕我口渴。不是，你就在村口放牛，带水壶干啥？渴了就回家喝呗。这把他给阴间的，没见过男人是咋的，还要不要点脸了？无奈下，他又把水壶还给兔香香，闷闷地放牛去了。你看什么看？还不快刷碗去！前天在家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有人吗？出来看下狗啊！
谁呀？有田叔，这是咋的了？被狼咬了，甜甜，你看他还有救吗？哦，没伤到要害，有救的。哎呀，甜甜，我儿子以后不会变成瘸子吧？大概率不会。有田叔，算求求你啊，一定要治好他呀！高粱爹呀，我闺女都说了，你儿子没啥大事儿。哎，你说说，这狼群得有多邪乎啊！竟然都跑进村子吃人了！再不杀光他们呀，我都不敢在村子里住了。今天早上，我让高粱去仓房拿黄豆，刚走到后院，忽然听到他大喊大叫的，跑过去一看呐，就见5、6头狼把我家高粱扑在地上，差点没吓死我。嘿，我昨个还听说，金寡妇养的2只大鹅被野狼给吃了，就剩下了一地鹅毛。站在门口的卓萧然听到这些话后，快步走了进来，见奶团子忙得不可开交，他便看向刘淑贤：“大娘，大伯在家吗？”“你大伯下地去了，小十一有事儿啊？”“我想让大伯把张村长和村民们叫到家里来。”他想宣布一件事情。“哦，香香呀，你去地里一趟，把你大伯招呼回来。”“哎。”李万全蹲在地垄沟前，看着满地的狼粪，心里直突突。“大宝爹，瞅啥呢？”“狼屎，你瞧瞧，我家地里都是狼屎。”“嗨，这算啥？我家的3只鸭子昨天还被狼给咬死了呢。”“真的假的？”“这还能有假？我本打算把鸭子养肥炖汤喝呢，现在可倒好，连鸭头和鸭爪子都没剩，吃得溜干净。”“走这样下去可不中啊！野狼天天进村，还让不让百姓活了？”“除非有一个招儿，组织大家伙上山打狼，把那猎弓啊和那收夹子啥的都带上，能杀一只是一只。咱们总不反抗，那群狼还以为咱们好欺负呢。”“你敢上山呐？咱村子也没有打猎出身的，大伙的剑法都一般，不等箭射出去呢，就被野狼咬断脖子了。”“人多力量大嘛。再说了，男人们都上山打狼去了，你好意思自己个儿留在村子里吗？”“你少激我！哼！”“大宝爹，我听说你们家买了个丫鬟，长得老水灵了，你就……”“胡说啥呢？老子都多大岁数了，还能有啥歪心思？再说了，那孩子今年才17岁，都能当我闺女了，我要是打他主意，那还是人吗？”“老牛吃嫩草呗，县城里的阔员外呀，都好这一口。”“你少跟我说没用的。”李万全打算回家吃午饭，正巧童香香跑了过来。“大伯，大娘让您回去一趟。”“行，知道了。香香啊，我可警告你哈，来我们家就老老实实的干活，别3心2意扯犊子。你如果不本本分分的，我就撕了卖身契，把你送回童老三家去。”“我知道，大伯。”“你别口头上答应，要付出行动来。往后在家里啊，少跟二宝说话，干好自己的活比啥都强，听明白没？”李万全一脸严肃，童香香嗯了一声，快步回家去了。魏老蔫儿淡淡一笑：“咋的？这丫头勾引你家二宝了？”他就说嘛，想要找丫鬟，就找个其貌不扬、歪瓜裂枣的，省得有人惦记。“哼，老大，我打死你得了。”下午时分，十一呀，你看人都来了，到底想说啥事儿呀？明日一早我要上山打狼，烦请各家各户出1人，跟我一同上山。
这小11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上山打狼这种事都是避之不及的，又不是打狗打狐狸，就是耗子多了也吓人呐，更别说狼群了。哎，11公子，这山上野狼泛滥，光靠我们大家伙也杀不光啊，对吧？那东西啊，上蹿下跳的，跑得老快了，稍不注意就被咬断脖子了，我可不敢去。大伙儿不必害怕，冯县令也会派出捕快，同你们一起上山的。村民们墨守成规，不怎么好动员。沈大歪听后气哄哄道：要去你们去，打死我也不去。他现在每天喝水还得花钱来买，家里本来就穷，如今都得借钱喝水了。程员外也举起手：我也不去，你们爱咋折腾就咋折腾，你们爱咋折腾就咋折腾，别把我带上。卓萧然闻言眯了眯眸子，正想说什么时，奶团子：你们两家真的不上山打狼？对，就不去，你能咋的？大歪叔、程叔叔，别怪我没提醒你们，今天早上高粱就被狼群袭击了，腿肚子被咬得一直流血的。我没猜错的话，过2天就轮到你们两家了。一蛋哥长得胖墩墩的，双双姐呢又白白净净，野狼最喜欢这样的小孩了。你给我闭嘴！你还长得粉粉嫩嫩的，野狼咋不吃你呀？开玩笑，狼群路过我家门口都得绕着走，谁敢吃我啊？也对呀，他是妖怪托生，谁敢吃啊？一蛋儿就不一样了，傻了吧唧，整天出去乱跑，万一被野狼叼走，后悔可就晚了。我去打狼就是了。我也去。明天我也会上山的，大家不要怕。不提前打好预防针，就调动不了村民的积极性。一听说福娃娃也要上山，村民们便摒弃恐惧心理，纷纷举手报名。我家还有2把猎弓呢，到时候一起带上。我家有一把红缨枪，回去我好好磨磨，一戳一个准儿。我把铡刀卸下来，扛到山上去。那玩意儿死沉的，你扛它干啥？村民们商量好后，便各自回家做准备去了。李万全把刘淑贤拉到里屋：老婆子，别让咱闺女去了，山上太危险了，回头啊，你劝劝她。我能说听她吗？她想去就带她去吧，到时候谁保护谁还不一定呢。就凭闺女的尿性，他断定狼群不敢伤她。卓宅：啊，这么刺激啊！要上山打猎吗？卓一潇满脸兴奋：是打狼。这有啥区别啊？明天我打头阵，正好活动筋骨。卓一潇说着，直接抽出佩剑，在屋内耍了起来。11弟，你瞧瞧我这剑法咋样？这是我自创的，厉害吧？嘿！卓萧然一脸无奈：唉，九皇兄好幼稚啊。房门被敲响了，奶团子的声音传了进来：11哥，我娘叫你过去吃酸汤子。酸汤子是什么？就是面条啊，用黄米面做出来的面条，吃起来酸溜溜的。听起来这酸汤子也不咋地嘛。用粗粮做出来的面条，口感能好到哪儿去啊？李甜甜无奈：好嘛，你这傲娇病居然还没治好，那怎么办呀？我娘每个人都做了一碗，既然11哥不爱吃，你那碗就只能喂小白了。若是大娘亲手做的，那我就勉为其难。别，11哥千万不要勉强，硬吃自己讨厌的食物会吐出来的，那多难受啊！小白，咱们回去吧。
卓萧然无语。哼，这个丫头就不能让让我吗？啊，等一下！谁料李甜甜跑得比兔子还快，眨眼间的功夫就回家去了。卓萧然怒火滔天，站在原地跺了跺脚。什么叫鸡飞蛋打？这便是了。一旁的康嬷嬷憋不住笑。小主子，甜甜是跟您开玩笑呢，您快去吃吧。我吃什么？我的那份酸汤子都被他给喂狗了，你是让我过去跟狗抢吃的吗？小主子息怒啊，人家甜甜明明都邀请您了，您为何不直接答应呢？酸汤子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这个也要看个人的口味，有的人喜欢，有的人厌恶。那康嬷嬷会做吗？当然会了。好，那你去厨房给我做一碗来。是。片刻后，康嬷嬷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酸汤子走进来。哎，小主子，怎么了？难吃，太难吃了。卓萧然皱紧眉头，他随手扔了筷子，提起衣摆，颠颠的跑到老李家去了。是不是大娘做的酸汤子会别有一番滋味呢？次日上午，村民们吃过早饭后，便齐聚在老李家大门外。冯县令也带着几名捕快赶了过来。这次捕狼行动，冯县令是总指挥，张村长是副指挥，大伙凑在一起，既能壮胆子，还能热闹热闹。闺女啊，走得动吗？用不用爹背你啊？爹，我不累。就是缺乏锻炼。等把野狼杀光后，他就要每天爬山了。大宝啊，你过来，背着你妹妹走。哎，好嘞。李大宝忙跑过来，一把就将奶团子抱在怀中。我让你背他，没让你抱他，蠢货玩意儿！这么大的孩子了，居然还让人背？咋的？没人背是一哥，你心寒啦？我才不让人背呢！哼！卓萧然冷哼一声，多丢人呐！谁料卓一潇冲过来，也不管弟弟愿不愿意，直接将他扛了起来。哎，11弟骑大马，呱嗒呱嗒呱嗒，一直骑到老李家，老李家对他笑哈哈。啊，真的是太丢脸了！九哥怎么能做出这种事啊？笑什么笑嘛？哎，你快点放我下来！哎呦，卓一潇正了正神。11弟，咋的了？你小时候就是这样扛你的呀？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卓萧然声色俱厉，跟在身后的袁静凑过脸去，憋笑憋得脸都快抽筋了。林子里的景色依旧很荒凉，经常能看到狼粪和人的脚印。冯县令挺着将军肚，哎呀，不中了，歇会儿吧。这山也忒陡了，压根儿就不是人爬的。哎呀，难道我们不是人呢？没有。卓公子息怒，下官是随口胡说的。冯县令，你听好了，如果不杀光那群野狼，你以后就在山上住吧。哼！说到底，这种事就该让县衙直接负责，确保十里八乡的百姓安全。是，下官一定努力。奶团子则是一直留意着地上的石头，如果还能捡到银矿石的话，就印证了他当初的猜测。哪知都快爬到山顶了，他一块矿石都没捡到，反倒发现了很多新鲜的泥土。等一下，闺女，咋的啦？爹爹快看，这泥土才干燥不久，好像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。
李万全点点头，的确是新挖出来的。纳闷儿了，谁闲着没事儿跑到山上来挖土啊？就不怕被狼吃了？如果那群狼是挖土人养的，就不怕被吃掉啦。有道理，有道理啊。这清水县志上记载，马岭山一带曾经有一座大墓，没准啊是有盗墓贼盯上这里，才故意养一群狼震慑周围的百姓，不让他们上山的。厉甜甜心里盘算，有没有大墓他不知道，但银矿石是肯定有的。沈大歪一听，乐得合不拢嘴。啊，县令大人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真有大墓，那地下一定有数不尽的宝藏了。随随便便挖一些瓶瓶罐罐或者珍珠玛瑙啥的，就够他们全家吃一辈子的了。冯县令瞪了他一眼。有没有大墓跟你有个屁关系啊？你还敢来盗墓啊？我哪敢呢？妹妹，吃吧，垫垫肚子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放松警惕时，不远处的草窠中忽然传来一阵响动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打滚似的，声音很是诡异。不好了，狼群来了，大家快跑啊！跑什么跑？都给我站住，别瞎咋呼！张村长吼了一嗓子，村民们都吓坏了，没人愿意当出头鸟，要么是躲到大树后面去了，要么是哆哆嗦嗦地拿出猎弓，打算同归于尽。哎呦！也不知是谁手法不稳，直接射出一箭，嗖的一声扎进冯县令的屁股。哎呀！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骤然响起，冯县令捂着屁股就瘫在地上，破口大骂：哪个王八犊子射我呀？给我滚出来！哎呦，疼啊，疼死我了！声音透着野性和危险，村民们一听就吓得惊慌四窜。是狼叫声，野狼来了！卓萧然也是一脸紧张，忙吩咐袁静保护好甜甜他们。知道了，小主子。爹，如果遭遇不测，您就让麦芽改嫁吧，她还年轻，不用守寡。胡说啥呢？李万全皱紧眉头，怒斥道：有这么多人在，野狼凭啥只咬你啊？爹，那可说不准，这狼群都饿疯了，看咱们就跟看绵羊似的，一咬一个准儿。闭嘴吧你！等会儿狼群冲出来，老子第一个冲上去，你照顾好你妹妹就行。草窠中忽然窜出10几头灰狼，它们长得精瘦精瘦的，耷拉着尾巴，呲着尖牙，看似跟家狗差不多大，但凶恶程度绝非家狗能比。李甜甜仔细观察了一下，发现灰狼的脚上都沾着湿润的泥土，连身上也被污泥蹭脏了。由此说明，这些野狼一直都待在潮湿有水的地方。可这马岭山上旱情严重，所见之处皆是干草和枯树，根本没有水源。难道说群狼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？哎呀，老李头，你小心啊！一头狼扑上去了。爹，这狼太凶了，让我来。哎呀，不中，你！李甜甜也吓了一大跳，真没想到大哥在关键时刻这么勇敢。不行，他得拿出几支麻醉针，把头狼撂倒。领头的倒下，其他小弟就不敢扎刺了。大宝！那头野狼不仅没咬下去，反而张着嘴巴悬停在李大宝身上，以一个非常诡异的姿势静止不动了。啥情况？咋不动弹了呢？会不会被点穴了？净说废话，大宝还会给狼点穴呀？那他为啥不咬人了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李甜甜也是一脸莫名其妙，总感觉事情有些玄乎。恰在这时，压在狼身下的李大宝闷声闷气地喊了起来：你这个畜生，快压死老子了，滚开啊！
吐着舌头，翻着白眼，死翘翘了。他是怎么死的？没事吧？爹，我没事。好，太好了，大宝，你是这10里8村的沙狼英雄啊！回去后啊，我要奖励你1朵大红花和2匹布。哎呦，才给2匹布啊，能不能奖励点银子啥的？没有，这2匹布啊，还是11公子自掏腰包买的呢。霎时间，狼嚎声响彻林地上空，仿佛进了狼窝一般，听上去惊悚骇人。完了，这下可完犊子了！都怪李大宝，你要不杀那头狼，狼群也不会生气了。你看咋办吧你？你少放屁你！老子不杀他，难道让他咬破老子喉咙吗？你就让他咬呗，你妹妹不是神医吗？你少在那儿说风凉话，再瞎说我就把你推出去喂狼。沈大歪一听，吓得直往树上爬，程员外早都吓傻了，蹲在灌木丛中，双手抱头，就像一个10年便秘患者。李甜甜见状，挥了挥小手：“大伙儿都别怕，拿起弓箭，把头狼射死就好了。”电宝宝，哪个是头狼啊？叫的最欢的那个就是头狼。行，我射死他。张木匠再次拉起弓弦，对准冯县令那边。元介，保护好甜甜。是。哼，让你瞧瞧我自创的剑法有多厉害！嘿！你们这群笨蛋，狼不会爬树，你们就等着变成狼粪吧！活该，死一个少一个，让你们给我作对！哼，一蛋爹啊，有句话叫爬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等会儿你掉下来时啊，可千万别哭。这树杈可结实着呢，我可掉不下去。真能嘚瑟。李甜甜翻了个大白眼，动了动小手，只见一块大石头从天而降，哐啷一声砸在树杈上。哎呦！这哪儿来的石头啊？是不是你这个小妖怪又……沈大歪，你要想活命，就把嘴闭上。一天天哪儿来那么多废话？小白，快来！常人许是不知，老李家的大白狗绝非普通家犬，那是纯血统的狼王，可以号令全天下的野狼。片刻后，林间出现一抹白色的身影，如鬼魅一般疾驰而来。听到小主人的召唤，大白狼一跃而出，对准头狼的脖子便咬了下去。便见头狼一命呜呼了，狼群如临大敌，纷纷掉头逃窜，几乎在眨眼间就跑没影了。我的天娘嘞！钱宝宝，原来你们家狼狗这么厉害啊，一口就把头狼咬死了。早先我就觉得你们家狗厉害，比牛犊子还壮实呢，今天总算是派上用场了。那当然啦，我家小白是咱们村子的吉祥物。田宝宝，啥叫吉祥物啊？你咋这么笨呢？顾名思义，就是能带来吉祥的物件呗。爹爹，小白不是物件。李甜甜皱了皱小鼻子。对，小白就是咱村子的保护神。嘿嘿，这下狼群不敢再来了吧？头狼被杀了，野狼也都被吓破了胆，估计都躲到老巢去了。一时半会儿不会来了，起码不会进村袭击人类了。闺女啊，等爹把这2头狼扛回去啊，就扒了皮，给你做一个狼皮褥子哈。爹，还是给妹妹做帽子或者围脖吧，带出去多气派啊。中，就做狼皮帽子。你这次又立功了，想要什么奖赏？11哥，
功劳是我大哥和小白的，跟我没关系哦。不，我觉得你的功劳最大，还是要奖赏一番的。卓萧然一脸坚持，这就叫做欲奖之罪，何患无辞。以后再说吧。冯叔叔，你感觉怎么样？疼，钻心的疼，我感觉啊，屁股都没知觉了。那咱们快点下山吧。李万全和李大宝一人扛着一头狼，笑吟吟地跟在后头。狼是他们家打死的，狼肉自然也归他们。哎，老底头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狼肉的，你打算是烀着吃还是炒着吃啊？当然是炖汤喝了，这玩意儿啊，跟狗肉没啥区别。哎，爹，咱们不如吃一头卖一头，还能换点钱花。这能卖出去吗？谁买呀？我买。哎呦，回去后啊，你们记得把狼送到我府上去，就按狗肉的价格算。那可不行，狼肉肯定比狗肉贵，价格也得翻1倍。哎呀，咱们是亲家，你就不能给点优惠啥的？不给，你不买啊，拉倒，反正这东西不愁卖。行，翻1倍就翻1倍。回到村子，厉天天便开始给冯县令取箭头，屋内传出一阵阵杀猪般的惨叫声，屋外却是一派欢天喜地的景象。香香，你再去抱点柴火来，这狼肉太柴了，一时半会儿煮不烂。金麦芽在厨房喊道：嘿嘿！童香香应了一声，跑到柴房抱了一捆真柴，还没走到厨房门口，他就被刘淑贤拦住了。大娘，有事儿吗？你过来一趟。片刻后，童香香走进里屋，见二宝哥也在，心里便慌得厉害。香香啊，你刚来我们家，有些话我还是得说在前头。大娘请讲。你应该知道，二宝是有妇之夫，葵花又刚刚给他生了个儿子，人家两口子感情深厚，经得起考验，不是旁人几句话几个眼神就能影响的。你若还想在我家干下去，最好收敛一些，别动什么歪心思，听懂了吗？刘淑贤表情很是严肃，脸上能刮下2两霜花。童香香闷闷地点点头。我知道了。还有二宝，葵花刚生完孩子，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你每天除了放牛下地外，多匀出一点时间陪陪他。香香到咱家干活，那是他分内的事情，你总跟欠灯似的帮他扫什么院子挑什么水呀？嫌你能耐，还是嫌你有本事？呀，我李二宝臊得满脸通红。此事到此为止，往后再让我看到你们两个有说有笑暧昧不清的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正在画画的奶团子听后往这边瞟了一眼，关键时刻还得是老娘出马呀。其实他也没想到童香香会对二哥有好感，许是到了适嫁的年龄才让他芳心荡漾的吧。况且二哥长得英俊潇洒，会唠嗑，被人看上也在情理之中。一头野狼被李大宝送到冯县令家去了，另一头则直接炖上了。村民们齐聚在老李家，自带酒水，庆祝大伙儿赶跑了狼群，解除了危机。啊，大宝啊，你可是咱们村子里的大功臣啊！来，我敬你一碗酒。真的是，大宝啊，小时候就勇敢，在咱们村子的后生中啊，我最稀罕他了。你可拉倒吧，人家要不是杀了一头狼，你会这样夸他？那该夸呀，也得夸。大宝啊，就是厉害，我咋没夸二宝呢？李二宝无语。我在村里放牛都没机会上山打狼，你怎么夸？冯县令屁股中箭，晚上便在老李家留宿了。
村民们尝了狼肉，都夸麦芽的厨艺好，吃饱喝足后便各自回家去了。干什么？李甜甜剜了他一眼。大晚上不睡觉，干嘛砸我窗户啊？有件事想找你商量商量。卓萧然淡淡道。啥事儿？明日我还想上山一趟，你陪我一起去。李甜甜一听，抿了抿嘴。11哥是想找银矿吧？今天杀死的那2头狼明显是人工养殖出来的，身上还有一道道鞭痕呢。既然有人放养狼群，就说明马岭山上有人类在活动。对，私自开采银矿那是杀头的重罪，必须要尽快把幕后真凶找出来。11哥，你为啥对朝廷的事情这么上心啊？你是皇帝的儿子吗？这丫头，知道了还问。有些事他不好直说，大家心知肚明就好。若是被有心人听去，他躲在杏花村还有什么意义？见11哥迟迟不肯言语，李甜甜莞尔一笑。我今天累到了，腿肚子疼，想歇2天呢。卓萧然忍俊不禁，奶团子这事又想要工钱了。不让你白去，有好处的。啥好处啊？李甜甜眼睛亮晶晶的，往小正太面前凑了凑。卓萧然俊脸微红，轻咳一声。只要能破获此案，我可以替你邀上一功，届时你没准能当上郡主呢。矿藏和盐业是大梁国的经济命脉，特别是规模庞大的银矿，一经开采出来，不仅能充盈国库，活跃经济，还能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。这等功劳，别说是册封郡主了，赏她一个异姓公主都不为过。可是我对郡主啥的不感兴趣啊。难道你真的想当公主？这也不是不行，但眼下甜甜只是县主，不能越过一级直接当公主，要慢慢来。不是，我最近看中了一家铺子，很适合卖一些针织绣品和杂物。看大哥和大嫂那么辛苦，我想给他们开一家铺子。这是实话，大嫂既会捏小泥人，还会针线活，心灵手巧，善于学习。如果给她开一家铺子，便能当成主业去做了，总比在家里做饭刷碗强吧。原来你是缺钱了。11哥，我不缺钱的，只是那家铺子的地理位置好，已经被人捷足先登了，所以我想。你想把那个人赶走，对吧？对吧？这么简单的事情，何必绕那么大的弯子呢？那就拜托11哥啦。我可以帮你，等弄清楚山上的事情之后，我就替你把铺子租下来。成交。次日清晨，奶团子刚吃过早饭，卓萧然便来接他了，进行了一番保证和苦口婆心的劝说，老两口才同意让闺女上山。走到半山腰，袁静匆匆跑了过来，像是出了什么事。小主子，不好了！怎么了？小主子，刚刚探子来报，称看到山上很多人赶着马车匆匆离开马岭山了。什么？这么说，咱们昨日上山打狼，惊动那群人了，他们这才慌不择路，匆忙离开的。有这个可能。李甜甜点点头。如果马陵山地下真的有银矿，那些挖矿贼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对，他们肯定会回来的。既然已经打草惊蛇了，那不妨一查到底。走，咱们继续上山。他倒要看看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偷夸银矿。普通的官员和商人是没有这个胆子的。小白在家闲着无事，也颠颠地跟了上来。进入密林中，周遭变得静谧起来，野鸟和走兽都跑到水草丰盛的地方栖息去了。旱情严重的深山
鲜少能看到什么活物。甜甜，我记得你上面总共有8个哥哥，可是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五哥，他干什么去了呀？怎么了？我五哥哥很小的时候就走失了，至今下落不明。厉甜甜吁了口气。我爹我娘鲜少提起他，每次一念到五哥的名字，我娘就要伤心很久呢。走丢了？卓萧然诧异。那这些年就没有去找过他吗？小主子，这小孩子啊，一旦被人拐跑，就很难再找回来了。是啊，家里人也找过他，可至今都杳无音信，慢慢就搁置了。茫茫人海，想要找一个人，如同大海捞针，希望越大，失望就越大。田宝宝，你五哥长什么样子啊？卓萧然横了他一眼。甜甜怎会知道他的长相？奶团子出生时，李五宝就失踪很多年了，家里又没有画像，他的样貌特征估计连大娘和大伯都忘记了。小孩子在7、8岁以后，长相就逐渐发生变化，到了17、8岁，那简直是判若两人了。11哥，你快看，前面好像有一个大土堆。既然有土，就说明咱们离地下入口不远了。厉甜甜朝四周张望一番，一张稻草帘子映入眼帘，铺在一块岩石的下方。草帘子旁边还有很多新鲜的脚印，甚至还有狼的粪便。哈，找到了！这就是地下洞口吗？二人眼前是一个圆形的洞口，里面黑不隆咚的，一股股潮气涌出来，掺杂着一丝难闻的气味。应该没错了。小主子，田宝宝，你们留在外面，我先进去瞅瞅。元金大哥等一下，这里面许是还藏着狼群或守矿人，他们熟悉地形，一个比一个凶险，所以甜甜放心吧，就凭袁晋的身手，几十人都进不了身的。堂堂禁军统领，怎会被几头狼和几个挖矿贼难住？我也想下去看看。那也得等袁晋回来之后，确定没有危险了，你才能下去。速去速回，摸清地下的情况。是。袁晋应了一声，飞身跳进地坑中，朝地下深处慢慢摸去。2个小包子则是坐在土堆上，拿出豆沙包，边吃边等。甜甜，你五哥若是还活着，现在也该18、19岁了吧？11哥，你好像对我五哥哥的事情很感兴趣啊。哦，那倒不是。卓萧然撇了撇嘴。你们家人都很团结，说是因为五宝哥的缺失而造成家人无法团圆，不是很遗憾吗？厉甜甜轻轻颔首，家人们不提，他也不问，说不定哪天五哥哥就背着行囊自己回家了。甜甜，上次我跟你说的事情是真的。什么事情啊？厉甜甜好奇。就是有一天我离开杏花村了，你会不会想念我啊？这里只是一个临时的避难所，他不能待一辈子。厉甜甜一听，稍稍酝酿了一下情绪，大眼睛很快便蒙上一层水雾。11哥，你走归走，能不能多留下点银元宝和金元宝啥的？卓萧然一阵无语。这丫头是不是掉进钱眼里了？你就那么爱财啊？不是呀，家里人都穷怕了，多存点银钱总归是没错的。若是以后我可以给你享不完的荣华富贵，你还会当小财迷吗？嗨，那多没劲儿啊！生活就该有所波折，过得才有动力。如果天天胡吃海塞，坐在炕上享清福，不运动，会得糖尿病的。卓萧然无奈。
你永远都有理。恰在这时，袁静从洞口爬了出来，他身上和脸上沾着很多泥土，一上来便大口大口喘息起来。呵，这地下的味道啊，太刺鼻了，差点没把我熏死过去。可有什么发现？小主子，这地下有很多分支通道，盘根错节，非常复杂，就像一个大迷宫似的，而且通往地面的出口不止这一个呢。他们肯定留了2手准备，挖那么多出口，就是为了逃跑用的。有没有见到银矿石？找到了，小主子，请看，应该就是这东西吧。地下还有很多呢，成堆成堆的，估计是那群挖矿贼走得太匆忙，还没来得及运走呢。果然是银矿石。甜甜，你也看看。这可比知了哥捡的那块矿石大多了。就这么一块石头，起码能精炼出5两到10两银子。小主子，这地底下还有很多野狼的尸体，有的已经腐烂了，那味道实在刺鼻，所以您和甜甜还是别下去了。袁金大哥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只要把这个带上，就闻不到味道啦。这东西可是宝贝，世间仅此3个。真的只有3个吗？恐怕是你不想往出拿吧，不然成百上千个你都能变出来。甜甜，这东西怎么带呀？是这样的。片刻后，3人顺着地道钻了进去。你如果染上风寒了，回去我不好跟大娘交代。谢谢11哥。小白蹲在洞口处，时不时吸一吸鼻子，他怎么感觉这山里还藏着很多人呢？小主人就这么下去，定是凶多吉少。唉，早知这样，就不让你下来了。嘿嘿，11哥，如果不带上我，你是不是也不敢下来呀？谁说我不敢啊？小主子，那堆矿石就在前面了。我说的没错吧？这银矿石堆得像小山一样高，如果全部融化成银子，估计啊，得有几10万两，甚至上百万两银子了。呵呵，真重啊，得有3、4斤了。天宝宝，那里还有更大的呢，这个应该还没全挖出来，一半埋在土里，一半露在外面。看来这马岭山真是个好地方，外面连年干旱，寸草不生，地下却藏着如此巨额财富，其规模已经无法估计了，没准杏花村的地下也埋着银矿石呢。卓萧然忽然想到一个问题。袁静，这山上闹狼灾多久了？大概1个多月了。1个月的时间，这挖矿贼得偷运出多少矿石啊？11哥，你不能这么算。挖矿排土、破碎矿石、组织人力运输等等都需要时间。还好咱们发现的及时，才没造成太大的损失。他很好奇，到底是谁最先发现马岭山有银矿的？有人来了，小心！袁静大哥，小主子，田宝宝，你们快走，外面有暗卫接应，这些人不敢出去，快走啊！顺着这里爬出去就安全了。快走，我挡住他们。甜甜，小主子，去把他拿下。是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一条通道内忽然传来一阵狼嚎声。山里的野狼不都处理干净了吗？怎么还有狼叫声？许是残留的1、2只也说不定。你们动作快点。好。然而不等刀尖没入胸口，一道白影猛地从暗处扑了过来，对准男子的脖子便咬了一口。啊！狼，是一头白狼！几乎在眨眼间便把歹徒们杀光了。袁静统领，你没事吧？殿下和甜甜被人掳走了，快去追！不好，这暗器上有毒，快把大统领送回村子里去。那殿下和甜甜怎么办？若让圣上和皇后娘娘知道殿下被贼人抓了，他们都得跟着陪葬。这地下洞口颇多，
你先把大统领送回村子，请郎中为他医治，剩下的人随我一起去找殿下，每一个通道和每一个角落都不要放过。是。老李家，这眼瞅着快天黑了，闺女咋还不回来呢？爹。李六宝走过来。妹妹干啥去了？上山去了。前段日子啊，山里闹了狼灾，还进村咬伤了好几个人。高有田他家那小子就被咬了。啊，这么邪乎？那可不，昨天大伙啊上山杀了2头狼。你妹妹许是担心狼群再出来闹事，便跟小11进山瞅瞅。哎，小六啊，你跟春云成亲这么久，咋一点动静都没有呢？这啥动静？你说啥动静？该要孩子了。爹，最近医馆太忙了，我天天忙到深夜才回家，哪有时间要孩子呀？你给人看病重要，还是传宗接代重要啊？爹，您膝下有那么多儿子，不用我来传宗接代吧？这叫什么混账话？难道你不姓李，不是我儿子了？爹，这事儿不急，我四哥和万掌柜不也没有成亲吗？人家下个月就办事儿，就算没成亲，你四哥也有小玲给他养老，你有啥呀？他还以为小六变聪明了，没想到还是那么呆愣。李六宝有点烦，每次一回家，爹就催他生孩子。眼下医馆的老吴掌柜得了重病，他那弟弟吴东升又是个不着四六、游手好闲的主，大事小情、坐诊摸脉、开方进药、盘点库存等等，一大堆事情都落在他身上。大伯，六宝哥，饭好了。童香香吆喝一声。哎，爹，咱家咋还买了个丫鬟呢？花多少钱啊？你问这事儿干啥呀？爹，春云跟我说他家有一个丫鬟，干活利索，手脚勤快，本想送到咱家来的，没想到你们居然自己买了。哎，快别提了，就因为这个童香香啊，你二哥二嫂天天吵吵，一刻钟也不消停。哼！李六宝憋不住笑，正想说什么时，村口忽然跑过来一个人。哎，小六，你快看，那是不是你妹妹？不像呀，好像是一个人背着什么东西。哎呀，不好！爹，咋的了？你说咋的了？今早是袁进跟你妹妹和小11上山的，如今他身中数箭，却不见你妹妹的身影，他们肯定是出事了。也不知道大统领能不能挺过去。我先去找个郎中过来，康嬷嬷，您看着他。我闺女呢？她是不是出事了？暗卫以实话实说。天天和我家小主子都被抓走了。被谁抓走了？挖矿贼。啥？挖矿贼？挖矿贼抓他闺女干什么？我闺女在什么地方被抓走的？你马上带我过去。就在山顶上有一个地洞。哎呀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还愣着干啥呀？赶紧去县城报官呐，让你岳父派捕快上山找人呐。爹，袁进受这么重的伤，我先帮他检查一下伤口。六宝，求你一定救活他。若是死了，小主子定会伤心很久的。我尽力。果然有毒。这是什么毒？有解药吗？不用担心，这种毒不致命，只有麻痹神经的效果。当务之急的是先把他身上的箭伤处理干净。说完，李六宝便开始为袁进取箭。啥？闺女儿被人抓走了？娘，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别问那么多了，你和葵花留下来看家，我跟你爹他们一起上山。娘，你还是别去了，有爹和大宝他们肯定能把甜甜找回来的。真是怕杀来杀。之前妹妹被人伢子抓走，差点把爹娘急疯了，如今她又被坏人掳走了，若找不回来，可就麻烦了。哎呀，你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呀？甜甜的福气那么旺，就算被坏人抓了，
他也能想办法逃出来。哎呀，这次可不一样，你没听说吗？那马岭山上有银矿呢。啊？就是能做成银子的石头，那玩意儿老值钱了。你想想，马岭山下埋着一座银山，歹徒们为了挣钱，能心慈手软吗？这么说，山上的狼群也是挖矿贼养的了？你说呢？唉，我看这次妹妹是凶多吉少了。有句话叫断人财路如同杀人父母，这次妹妹和小11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挖矿贼岂能放过他们？哎呀，闭上你那乌鸦嘴！与此同时，沈大歪家10文、20文、100文，哎呀，这些钱只够买半桶水的。当家的，你再出去借点吧，不然咱家明天连做饭的水都没有了。你让我去哪儿借钱？家家户户都借遍了，能凑够100文都不错了。那咋整呀？没有水喝，难道真的去逃荒吗？王道香急得不行，他娘家的祖坟都埋在杏花村，如果就这么走了，过年过节他还咋回来祭祖啊？往后咱们喝水啊，就不花钱了。程员外笑呵呵地走进来。哟，双双爹来了，快坐。嘿嘿，不坐了，我过来啊，是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。啥好消息啊？老李家的那个小妖怪又被人抓走了，哈哈！只要他不回村子啊，咱们就可以随便去井里打水了，管够。啊？真的假的？啥时候被抓走的？就今天下午，大宝爹和张村长他们已经上山去寻人了。好，太好了。哎，那个刘淑贤一定在家哭呢吧？闺女丢了，能不哭吗？哼，该，活该！就因为那个死丫头崽子，把咱们3家都祸祸成什么样了啊？等会儿啊，我就回家给菩萨上炷香，求菩萨降下一道雷。王道香也咬牙切齿。上次刘淑贤烧我们家的房子，这个仇还没报呢。等他闺女就买几挂响鞭，专门在他们家大门口放。冯县令听说此事后，也带着几名捕快匆匆来到杏花村。亲家母，到底是啥情况啊？况且在他管辖的地界发生了这等骇人之事。唉，你亲家已经上山去找了，具体咋回事我也不太清楚啊。快，立刻上山，务必要把甜甜和卓公子找回来。是。那就麻烦亲家了。哎呀，都是一家人，麻烦啥呀？天擦黑时，李四宝和李八宝也回村了。娘，这几日城里出现很多拉货的马车，上面都盖着毡布，会不会就是挖矿贼运出去的石头呀？李八宝平时就喜欢坐在木匠门口晒太阳，铺子又位于主街上，来往的马车和行人都尽收眼底。小八，你可知道那些马车都去哪儿了？这个我不太清楚，娘如果想知道，我可以去打听打听。行，注意安全。只要能掌握运货马车的动向，就能顺藤摸瓜找到闺女和小11。别看刘淑贤只是一介乡下妇人，但在家里头就属她的心思最缜密。李四宝也没闲着，穿上2件厚衣裳便匆匆上山去了。袁静昏迷了好几个时辰，到了后半夜才慢慢苏醒过来。袁静统领，你感觉怎么样？这是六宝特意给你开的药方，有消炎解毒的功效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小主子和天宝宝，他们，唉，还没有消息。康嬷嬷，你马上带笔一封书信，飞鸽传书，即刻送到府城和京城去，让沈知府和宫中派人过来，封锁马岭山，解救殿下和甜甜。
银矿山如果不及时保护起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我一个奴才写出来的信会有人看吗？事出从急，康嬷嬷可以盖上殿下的印章，他们会听命的。行吧。与此同时，县城郊外的一座庄子内，这哪里来的小孩子？山上那边怎么样了？岳大人在吗？在呢。岳大人。尊城，山上什么情况？可有官兵把守？大人，情况不太妙，已经有人闯进地道去了，还找到了银矿堆放点。他们来势汹汹，属下冒死才逃了出来。看来跟我预想的一样，他们既然敢上山打狼，就猜到地下藏着宝贝。岳青海说完，扫向两个孩子。他们又是谁呀？岳大人，就是这俩孩子带人闯进地道的。哦，小小年纪就敢擅闯银矿，倒是有几分勇气嘛。你为何没杀了他们？大人，属下见那个小男孩有些眼熟，便带回来让您瞧瞧。眼熟？岳青海愈发好奇了。原来是他！真是见了鬼了！东宫太子为何会出现在马岭山上？大人，这两个孩子神出鬼没的，定是带着任务来的，不如先留他们一命，查问清楚，再杀掉也不迟呀。岳青海心里忐忑极了，额头上沁满了细汗，他捏着下巴思忖稍许，忽然冷笑一声。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，看来老天爷都在帮我呢。眼下他最不缺的就是钱，若能让东宫太子做人质，以此来要挟境地，又何愁坐不上龙椅？真是天助我也，天助我也呀！孙成，你去找一间上房，好生照看他们。殿下不管有什么要求，尽量满足便是，吃喝也挑最好的。是。还有，这个小丫头又是谁呀？她之前在宫中浸淫那么多年，怎么没见过这个小姑娘？难道是哪个娘娘新生的公主吗？孙成摇摇头。大人，属下也不知道她是谁，但既然能跟在太子身边，可见她的身份也不简单。好，多一个筹码就多一个机会，你把他们带下去吧。孙成把庄子内最好的房间留给了两个小包子。甜甜，醒一醒！甜甜，别睡了。11哥，他昏迷前只记得自己被人抱走了，后脑勺还挨了一下，现在只要一动弹，脑袋就嗡嗡乱响。完了，11哥，我好像被打出脑震荡了，以后会不会变成小傻子呀？奶团子一脸担忧，卓萧然无语。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？甜甜，我认识那个人，咱们得想办法快点逃出去。哪个人？就是抓咱们来的那个人呢，那些挖矿贼的头领。11哥是怎么认识他的？之前在宫中见过。卓萧然打量一番屋内的摆设，不由嗤笑。区区一个文侍郎，居然敢盗取银矿，他是活腻了。
所谓的文侍郎其实就是一个散官，没有具体职位，官阶并不大，无权参与朝中事务。可就是这么一个人，竟然干出如此惊天大事，可见岳庆海的生活有多奢淫了。11哥，没准这个文侍郎头上还有别的大人物呢。他上头有没有人，还得细细的调查一番才行。当务之急是先逃出去，再做下一步的打算。11哥，我觉得咱们应该留下来，弄清楚文侍郎的具体目的，这样才好对付他呀。近水楼台，摸清动机，总比回村后再派人过来的好。就咱们2个人，力量有限呢。而且岳庆海为人诡计多端，城府极深，想将他一网打尽，恐怕没那么容易。这个好办。奶团子耸了耸肩，把苹果核随手扔了出去。只要让人知道咱们被关在这里就行了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，但有高科技在手，又有小白传递信件，家人们肯定能找过来的。卓萧然听后微微一怔，他怎么忘了奶团子厉害得很，不管是龙潭虎穴还是刀山火海，他都能逃出去。所以嘛，咱们该吃吃该喝喝，其他事情就不用操心了。说着，奶团子又拿起一个橘子，剥了皮后递给卓萧然。那尝尝看。没味道，不吃。卓萧然没接，李甜甜撇了撇嘴，正想说什么时，只见岳庆海背着手走进来，他身后还跟着2名貌美的丫鬟。哟，2位小贵人一定是饿了吧？我让厨房准备了饭菜，快趁热吃吧。岳庆海笑容满面，殷勤得很。卓萧然对这种尝不出味道的饭菜不感兴趣，他冷冷地盯着岳庆海。岳大人，你私挖银矿，圈养狼群，伤及无辜性命，可知这是什么罪名？嚯，看来卓公子知道的不少嘛。狼群的确是我养的，可谁让那群不长眼的村民非要上山呢？你养的狼都跑到村子里吃人了。哦，是吗？不过是几个贱民而已，何足挂齿啊。这跟他要做的事情相比，简直是轻于鸿毛，不足一提。卓萧然听后拧紧眉头。岳侍郎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窃取巨额财富，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享受吧？那当然了，有句话叫能力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我坐拥银山，有几辈子都花不完的钱，何不干一番惊天伟业，造福天下黎民啊？就你？卓萧然一脸轻蔑。哼，恕我直言，你连自己的身材都管理不好，又怎么管好天下黎民之事呢？这就不用卓公子操心了，没有那金刚钻也不敢揽那瓷器活。哼，待宫中回信儿，我再考虑怎么处置你们。哼，你这人真是坏透了。李甜甜鼓着小脸儿，你昧了那么多银钱，只怕是有命赚没命花。岳庆海颇为诧异，紧紧盯着李甜甜。恕我冒昧，你是谁家的小姐呀？我不是小姐，我是公主。哼！奶团子叉着腰，不卑不亢。哦，你又是哪位公主啊？卓萧然心里为奶团子捏了把汗，这丫头怎么张嘴就来呢？她若自诩是什么公主，岳庆海对父皇开出的价码就更大了。谁料奶团子偏偏不走寻常路，随口说道：我是北夏国的双田公主，
我爹可是纵横草原天下无敌的北夏王。你如果敢动我一下，我父王便会即刻发兵，把你大卸八块。远在北疆草原的北夏王和双田公主同时打了个喷嚏，父女二人齐齐地朝中原这边望了一眼，皆是一脸懵逼。岳庆海闻言哈哈大笑起来，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。小姑娘，你口气倒不小嘛！我问你，你堂堂北夏国公主，为何会出现在马岭山上？切，你管得着吗？厉天天翻了个大白眼。我听说中原的山丁子好吃，来摘山丁子不行吗？北夏国公主千里迢迢跑到马岭山上，就是为了摘山丁子吃。岳庆海不由冷笑。还真是童言无忌呀，小娃娃！你以为我是3岁小孩子吗？单单几句话就想蒙骗我？大人，据属下所知，北夏王的确有一个小女儿，在王庭中受尽宠爱，如同珍宝一般。而且属下见这小丫头长得粉雕玉琢，鲜眉亮眼，跟北夏王倒有几分相像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岳庆海皱紧眉头。大人，这丫头如果真是双田公主，那咱们算是惹上大麻烦了。北夏王生性好斗，野蛮凶残，手下还有几十万铁骑，连梁国的军队都奈何不了他们，你又拿什么跟人家斗呀？哼，这丫头是不是北夏王的女儿还另说呢，你怕什么？我真的是哦，我父王长得高大威武，额娘美若天仙，而且我上面还有10几个哥哥，哼，他们都是赤诚沙场的战士，你如果敢伤害我，他们不会放过你的。唉，希望他随口编出来的人物不是真的。上次他编造一个虚拟爹爹，没过多久人家就找上门了，实在是没天理。小姑娘，既然你是北夏公主，为何会跟他混在一起呀？因为我们2个一早就定亲了，北夏王有意把双田公主许配给我，我们私下里见一面，怎么了？厉天天无语。11哥，你比我还能忽悠。这件事还有待确认。岳庆海心里是又惊又喜，如果这个小姑娘真是北夏公主，他可以跟北夏王讨个人情，把公主送回到北夏国去。假以时日，他遇到困难，北夏王念在旧情，也肯定会帮他的。孙成，看管好他们。是。岳庆海又叮嘱几句，便回去眯觉了。夜色逐渐深沉下去，整个庄子都静悄悄的，只有2个小包子的房间还点着灯。厉天天盘腿坐在炕上，吃着下人送来的饭菜。哇，这酱肘子太下饭了，11哥真的不尝尝？没胃口。卓萧然面色有些阴沉，嘴唇干巴巴的，他肚子发出一阵咕咕的叫声，可一看这些毫无味道的饭菜，就一口也不想吃。天天，你那火锅还有没有啊？卓萧然红着脸问。厉天天呜了一声，盯着小正太看了片刻。11哥想吃吗？卓萧然沉默。废话，难道还想让我低三下四的求你啊？奶团子抿了抿嘴。有是有，但我不能白送给11哥啊。可是我身上没带银子。卓萧然瞪了他一眼。既然没钱，那就别吃了。你就不能大大方方的送给我啊？
等咱们逃出去，我再把银子给你。这倒是可以，但是一哥的态度不对哦。奶团子晃了晃小脑袋，小傲娇，你管我要东西还这么理直气壮的，看我咋治你。那你想让我是什么态度啊？当然是有礼有节、谦卑和气的啦。对不起，我做不到。说完，卓萧然便走到软榻旁，直接躺了上去。哼，一顿不吃又饿不死。奶团子瞟了他一眼，把小嘴吧唧得很响亮。真香啊，真好吃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美味的肘子。哎，这个丫头真是坏冒烟了。这个炒藕片也很好吃，像土豆片似的。十一哥，火锅里面就有藕片呢，涮着吃味道更好。还有海带片、土豆片和翠花肠，鲜香麻辣，咬一口唇齿留香，别提有多好吃了。住嘴！我请求你，给我一份火锅吃，好不好？这几句话是他从牙齿里挤出来的，俊脸涨得通红通红的。长这么大，他就没这样求过人，耻辱啊，简直是奇耻大辱。奶团子咯咯咯地笑了起来。十一哥，你太凶了，我可不敢给你。卓萧然咬紧下唇，酝酿了一下情绪，这才放缓语气。甜甜，我求你给我一份火锅吃，回村之后我给你2锭银子。十一哥，你太可爱了。看在你这么乖的份上，我就请你吃一顿火锅吧。不是，这2个小娃娃都被绑架了，他们就不害怕吗？他们又不是普通孩子，一位是当朝太子，另一位是北夏公主，后台一个比一个硬，有什么好害怕的？孙兄啊，那个小姑娘真是双田公主吗？我记得那位公主都17、18岁了，咋突然变成小娃娃了？人家北夏王妃那么年轻，就不能再生一个了？有道理。你还有心睡觉呢？不然呢？你打算怎么给家里送信啊？不尽快把信送出去，暗卫们就找不到这儿来。时间拖得越久，他们的处境就越危险，而且岳青海随时都有逃走的可能。等我睡醒了再说。娘，你眯一会儿吧，总这么坐着哪能行啊？我还不困，你们快去睡吧。也不知道老头子找没找到闺女，一夜都快过去了，咋一点信都没有呢？娘，我去给您泡杯浓茶来。大娘，您看看这是啥？肯定是闺女送回来的。娘，我帮你念。家人们，我和11哥现在很安全，你们不用挂念。请把这封信交给小白，让他闻一闻，便会找到我们了。信的末尾还特意强调，如果找到他们，千万别打草惊蛇，到了该动手的时候，他自会发信号的。娘，你看我说啥来着？甜甜压根就没事儿。甜甜是怎么把信送出来的？真厉害呀，都被抓到贼窝去了，居然还能飞鸽传书。哎呀，这你就别管了。娘，现在你应该放心了吧？老二媳妇儿，你快把咱家狼狗叫过来。小白很有灵性，只要闻了书信的味道，估计不等天亮就能找到甜甜和小11。娘，小白可能是上山了，咱再等等吧。是啊，娘，眼下我爹和大宝他们都不在，等天亮之后男人们都回来了，再去找甜甜也不迟啊。
桂花呀，你把春云叫起来，让她回屋睡。哎，别，娘，我就在这儿趴着，不回屋。天亮时分，一抹红霞映亮了半边天。香香啊，你去外面迎迎，看你大伯他们回来没有。刚跑到大门口，迎面就看见了程员外。哟呵，这小丫头长得真带劲呐！看什么看？大清早的找挨骂是吧？嘿嘿，没事儿，你随便骂，老子今天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嘿嘿。哎，他们家闺女还没找回来呢吧？是不是死在外头了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童香香涨红了脸颊，怒声对道：你才死在外面了呢！得，我不跟你吵吵。你回去啊，告诉刘淑贤，就说呀，他闺女被人琢磨死了，永远也回不来了。你让他抓紧准备后事吧。哈哈。爽爽爹，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咋的？你还不信呐？你闺女死透了，回不来了，回不来了，让我说100遍我也敢。哼！放你家的罗圈币！干啥玩意儿？还想挠我呀？挠的就是你！哼！你个泼妇！别以为你是女人，老子就不敢打你！娘，打得好！两个儿媳妇儿一通拳打脚踢，很快便把程员外揍成了猪头。打死这个败类玩意儿！让你诅咒我闺女儿，我打死你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去院子里把扁担拿来。这是想下死手啊！他本以为老李家的男人都上山了，留几个女眷在家便很好欺负了，没想到却被揍得鼻青脸肿，门牙都松动了。这双双爹被打得老惨了，我都没眼看了呀！哎呀！双双爹去找茬了？对呗，正在大门口挨削呢。不行，我也得过去看看。这么好的机会，他说啥也得刺激刺激刘淑贤。哎，你干啥去啊？哎呀，给我消停的，别咋呼！上次咱家房子都被烧了，你还不长记性啊你？嗨，正因为刘淑贤烧咱家房子，我才去气他呢。哎呀，你别管了。说完，王道香披了件衣裳，颠颠的往外跑。这会儿程员外已经快被打晕过去了。娘，哎呀娘，差不多得了。这把人给打坏了，咱们还得花钱给他看病，我犯不上。打死我也认了。刘淑贤正处在气头上，眼圈都红了。恰在这时，王道香扭着腰走过来，他看了眼半死不活的程员外，嗤笑道：哼，大宝娘啊，你说说你，双双爹也没犯啥大错，你却下这么重的手，真以为有县令老爷给你们家撑腰，你就可以胡作非为了？一旦娘，你们家房子又欠烧了是吧？嘿，你再烧一个试试。你家那小妖怪丢了，你就把气都撒在别人身上，你算是什么玩意儿啊？李甜甜尚且才丢了1天1夜，他们就能免费喝水了，这就说明他们这几户人家的霉运都是那个小妖怪带来的。哼，一旦娘，你信不信我撕了你的嘴？行啊，你撕一个看看，我不把你讹得倾家荡产，我王字就倒着写。倒着写也姓王啊？风春云忍俊不禁。嘿，你管我姓啥呢？以后没有小妖怪给你们家变东西，你们就等着饿死吧！哼，一天天的不干人事，遭报应了吧？活该！李甜甜早就该死了。哎呀，我真解恨呐！你找死吧！大宝娘，我早都看你不顺眼了，今天
咱俩新仇旧账一起算。行啊，那要看你有没有那个本事。臊他丫的，竟然敢欺负咱娘！冯春云，别以为你是县令家的闺女，我就不敢削你了。哼，你打我婆婆，我就打你，跟我爹是谁没关系。话落，他捏紧拳头，对准王道香的眼眶就呼了2下。哎呦，一旦娘，你自己找上门来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老大媳妇儿，你去炉膛里捡几个火炭过来。我的娘啊！大宝娘，你这是……他脏了老娘的手。葵花、春云，给我摁住他！哎，别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老娘不接受你的道歉，摁住他！不要啊，大宝娘，我不是人，我不该嘲笑你闺女儿，我错了，我知错了。大宝娘，看在咱们2家做这么多年邻居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一回吧，我以后保证夹着尾巴做人，再也不来找茬了。哼，你以前就跟我娘保证过，可还是死性不改。你这种烂人就该嘎巴一下的温死，省得出来膈应人。我这次是真知道错了，大宝娘，以后你说往东，我就不敢往西，我把你当成姑奶奶供着，行不行？刘淑贤本来也没想划烂他的脸，只是吓唬吓唬他罢了。故意伤人是要吃官司的，可没想到一代娘的胆子这么小。别看他平时咋咋呼呼、破马张飞的，一旦到了关键时候，他都比不上程员外。做人就该强势一点，狭路相逢勇者胜，这就是刘淑贤在少女时期总结出的道理。一大娘，你且听好了，你以后再敢骂我闺女一句，我不仅要划烂你的脸，还会把你的舌头割下来。冯县令和沈知府跟我家关系匪浅，别说弄残你了，所以你最好别来招惹我，不然我让你家悔不当初。一番话砸下来，惊得王道香冷汗横流，连连点头。我知道了。他决定了，以后那个小妖怪爱干啥就干啥吧，他还想多活几年呢。滚吧！刘淑贤抬了抬下巴。哎，我这就滚。王道香抹了把眼泪，灰溜溜的回家去了。你还躺在地上干啥？刘淑贤瞥了程员外一眼。还不快滚！哎呀，我这腿和脚丫子滋滋的疼，你先让我缓一缓。程员外被打得不轻，吭哧老半天才爬起身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，都没好地方了。他本打算讹上刘淑贤，起码让老李家赔点医药费啥的，可一想到李万全爷儿几个回来，一个比一个横，下手比娘们儿很多了，便打消了这个念头。临近正午时分，已经有村民陆陆续续下山了。冯春云站在门外瞅了一会儿，见张木匠睡眼惺忪地走过来，便拦着他问：张大叔，你见到我公公他们了吗？搁后面呢。哎呀，让伙在山里转悠了一宿，谁都没睡觉，都快困死我了。张木匠摆了摆手，打个哈欠，便回家眯觉去了。又等了片刻，才见公爹领着大宝、二宝等人回来。那山里的确有个洞口，我和大宝还钻进去看了呢。那洞里七扭八拐，乱糟糟的，像迷宫似的，我跟大宝差点没出来。闺女如果是在洞里被人抱跑的，那铁定找不到了。咱家狼狗回来了吗？回来了。老头子，昨晚闺女给家里送信了，她和小11没事儿。真的假的？闺女在哪儿呢？有没有受伤？你自个儿瞧瞧。李万全上下扫了一眼，喜上眉梢。
啊，好，没事就好。老二，你去把咱家狼狗叫进来。须臾，小白颠颠地跑了进来。其实小主人被掳走那会儿，他就可以闻着气味追上去。奈何孙成的警惕性极高，他夹着2个小包子逃跑时，故意在沿途上撒上了烟粉，把气味都给掩盖住了。李万全把书信放到小白的鼻尖上，闻闻看。小白吸了吸鼻子，眸子闪过一抹光亮，旋即掉头就朝院外跑去。哎呀，你等等我呀，慢点跑！李万全跺了跺脚，他拉着布鞋追了上去。老头子，你等一下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咋的了？闺女在信上说了，不要打草惊蛇，即便你们找到藏身处，也别轻举妄动啊。为啥呀？闺女这么做肯定有她的道理，你可别虎了吧唧的往里面冲，冲进去你也打不过人家，把歹徒们惹毛了，闺女岂不是更危险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啊，记得告诉亲家一声，让他多带几个捕快过去，这样也好有个照应。李万全颔首，跟在小白后面匆匆出村去了。暗卫乙得知小主子送回来书信，马上召集所有暗卫，随同李万全一同追踪过去。小主子已经失踪1天1夜了，再不找回来，他们该如何跟皇上交代？与此同时，庄子内，小奶团子一直睡到太阳晒屁股了才爬起来，见十一哥站在窗前，一副愁眉不展的样子，他直接大喊一声：来人，我饿了，想吃韭菜馅饺子。除了饺子外，还有什么吩咐？再给我准备几块桂花糕，泡一壶甜茶，吃完饭再烧点热水，我想洗澡。对了，别忘了准备几件干净衣裳，要绸布缎面的哦。还有，这屋子里的摆设太单调了，你帮我弄几盆茉莉花来。你这小丫头事情咋这么多呢？你是来享福的吗？一旁的卓萧然也扯了扯嘴角，不知说啥好了。咋的啦？厉甜甜白了孙成一眼。我在家时就是这样的。哼，你们要是觉得麻烦，那就把我放了吧。我去准备便是。孙成压下心头的怒火，转身离开了。卓萧然轻笑一声：你在家时也没这么多事吧？厉甜甜嘿嘿一笑：嘿，现在岳庆海不敢把咱们怎么样，不管说啥，他都是有求必应的。既然有人伺候咱们，那就享受一下呗。回家后可就享受不到这种待遇了。眼下咱们该做的是找到岳庆海私藏矿石的地点，然后派人过去查封那里。既然开采了银矿，就要加工淬炼，制成银子。11哥，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咱们无需去问，岳庆海自己就会露出马脚的。你就这么肯定？我也是瞎猜的。昨晚被抓到这里时，他就闻到庄子内有一股奇怪的味道，像是金属熔炼后散发出的硫臭味。他以为自己闻错了，便没在意。可就在刚刚他醒过来时，那股味道愈发浓烈了，甚至有些刺鼻。由此推断，岳庆海开采出的银矿石都在庄子内部消化干净了，他压根儿就没有运到外地。那么大一批矿石，若铤而走险运往别处，便有被官兵查获的危险。11哥，你闻没闻到一股怪味啊？奶团子忽然问道。卓萧然嗯了一声。早就闻到了，像是有人在烧什么东西。是的了，我怀疑这座山庄就是一个巨大的冶炼厂。什么？有80%的可能哦。厉甜甜眨了眨大眼睛。那要如何确认？这个简单，出去逛逛就知道啦。于是吃过早饭后，厉甜甜把孙成叫进来。
大哥哥，这屋子里实在太闷了，我想出去透透气。不行，岳大人有令，让你们老老实实待在屋子里，哪儿都不准去。等时机到了，他自会放你们出去的。山庄内秘密众多，万一被这2个小包子看到，会惹来很多麻烦的。李甜甜听后，眼里瞬间蒙上一层水雾，她吸了吸小鼻子，竟然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。不是，这小丫头哭啥呀？不知道的还以为她欺负她了呢。岳大人千叮咛万嘱咐，让她一定要照顾好这2个小团子，如今把人家惹哭了，再把岳大人招来，她不好交代呀。我在家时想去哪里玩就去哪里玩，家人们从来都不收我。卓萧然见状，隐隐有些心痛。若不是他带着甜甜上山找银矿，他们也不会被抓来了。归根结底是他做事太鲁莽，考虑的不够周全。孙成慌得不行，本想上前哄一哄奶团子，谁料他哭得更凶了。我要回家，我要找父王额娘，你快点放我走。李甜甜边哭边跺脚，委屈的不行的。孙成无奈，这可咋办呀？岳大人说了，不能让2个孩子出去，但在前院玩玩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行了，快别哭了，只许在前院玩半个时辰，到点儿就抓紧回来。11哥，咱们走吧。卓萧然点点头，跟在奶团子身后走了出去。孙成放心不下，跟在后头，紧紧盯着2个小包子。你们2个就在这林子里玩。他得想办法把孙成支开，去后院瞧瞧。只要找到岳青海熔炼矿石的老巢，接下来就好办了。孙大哥，我突然想去茅房。你事情咋这么多呀？我早上吃多了，总不能让我拉裤子吧？那你就在这林子里上吧，回头我再收拾。绝不能让这小丫头离开他的视线，不然会惹祸的。哎呀，孙大哥，你们2个大男人想盯着我拉粑粑吗？就算你有这种嗜好，那我也拉不出来呀。那你就回屋上去，我给你找个工桶。我只想去茅房。奶团子一脸倔强，孙成气得直咬牙，可又不能把他怎么样。往里走，假山旁边就是茅房，快去快回。谢谢孙大哥。便迈着小短腿跑远了。后花园的景致别具一格，如皇家园林一般，亭台楼阁，斜桥倒映。只是刚一走出来，一股股热浪便在空气中蒸腾起来，仿佛一个大蒸笼。正要钻进茅房时，忽然看到2名男子从假山后面走了出来。这真不是人干的活啊，都快憋死老子了。谁说不是呢？若把大炼炉放在地面上还好一些，可岳大人偏偏挪到地下去了，光闻那味道都快把我熏迷糊了。我去！得了，别埋怨，只要把银子炼出来啊，岳大人重重有赏。那倒是，要不是岳大人给足了银子，老子才不遭这罪呢。歇得差不多了，咱快点下去吧。2名男子又嘚吧了2句，很快便消失在假山后头。李甜甜大惊失色，原来岳青海把冶炼厂挪到地下去了，这跟他猜的一样。银矿石运到山庄后，他直接当场消化了，做出成品银子，想怎么挥霍就怎么挥霍。难怪后花园这么热，地下有熊熊烈焰烘烤着，能不热吗？奶团子左右瞧了瞧，见无人经过，便凑到假山旁瞅了一眼，只见一道10尺宽的暗门竖在假山旁边，直通地下。喂，你上完茅房没？赶紧给我出来！马上就好。李甜甜回了一句，佯装系着腰带，哒哒哒地跑了回去。怎么这么慢？
孙成上下打量他一眼。我还以为你掉茅坑里了呢。我掉进茅坑里对你有啥好处？反正是你帮我洗衣服烧水。你如果不怕臭，我现在就跳一个给你看。不是，你这伶牙俐齿的本事是跟谁学的？孙成无语了。对，本姑娘天生就这样，不用学。哼！奶团子晃了晃小脑袋，去前院找十一哥了。卓萧然坐在小马扎上，听完奶团子的讲述，他冷哼道：这岳庆海真是胆大包天，竟然猖狂到这等地步。不行，我得马上通知宫中，让他们派人过来缉拿岳庆海。十一哥，消息已经送出去了。按照时间推算，追活我爹他们应该找到这里来了。啊！卓萧然满脸惊诧，这丫头是什么时候把消息传回村子的？而且岳庆海和孙成居然一点都没有察觉，这也太厉害了吧！事实也的确如此。李万全等人跟在小白身后，一路来到县城，又在街道上转悠片刻，追到县城郊外的一座山庄前。小白很听话，没有主人的命令，他是不会冲进去的。哇，这里居然还有一座庄子呢，我都不知道。看来是这里，没错了。等会儿他就进去把闺女救出来。冯县令遥望前方，难道银矿石都被运到这里来了？8成是的。周师爷轻轻颔首。我听说呀，这庄子里住着一位财主，平时深居简出，鲜少有人见过他。哼，我管他是不是财主，抓我闺女的人都没有好下场。爹，您冷静点，妹妹不让咱们冲进去，肯定是想调查什么，咱们还是在外面等等吧。一众暗卫们也觉得现在进去不太理智，只有静观其变，才有机会救出2位小贵人。然而他们的小动作早已落到岳庆海的眼中了。听完孙成的禀报，岳庆海嗤笑一声：哦，呵呵，居然都找到这里来了，可这对方是什么来头？属下见他们是一副村民的打扮，而且冯县令也在其中。大人，情况不太妙呀，咱们还是早点抽身吧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孙成有些忧虑，岳庆海闻言盯着窗台上的一盆三角梅出了神，良久他才缓缓开口：若被冯县令盯上，的确很棘手。据说那位县令是个油盐不进的人，对他行贿未必能讨到好处啊！说到这里，岳庆海扫向孙成：我很好奇，冯县令是怎么找到这儿来的？难道有人给他通风报信？不可能呀！从昨晚到现在，庄内就没人出去过。那2个小娃娃也睡得很早，消息怎么可能泄露出去呢？哼，这件事暂且不论。矿石还有多少没熔炼完？好，把所有银子都装到马车上去，咱们今晚就走。大人，如果冯县令他们追上来怎么办？你是榆木脑袋吗？岳庆海怒斥一声，嘴角边的短姿抖了一抖。姓冯的自己找上门来，那是他咎由自取，直接安排几个人除掉他就是了。等到了府城，自会有魏阁老护咱们周全。山庄不过是他的中转站而已，府城才是他的大本营。是，属下立刻去办。孙成拱了拱手，转身出去了。然而就在他离开不久，墙角处忽然爬出一只小蜘蛛，他顺着窗户缝钻了出去，一路爬到李甜甜的房间。你回来啦，有什么发现？这其实是一个远程操控的小机器人，有录音和录像的功能。
李甜甜昨晚让小蜘蛛潜伏到岳庆海的房间，就是想听听他藏了什么秘密。甜甜，你在干什么？卓萧然见奶团子摆弄一只蜘蛛，以为他疯了呢。这东西会咬人的，快扔了它！放心吧，小猪是我的宠物，乖得很。奶团子嘿嘿一笑，听完录音后便把小蜘蛛装进挎包中。卓萧然扯了扯嘴角，你这宠物还挺独特。十一哥，我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我都想听。好消息是，我爹爹和冯叔叔他们已经找过来了，就在山庄外面。卓萧然闻言面色一喜，真的吗？若是大伯和冯县令找到这里，暗卫们应该也跟过来了。是真的，岳庆海正打算派人杀了他们呢。他做梦，哼！卓萧然冷哼一声，就岳庆海的那些手下，在地道里可能是所向披靡，可来到地面上，他们根本打不过卓萧然的暗卫。那坏消息是什么？坏消息是，眼下岳庆海正在转移赃物，准备今天晚上就跑路了。哦，卓萧然挑了挑眉，他要逃到哪里去啊？去府城，据说是找一个叫魏阁老的人保护他们。魏阁老？卓萧然惊诧不已，好嘛，原来魏阁老也参与挖矿的事情了，真没看出来呀。十一哥，魏阁老是谁啊？李甜甜纳闷，阁老相当于现在总理的职位，位高权重，很有威望，若不深得皇上信任，一般人可当不上阁老。毕竟是统管中书省和门下省的高级官员，手中的权力不容小觑。卓萧然吁了口气，唉，这个魏阁老一早就致仕了，家住在府城，为人两袖清风，清廉正直，深受百姓们的敬重。可是如今看来，他的慈善都是伪装出来的，还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。若是没有魏阁老的支持，就凭着岳庆海自己，给他8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开采银矿。奶团子的决定是对的，如果一早就让暗卫们冲进来，他也揪不出来魏阁老这个幕后真凶了。十一哥，看来咱们2个也得去府城一趟呢。这次岳庆海转移阵地，一定会把他们2个带走的。只有深入府城，才能将魏阁老和一众歹徒们绳之以法。看来真得去一趟了。说完，他看向奶团子，若有所思道：甜甜，这些消息你都是怎么知道的？能给村里送回消息已经很了不起了，没想到他连岳庆海的上家是谁都知道，这也太神了吧。李甜甜笑了笑说：十一哥，我有秘密武器。什么武器啊？卓萧然不解，难道是那只毛茸茸的小蜘蛛吗？十一哥以后就知道啦。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冯县令，别让他轻举妄动。如果现在就围剿岳庆海，他们2个的计划就泡汤了。我给我爹送封信就可以了。怎么送出去？当然是用飞的啦。10几辆拉货的马车涌了进来，只见一锭锭银元宝像流水一般哗啦啦地倒在马车上。月光下，整个山庄好似一个用银子打造而成的庄园，放眼望去，皆是白花花一片。岳庆海亲自指挥下人们干活。速度快点，别磨蹭。大人，冯县令一行人还在庄外蹲着呢。不是让你解决掉他们吗？大人，那冯县令身边像是暗藏着高手，我怕。哼，废物东西，咱们人多势众，还怕那几个精兵不成？抓紧除掉他们，少废话。不是。
与此同时，厉天天趁着庄内混乱之际，悄悄放飞了无人机。夜色幽浮，无人机飞出山庄，在一片小山丘前盘旋片刻，锁定目标后，无人机开始慢慢下降。爹，您快看，天上有一个东西在飞。李大宝眼尖，一眼就看到那个嗡嗡嗡叫的东西了。李万全正了正神，这是啥玩意儿？鸟吗？谁料话音刚落，一封书信忽然飘落下来，正好掉在李万全的手中。爹，有封信掉下来了。小心点，别把信撕坏了。爹，这信是妹妹送来的，我给您念念。家人们快走，岳青海派人来杀你们了。我和十一哥暂且跟他们去府城一趟，半月内便能回到村子。家人勿念。他们去府城干啥呀？哎，你说呢？冯县令叹了口气，看来那岳青海啊，早就发现咱们了。你没瞧见吗？那庄子里啊，灯火通明，骏马嘶鸣，应该是想把财宝转移走呢。啊，那咋办呀？哎呀，我妹妹还在他们手上呢，不救出来哪能行啊？就按信上说的，咱们别轻举妄动。实在不行啊，咱们也跟着去府城一趟。哎，别去了也帮不上忙，还是老老实实在家等着吧。就凭田宝宝的能耐和小殿下的睿智，区区一个岳青海还奈何不了他们。两个娃娃之所以跟去府城，肯定是发现什么大秘密了。就这么回去吗？嘿，不然呢，咱们去了也是给他们添乱，还是退而求其次，等等再说吧。啊，不好！一名暗卫见几十人从大门口涌出来，想必是来杀他们的，便道：杀手过来了！快走快走！他们人数太多了，咱们打不过。暗卫们则是潜伏在周围，没有离开。既然小主子要去府城，他们也得一同跟去。孙成带着一群手下在山庄外转悠半天，也没有看到冯县令等人的身影。哼，胆小鬼，这就吓跑了。都回去吧，银子装好后，咱们马上出发。是。我说岳大人，你都快富可敌国了，就给我们坐这种破烂马车，你也太小气了吧。小丫头，你不要忘了，你们两个现在是我的俘虏，是在押囚犯，能有马车坐都不错了。要不是看在他父亲是北夏王的份上，岳庆海就让他一路走到府城去。李天天听后不慌不忙道：既然岳大人这样虐待我们，那我也没啥好说的了。话落，他随手拿出2粒药丸，分给卓萧然1颗。11哥，咱们服毒自尽吧，别活了。只要咱俩被毒死，我父王便会率领铁骑南下，削掉岳大人的脑袋，把他的银子全部都抢走。哼！卓萧然无语。这药丸闻着咋有一股苹果味呢？应该很好吃吧？啊！你们从哪儿弄来的毒药？早知这样，就该让孙成搜他们的身。如果这2个小团子真被毒死了，他可担不起后果。那北夏王生性残暴，杀人如麻，即便有魏阁老从中周旋，他也休想活命。你别管我从哪儿弄来的毒药，我就问你怕不怕？奶团子晃了晃小脑袋，岳庆海心里翻江倒海，真是气死他了。想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，今天居然被一个奶娃娃给要挟了。此事若是传出去，他还怎么出来混？丢人呐，太丢人了。你别得寸进尺。嘿嘿，岳大人这么不识好歹，那就撒日那拉吧。说完，他直接把药丸扔进嘴里，使劲嚼了2下，真甜呀，是荔枝味的。
没错，他手中所谓的毒药其实是泡泡糖做成的，有各种美妙的口味儿，自己吃完还不忘叮嘱卓萧然。11哥，你还愣着干啥？快点服毒自尽呀！卓萧然内心哭笑不得，为了配合奶团子演戏，他只好吃了毒药。哎呀，快吐出来，不能吃啊！他还想用太子做人质，以此来威胁皇上呢。就算想死，也不能现在死啊！厉甜甜后退一步，忽然捂住胸口，痛呼道：“啊，我这里疼，我要死翘翘啦！”把药吐出来呀！岳青海红了眼睛，招呼手下：“来人呐，把他们嘴里的毒药给我抠出来，快点儿！”2名手下应了一声，正要上前阻止，厉甜甜忽然吐出舌头，软绵绵地坐在地上。啊，我要凉啦！说，我到底要怎么做，你才肯吐出毒药？我想坐岳大人的马车，这辆破烂马车就留给你吧。岳青海的马车奢华无比，车厢内的陈设应有尽有，宽敞舒适，不比皇上出巡的龙驾差。岳青海一听，直接气迷糊了。可为了能让这2个小东西活命，他只好点头应声。好，我答应你便是。不许反悔哦！奶团子喜笑颜开。我这人做事向来光明磊落，不会反悔。光明磊落？哼，盗挖银矿，圈养狼群，伤人性命，你所做的这些哪里光明，哪里磊落了？像岳青海这种罪名，必会株连9族，抄没家产，祸及好几代人。光明磊落这4个字，跟他真的不沾边儿。去把我的马车赶过来，好生照看他们。是。好甜呐！早知道就吃西瓜味的了。这丫头鬼点子真多，不过也多亏了奶团子，她才能乘坐这么舒适的马车。真好吃呀！甜甜，你就不害怕？怕什么呀？岳青海虽然气气败坏，但也不敢伤害咱们。北夏王这个名号真的好用。等这件事处理完，他就给北夏王寄1盒月饼去，表示感谢。卓萧然忍俊不禁：“你就不怕惹怒了北夏王？滥用人家的名号，在外面招摇撞骗，这做法真的不太好。”惹怒就惹怒呗，我一个小孩子，他能把我怎么样？那你可要注意了，北夏王冷傲得很，且最注重自己的威名，一旦被他知道此事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。哎呀，11哥，你就放心吧。厉甜甜翻了个大白眼，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北夏王远在万里之外的北疆草原上，他不可能知道的。银子都装上马车后，岳青海便吩咐众人即刻赶路，几10辆马车驶入官道，朝府城缓缓而去。次日清晨，老头子，你们咋回来了？咱闺女和小11呢？哎呀，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李万全点点头，端起茶碗灌了2大口。咱闺女和小11去府城了。什么？去府城做什么呀？我也不清楚啊，亲家说呀，让我回来等着，不用着急。哎呀，这能不着急吗？哎，老婆子，咱闺女不管干啥，向来都很有把握，她去府城肯定是干大事去了。你咋那么肯定啊？咱闺女从一个贼窝跑到另一个贼窝，身边都是坏人，她才3岁半呀。哎，老婆子，你别哭啊。哎，大不了啊，我领着老大和老二去府城把闺女找回来呗。
你还上哪儿找啊？刘淑贤推开他，眼圈都哭红了。恰在这时，院门被敲响了。大宝娘在家的没？出来看下狗啊！一蛋娘怎么来了？哼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，你别搭理他。香香，你去开门。哎呀，大宝娘，我给你送点蒲公英，这是玉蛋爹从邻村挖过来的，可水灵了。洗干净直接蘸酱吃就行，如果不嫌麻烦，就剁碎了包饺子，多吃点还能败火呢。哎呀，我们吃不了这么多，玉蛋娘，你拿回去一些，留着自个儿吃吧。哎呀，你还跟我客气啥呀？大宝娘，其实我今日过来是给你们家赔礼道歉的。这几年我做了太多讨人嫌的事情，还总骂你闺女是小妖怪。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，就想着咋跟你道歉呢。大宝娘，大宝爹，我错了。你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见识了。哎呦，使不得，使不得呀！咱两家做邻居这么多年了，吵吵闹闹是避免不了的。往常你说啥难听的我都能忍，但不能侮辱我闺女儿。她呀，是我们家的小福星，也是全村人的掌中宝。你说你总跟着我们对着干，得罪了甜甜不说，还惹得全村人厌恶你们家，这犯得上吗？哎，谁说不是呢？甜甜是我们家的底线，谁敢埋汰她呀，就是跟我们全家作对。你跟沈大歪不知死活，偏偏往枪口上撞，如今吃了大亏，你说说怨谁？大宝爹，你说的对，从前是我们两口子猪油蒙心，不该犯浑。你们能原谅我们一次吗？既然来道歉，你家那口子为啥不来啊？他来了，在大门口站着呢，就是不好意思进来。王道香苦笑一声，李万全朝门外看了一眼，就见沈大歪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看，便长叹一口气。香香啊，你去把你大歪叔叫进来，就说我想跟他喝2盅。哎，知道了。程员外听说沈大歪反水了，这个叛徒居然跟老李家和好了，还上杆子去巴结人家，跟条狗似的，他也不嫌丢人。哼！程员外一边挠墙一边骂，韩氏闻言一脸不解。那王道香是不是昨天被刘淑贤给打开窍了？开什么窍啊？依我看呐，他们家就是过不下去了才去舔老李家的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不准对老李家低三下四的，骨头硬点儿，别见了人家就点头哈腰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出去打听一圈才知道，沈大歪3口人中午在老李家吃的饭，临走前还拿了5、6斤小米呢。既然跟老李家示好能带来这么多好处，为啥他不能呢？想到这里，韩氏特意打扮了一番，扭着腰朝老李家走去。双双娘，你干啥来了？哎，大宝爹，咱进一步说话呗。有话快说，我没工夫跟你扯淡。大宝爹，我今儿个过来是给你们家认错的。今天还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怎么1个2个的都跑到我家道歉呢？大宝爹，我是认真的，只要你肯原谅我，你让我做啥都行。双双娘，你身上长虱子了吧？搁那儿扭啥呢？扭秧歌呢？这男人长了个榆木脑袋吗？我可告诉你啊，我能原谅任何人，唯独你们家不行。谋杀我闺女，还诬陷她的名声，3天2头跑到我家来找茬。你们这种绝户人家，还想让老子原谅你们？纵去吧！哼！哎，
大宝爹，你气性也太大了，我是诚心来给你道歉的。要不我跪下，给你磕2个头？哎，别，我受不起，你还是回去给你男人磕头吧。话落，李万全砰的一声关上大门，继续劈木头去了。韩氏碰了一鼻子灰，热脸贴了冷屁股，心里郁闷极了。他气鼓鼓地来到沈大歪家。干啥？有事啊？姨大娘，你是咋跟老李家道歉的？教教我呗。教不了，出去，我要收拾屋子了。哎，干啥？韩氏连连躲闪。这怎么在老李家吃顿饭，你连好赖人都不分了？咱们是一伙的，你别被老李家给骗喽。他们骗我啥了？骗，甭管骗啥了，他们家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姨大娘，你不是想找刘淑贤报仇吗？走，我跟你去找他。正好他们家闺女丢了，咱们啊，今天好好气气他。气个屁！王稻香跳下炕，一把就薅住韩氏的衣领子。滚出去，以后少来我们家。韩氏心里又惊又怕，完了，革命队友被策反了，他们家以后在村子里就更不好过了。袁静伤口恢复得不错，但还不能下地走动，起码得养半个月才能彻底痊愈。看到暗卫们送回来的密报，他心里七上八下。沈知府可回信了。大统领，哪有那么快呀？奴婢昨个才把信送出去，这会儿信哥恐怕还没飞到府城呢。小主子和甜甜被押到府城去了，得让沈知府做好准备才行。袁静愁容满面，信中还提到了魏阁老，这位曾经朝中的一品大员，人人都称赞他贯通古今，两袖清风，没想到却干出这等龌龊之事。有暗卫保护他们，应该不会出事儿的。况且田宝宝那么厉害，即便到了魏阁老手中，也应该能全身而退吧。事实证明，岳大人，马车里太闷了，我想下来走走。你腿那么短，得猴年马月能走到府城去啊。腿短又不是我的错，岳大人凶什么凶？我岳庆海心里一阵愤懑，不让我下车也行，岳大人帮我找一匹小马来吧，我想吹吹风。这荒山野岭的，你让我去哪里给你找小马？小马没有，大马也行啊。大马都在拉车，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没有多余的了。我看你胯下的骏马就不错，你下来让我骑一圈。这匹马可是他花大价钱买来的，平时自己都舍不得骑，凭啥让这丫头搓磨？不行。岳庆海一口回绝。李甜甜见状，二话不说就拿出一块泡泡糖。我不活了，11个一起吃。很快，岳庆海忍痛割爱，将宝驹让给奶团子，自己则做起了徒步课，慢吞吞地往前走着。没办法，这小姑娘不让她坐马车，还没走到1万步，她就腰酸腿痛脚抽筋，累得直翻白眼。2个小包子却骑在马背上，有说有笑，恣意极了。大人，他们实在太过分了，属下去帮您教训教训他们。孙成看不下去了，气得直咬牙。干什么？那小姑娘可是北夏公主，你动她一下，北夏王就敢杀了我全家。大人，她是不是北夏公主还有待确认，您总不能被她牵着鼻子走呀。等他们到了魏阁老手中，有他们好果子吃的。5天后，车队终于抵达了府城，并在阁老府后门停了下来。李甜甜刚跳下马车，当即看到一名面相慈祥、瘦骨嶙峋的老头站在门口。但如果细看，
便能发现此人的笑容不达眼底，藏着极深的危险，眸光中透着一抹不易察觉的狠戾。特别是看向岳庆海时，他俨然换了一副表情。岳大人，到老夫书房来一趟。魏阁老，我还没给您介绍呢。他们不必介绍了，老夫早就知道了。胆敢挟持太子，这姓岳的莫不是疯了？不过转念一想，有了太子殿下做人质，皇帝便不敢轻举妄动了。他私下里招兵买马，招贤纳士，无非就是想坐上龙椅，把皇帝一脚踢下去，成为大梁国的95至尊。至于岳庆海这号人，不过是他手中的一枚棋子，替他制造银子的工具罢了。啊，魏阁老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岳庆海讶异，难道魏阁老一直派人监视他吗？银矿出事时，老夫就知道了。魏阁老冷哼一声，招呼下人：去，把这2个孩子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是。岳大人，你跟我来。书房内，岳庆海被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。魏阁老一扫人前的慈爱伪装，扬手就扇了岳庆海2个大耳光。你个废物东西，明知道马岭山地下有数不尽的财宝，你却走漏了风声，害得老夫也差点赔进去，你真该死啊！阁老，这件事也不能全怪我呀，是那2个小娃娃钻到地洞去发现银矿石的，要不是我及时收手，恐怕早就被人告发了。您知道我这一路来到府城，心里有多害怕吗？你还敢狡辩？挖矿就挖矿，怎么还把小太子牵扯进来了？这件事一旦传入宫中，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阁老，我也不知道太子为何会出现在马岭山上，许是恰巧从那里路过吧。蠢货！堂堂东宫太子，闲着没事儿往马岭山上跑什么？难道……呵呵，原来是这样啊！岳庆海一脸懵。什么意思啊？小太子年幼时就被送出宫去，躲避朝中的争乱，一直都下落不明。如今他突然出现在马岭山上，可见太子应该藏匿在马岭山周围的某个村子里。皇上啊皇上，你以为自己很英明，绞尽脑汁想保太子的周全，没想到他却落到老夫的手中了。魏阁老阴恻恻地笑了起来，眼里满是欲望和冷意。岳庆海听得云里雾里，低声问道：阁老，您打算怎么处置他们呀？那个小姑娘的来头也不小，据说是北夏国的公主，已经跟太子定亲了。若她有什么闪失，北夏王不会放过咱们的。什么？魏阁老闻言皱紧眉头。北夏国公主？真是离了个大谱。对呀，但是具体是真是假还有待确认呢。属下以为不如顺水推舟，送北夏王一个人情，把公主送回到北夏国去。这样一来，待咱们起兵造反时，没准还能得到北夏王的支持呢。把嘴闭上！别张口闭口就提起兵造反，你不想活了？岳庆海无奈。本来就是嘛，你敢做却不敢承认了。内部人士谁不知道魏阁老近些年来一直在暗中发展势力，招兵买马，囤粮敛财。魏阁老明面上是想让他做皇帝，实则不过是利用他罢了。岳庆海即便再傻，也能看出其中的门路。那小丫头是不是北夏公主，老夫自会调查的。这几日你就安心待在府上，哪儿都不准去。魏阁老交代完，便要走出书房。
阁老，还有一件事，我得知会您一声。何事啊？这个属下离开山庄时已经被清水县县令发现了，他会不会给沈知府和秦刺史通风报信啊？这是岳青海最担心的问题。沈青山的头顶上司便是秦刺史，而且他久居府城，为人谨慎多谋。如果此事传到秦刺史耳中，偷挖银矿的勾当就有暴露的风险。哎，废物东西！魏阁老一听，再次瘫坐在椅子上，用力揉搓着拐棍。哎，我要是你，就一头撞死在外面，还回来干什么？那秦刺史处处跟老夫作对，又跟宫中有密切往来，此事一旦泄露出去，老夫该如何应对？岳青海低着头不说话，只盯着自己的鞋尖看。成事不足败事有余，就你这种人还妄想当皇帝呢，做梦去吧！哼！魏阁老谩骂了几句，拄着拐杖出去。奶团子点了一下小猪后背的播放键，很快魏阁老和岳青海的对话便传了出来。当卓萧然听到起兵造反这4个字后，简直是怒火攻心，差点气晕过去。哼，乱臣贼子，就该下18层地狱。李甜甜倒是冷静得很，她把小蜘蛛装进挎包中，笑了笑说：11哥，看来咱们得抓紧行动了。此刻最要紧的就是先把魏阁老抓起来，再将他手中的势力彻底摧毁。但凡跟他有所牵连的人员，一个都不能放过。而且调查取证需要很漫长的时间，奶团子答应过爹爹，半个月后就回村子，所以不想在外面逗留太久。卓萧然点点头。甜甜能否帮我给宫里送封书信？他知道奶团子本事了得，不管身处何地，他都能跟外界保持联系。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。给宫中送信干啥？当然是让他们派出禁军抓捕魏阁老了。我看大可不必哦。李甜甜晃了晃手指头。这府城最大的官便是秦刺史了，只要告诉他一声，秦刺史自会来调查魏阁老的。皇宫远在京城，送出一封书信要很久才到，待禁军赶到府城缉拿魏阁老，来回恐怕要7、8天的时间。11哥何必舍近求远，费2便是呢？有道理。他没想到这奶团子分析问题竟然如此透彻。那我即刻给秦刺史写封信，让他盯着魏阁老。好，11哥，你知道秦刺史住在哪里吗？不知。那怎么送信啊？原来你也不知道吗？李甜甜心想，她又不是神仙，一封没有地址的书信能送到哪里去呢？恰在这时，岳庆海拎着酒壶晃晃悠悠地走进来，他面色酡红，满身酒气，一看就没少喝。你们2个小东西饿了吧？我吩咐厨房给你们做了好吃的，等会儿就送过来。说完，岳青海便一屁股坐在凳子上，垂头丧气。姓魏的这个老东西，他想私吞所有银钱，一个铜子儿都不分给我。老子忙前忙后为他出了这么多力，到头来却像个破鞋似的把我给抛弃了。他抬起头喃喃地问：那个成语咋说来着？就是扔掉破鞋。岳大人，那叫弃若敝屣。
对，卑下公主真聪明。岳庆海打了个酒嗝，卓萧然眸光一闪，往岳庆海面前凑了凑。看来岳大人跟魏阁老之间也有很多分歧呢。分赃不均便会带来一系列的矛盾，哪怕是亲兄弟也有反目的可能，更别说魏阁老只是想利用岳庆海罢了。当然有分歧了。岳庆海脸色红彤彤的。本以为来到府城，魏阁老会保我周全，可没想到他那么自私，之前许下的承诺都当成屁放了。就在他刚刚喝酒的时候，魏阁老又臭骂了他一顿，言语中满是杀意。岳庆海知道太多他的秘密了，早晚都得被斩草除根。哦，魏阁老都许你什么承诺了？卓萧然试探着问。岳庆海借着酒劲儿直言道：他说让我当皇帝，他当宰相来辅佐我。哼，这两个人还真是异想天开，朝廷就算再软弱无能，也绝不允许他们起兵造反。他还说怕沈知府和秦刺史知道此事，便把所有过错都推到我的头上。我真的太冤了我。早知这样，他就把那些银子运往别处，不给魏阁老送过来了。吃力不讨好，还有被杀掉的风险，真犯不上。李甜甜笑着转移话题：岳大人，你知道府城最安静的街道在哪里吗？什么？岳庆海怔了怔神，不知道奶团子此话何意。就是当官和富人们居住的街道。李甜甜解释，只有确定了这块区域，便能把信送去了。岳庆海想都没想就说：当然是康乐坊喽，秦刺史和沈知府他们都住在那里。这小丫头打听这种事干什么？又想搞事情吗？我听说那里卖的糖葫芦最好吃了，抽空我一定要去买2串尝尝。李甜甜随口扯了个谎，岳庆海哦了一声，也没在意，把壶里的酒喝干净后，他便回卧房眯觉去了。你还真是挺机智的，3言2语就把话给套出来了。那是因为岳庆海喝了太多酒，已经神志不清了。是夜。奇怪了，这是谁送过来的？大人，有您的书信。谁送来的？小人也不清楚，但信上写着一个卓字。什么？皇上就姓卓，但凡跟卓字沾边的都是皇亲国戚，他哪敢置之不理？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呀！没想到一个治世的阁老居然能掀起这么大风浪。你立刻去把沈知府叫过来，就说本官有要事相商。大人，小的听说沈知府去外地了，走得很匆忙，眼下不在府城啊。这个沈青山也太不靠谱了，正是需要他的时候，他却出门了。可知沈知府去了哪里？大人，沈府的管家说沈知府去杏花村了。杏花村？那是什么地方？如此偏远又不出名的山村，他压根儿都没听说过。不知道啊。你去把武参军和高校尉叫过来。是。片刻后，2名武官阔步走进刺史府。刺史大人，有何吩咐？魏阁老要谋反呢。啥？魏阁老的人品和德行都是有口皆碑的，如此德高望重之人，
怎会谋反呢？你把他抓回来，审问一番不就知道了？刺史大人不下命令，我怎敢随意抓人？你们两个别吵了，你们各带500人马，即刻前往魏府，将魏阁老和府内所有人等全部拿下。记住，若见到2个小娃娃，一定不要伤到他们，全须全尾的给本官带回来。他昨夜收到太子殿下的亲笔书信，心里一直很慌，在他的地界上却孵化出魏阁老这种叛臣，还私藏了数量惊人的白银。大人，这咋突然冒出来2个小娃娃呀？你废话咋那么多呢？让你干啥就干啥，问那么多干什么？姓高的，论职位和资质，老子不比你低，你跟谁俩呢？武参军怒火冲冠。咋的，不服啊？要不要打一场啊？都给我住手！再不领命，军法处置。是。与此同时，魏府魏阁老不像岳庆海那般严格，2个小包子除了待在房间外，还可以来后花园溜达。这不，厉甜甜吃饱喝足后来到后花园。哇，不愧是大名鼎鼎的阁老，这花园修建的太气派了。厉甜甜一阵感叹，这里简直是人间仙境一般，花团锦簇，绿水连连。哼，民脂民膏，能住得起这样的宅院，都是魏阁老搜刮抢掠来的，不是正道来的钱财。哪怕是修建一座天宫出来，也都不属于他。那倒是。11哥，等魏阁老被绳之以法后，这座宅子是不是就空出来了？会上交给朝廷的。哦，那太可惜了。朝廷会把宅子卖掉，银钱冲入国库，有什么可惜的？我是说，这么好的宅子，到头来还是要卖给有钱人，我都没住够呢。第一个快看，这是用上等的柳木做的，多好看呐！卓萧然无语，这丫头不会是看中这套宅子了吧？若是送给她也无妨。你真的很喜欢？是呀，很喜欢。既然你喜欢，那就……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！不等他把话说完，花园深处突然传来一阵惨叫声，绕过一片假山，当即看到岳庆海被2名男子摁在地上。魏阁老想杀人灭口。奶团子皱了皱眉，如果岳庆海死了，那跟魏阁老有牵连和勾结的人便会趁机潜逃，不管是出面作证还是指认犯人，都有可用的价值。哼！见2个小娃娃走过来，他缓了缓神，战战兢兢道：是魏阁老要杀我，你们快把他抓起来啊！岳大人，卓萧然眯了眯眸子，我们可以保证你的安全，但是也有一个条件。请说，但凡我能帮上忙的，定会义不容辞。好。卓萧然把他拉起来。岳大人，你可要想好了，你身上背着命案，即便是帮了我，最后也难逃一死。就算是死，我也不死在那老东西的手中。一想到魏阁老那副虚与委蛇的狗模样，他心里就恨得发痒。卓萧然嗯了一声，伏在岳庆海的耳边轻声嘀咕起来：周公子放心，在下保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把那老不死的干过的坏事全抖露出来。咱们回去吧。如果秦刺史收到书信了，这会儿也应该派兵来抓捕魏阁老了。不好了，不好了，官兵来了！啊，怎么会这样？快去通知魏大人！此时正在书房练习字画的魏阁老全然没有料到，刚到手的银子还没捂热乎呢，就要被朝廷收走了。
喂什么喂？有屁快放！魏大人，武参军和高校尉带着2队人马把府邸团团包围了。什么？他们干什么来了？还能干什么？当然是捉拿您呀！昨日岳青海才把银子送过来，今日一早官兵就登门了。他当年之所以能当上一国阁老，全是因为行事小心谨慎，如履薄冰，步步为营。哪怕是让岳青海去马岭山挖矿，其每一个环节和步骤也安排得明明白白，从没出过差错。难道是清水县县令告密了，亦或是府内出了叛徒，想故意跟我作对？不对，就算冯县令想要告密，也不可能这么快。况且他已经派人快马加鞭前往清水县去暗杀冯县令了。但凡知道他偷挖银矿的人都不能活，包括岳庆海在内。你马上去把那2个孩子带过来，堵住他们的嘴。魏阁老正色道，眼下能逃出去的唯一办法就是拿太子做人质，威胁官兵撤军。是。站住！你们是做什么呢？李甜甜轻咳一声。叔叔好，你就是秦刺史吧？秦刺史吧？我姓高，不姓秦。卓萧然深深看了他一眼，忽然开口：难道你就是高校尉高锁堂？哦，你认识本将？岂止是认识啊，高校尉在宫中时还教过我射箭呢。经卓萧然一提醒，高校尉怔了稍许，然后猛地反应过来。秦刺史说过，如果遇见2个小孩子，一定要全虚全伪地把他们带回来。难道就是他们吗？二位，恕本将失礼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你们还是去刺史府避一避吧。把他们送到刺史府去，确保他们的安全。是。高校尉又看向岳庆海，微微挑眉。这位是？高叔叔，他是关键行政人，绝不能死。哦，也一并带走吧。3人登上大马车，一路朝刺史府驶去。武参军和高校尉都是军人出身，没工夫跟魏阁老这种舞文弄墨的文人废话。冲进府后，当即击杀了10几名侍卫，并在书房找到了魏阁老。说，银子藏在哪儿了？高校尉厉声问道。什么银子？魏阁老一脸无辜。老夫一生清贫，不贪财好物。2位军士若想要银钱，老夫这里只有区300两。你们如果需要，便拿去吧。少跟我装糊涂！你指使手下在马岭山挖矿、炼化矿石，制成银锭，又从清水县运到府城，种种罪名还要隐瞒到何时？魏阁老心里仍在猜测，所以说到底是谁告的密呀？怎么连这些细枝末节都掌握得如此清楚？刚刚管家来报，称岳庆海不仅没死，还偷偷跑掉了。难道是他给外面通风报信吗？可即便这样，官兵也不能来得如此迅速啊，就跟提前预备好了似的。老夫不知你在说什么。哼，真是冥顽不化，死到临头了，居然还装糊涂。参军，找到了，那批银子都藏在柴房中，目测得有几百万两。这么多？武参军满脸惊诧。去，把魏阁老给我拿下，押送到府牢去，秦刺史会亲自审问他的。你们以为老夫会束手就擒吗？别做梦了，拉弓没有回头箭，即便老夫死了，老夫的手下也会继续我的事业，直到把朝廷推翻为止。
魏阁老眼底闪烁着凶悍的冷光，枯槁的身躯微微颤抖起来。老东西，真是该死！现在怎么办？他如果死了，其他涉案的人员会继续逍遥法外。午餐君也没了主意，高校尉眉头紧锁，拧成一个川字形。还能怎么办？当然是请大夫过来为他解毒啊！哎呀，恐怕来不及了。午餐君一脸稀黄，请大夫起码要半个时辰才能到，就算给魏阁老解毒，也无法确定他吃的是什么毒药。然而魏阁老等了快1炷香的时间了，却一点反应都没有，甚至比刚才更清醒了。他不免诧异，自己怎么没被毒死呢？还有，他方才服用药丸时，咋感觉甜滋滋的，像是有一股西瓜味儿。魏阁老，看来老天爷还不想让你死呢。乖乖跟我们走吧。魏阁老此刻脸上满是惊恐，这到底是啥情况呀？哪个不要脸的把他的毒药给调包了？秦叔叔，我真的吃不下了。甜甜，是不是馅儿饼不合口呀？秦刺史笑眯眯地搓着手。要不我让厨房再捞几个韭菜盒子？秦叔叔，我真的吃饱了，你看，再吃就撑饱了。好，你们呀就放心在府上住下，等我审问完魏阁老的案子，就带你们在城里转转哈。秦刺史喜笑颜开，乐得眼睛都没了。虽然对外不能宣称太子来访，但秦刺史又怎敢怠慢了他们？秦刺史，魏阁老在府城禁淫这么多年，难道你就一点也没有察觉？完了，这么快就来了。卓公子，下官也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野心呀。您看，魏阁老平日里接济平民，乐善好施，在整个府城也是有口皆碑，人人称赞的，谁成想却……秦刺史，你看问题都只看表面，不顾实质的吗？卓公子，下官知错，下官保证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。你且记住，以后这府城一带，若是再有人敢偷挖银矿，我拿你试问。下官明白。啊，你这府邸太闷了，我想带甜甜出去走走。好，我让夫人和香儿陪你们逛逛吧。片刻后，秦夫人领着一名15、16岁的少女走了过来，一见到小奶团子，少女眼前一亮，连忙凑上来。听说是你帮忙破案的，小妹妹，你可真厉害啊！姐姐好，我叫李甜甜。甜甜，你说话真好听，像银铃似的。我叫秦香儿，你叫我香儿姐就行。香儿姐，你说话也很好听哦，像黄鹂鸟的叫声，清脆悦耳。秦夫人站在一旁，抿嘴笑了笑。这小姑娘长得真精致，若是我的女儿就好了。当着亲闺女的面说这种话合适吗？一定好好照顾他们，遇到喜欢的东西别心疼银子，直接买给他们便是。老爷，那位真的是东宫太子吗？你自个儿知道就行，出去后尽量低调点，管住自己的嘴。我知道了。秦夫人嗔了男人一眼，转身拉起奶团子的手。甜甜，跟婶婶逛街去，我们府城有很多好玩的和好吃的，你想去哪儿就跟婶婶说啊，千万别客气。夫人，我想去干爹的府上转转。甜甜的干爹是谁呀？他干爹啊，叫李有钱。什么？是府城的首富
李老爷吗？应该没错了。看来这小姑娘不简单呐。夫人，你去买点厚礼，等会儿一并送到李老爷府上去。忘不了。甜甜，卓公子，咱们走吧。溜溜达达走出府门。今日天气很好，万里无云，风和日丽，阳光没那么刺眼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相比于清水县，府城的街景要更繁华一些，所见之处皆是富丽堂皇的阁楼和琳琅满目的商铺。秦夫人领着李甜甜来到一家绸缎铺前。甜甜，婶婶给你买几身衣裳哈？好，那就麻烦夫人了。跟婶婶还客气啥？这家店是我们府城最大的绸缎铺子，而且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店，专门经营金银首饰、古董字画和成衣布匹等等。只要是他们家卖出来的货，都个顶个的好。哇，这么厉害！顾家绸缎铺，看来这铺子的掌柜肯定也是个厉害人物呢。秦夫人来了，有一段时间没见到您了，夫人想买什么？哇，顾大掌柜！秦夫人颇为意外，你这大忙人怎么跑到府城的店铺来了？奶团子一见到他就挪不开眼了，不为别的，这位帅小伙跟大哥和二哥他们长得极像，若不细看，李甜甜还以为是见到大哥和二哥了呢。秦夫人说笑了，甭管是府城的铺子还是京城的铺子，都需要有人打理不是？顾掌柜，顾掌柜。秦夫人，敢问这位姑娘是？这是我府上的贵客，今儿个过来就是想给他买几身衣裳。啊，这个好说，哥哥帮你挑选好不好？小妹妹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哥哥，我叫李甜甜。真是人如其名啊，小妹妹长得甜美可爱，这个名字很适合你。顾清衡笑容温婉，李甜甜抿了抿嘴。是我娘亲给我取的。哦，看来你娘亲很会取名字呢。甜妹妹家住哪里啊？作为顾家绸缎庄的大掌柜，这府城内有头有脸的人物他都见过，包括一些富家千金和名门公子等等，他都有所耳闻。只是眼前这位漂亮可爱的小丫头，顾清衡还是头一次见，但能成为刺史家的贵客，可见这个小姑娘来头不小呢。哥哥，我家住在杏花村。李甜甜笑着回道，她觉得天下不可能有这么巧的事情。顾哥哥跟家里的哥哥们，甚至跟老爹都有几分相像。杏花村。顾清衡仔细斟酌这3个字，似乎没什么印象。离府城远吗？很远的，在清水县那边呢，坐着马车也要7-8天才能到。甜甜，我再帮你挑几件小衣裳吧，看中哪个了，哥哥可以免费送给你。哇，顾掌柜居然变大方啦！一旁的秦香儿惊讶道，秦夫人也很纳闷，今天的顾大掌柜好像跟往常不太一样，他似乎很喜欢甜甜呢。哈哈，不过是一件衣裳而已，香儿小姐若是喜欢，在下也可以送您一件。不用了不用了。秦香儿摆了摆手，今天是来给甜甜妹妹买衣服的，我就不凑热闹了。顾掌柜，这钱还是要给的，我哪能占你便宜呢？清衡哥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不过是想送甜甜2件裙子罢了，秦夫人却执意要给银钱。哎，清月，你怎么出来了？甜甜，秦夫人，你什么时候又多了一个女儿？甜甜是我府上的贵客。这个顾清渊说话是真没水平，找他哥哥都差远了。虽然兄妹2人不是亲生的，但自幼一起长大，就算是耳濡目染，
顾清渊也该变得聪慧一些。既然是刺史府的客人，哥哥为何要送她裙子？顾清渊拧紧眉头，他第一眼看到这个小丫头时，心里就产生了一种厌恶感，就好像这小姑娘随时都能把他哥哥抢走一般。毕竟是秦夫人带来的孩子，送她2身衣裳怎么了？清衡哥哥，咱们铺子做的都是小本买卖，说每天都往出送裙子，那生意干脆别做了，直接改成寺院吧，专门接济难民和穷人，再熬点粥，天天免费送吧。清渊，休要胡言，不过是2件裙子而已，你至于吗？当然至于了。清衡哥哥，我爹是让你帮忙打点铺子的，不是让你乐善好施，天天做好人好事的。如果这小姑娘实在喜欢咱们铺子的衣裳，那就挑一件粗布廉价的送给她吧。嘿，顾大小姐，你这是瞧不起谁呢？我们刺史府就算再贫贱，也不会伸手管你们要衣服穿。那件粗布廉价的裙子，你还是留着自个儿穿吧。甜甜，我们走。这顾家绸缎庄，本小姐以后再也不来了。你说什么？顾清渊跺了跺脚，俏脸涨得通红。咋的？还想让我再说一遍啊？顾大小姐，你们这绸缎铺子要不是没有清衡哥帮忙经管，光靠你那2把刷子，估计早就黄摊子了。整日咋咋呼呼，摆出一副高冷孤傲的模样，就你那点傲气，在本小姐眼中分文不值，你还自我感觉良好呢，这真是可笑。顾清渊有些想不明白，不是，这秦小姐今天咋这么大的火气？她明明是想让那个小丫头难堪，秦香儿出什么风头？香儿，不许胡说。秦小姐莫怪，我妹妹她口直心快，出言无状，还请秦小姐别跟她一般见识。顾掌柜，你有这样一个刁钻刻薄的妹子，真是倒了8辈子的血霉了。哼！秦香儿翻了个大白眼，拉着奶团子便走出绸缎铺。卓萧然看足了戏，记住顾清衡的容貌后，也背着双手走了出去。顾清渊气得胸口发堵，我就算扔掉给乞丐穿，也不给你啊！清渊，你闹够了没？人家甜甜是刺史府上的贵客，是座上宾，秦夫人尚且对她客客气气，点头哈腰的，你凭什么给她使脸色？他真是服了，甜甜自始至终都没有说过一句话，二人又是第一次见面，清渊为何这般针对人家？哥哥，我就是看他不顺眼。清衡哥，为了一个外人，你就当众数落我，难道我在你心目中连一个外人都比不上吗？一码归一码，你少岔开话题。明日你便拾掇东西，抓紧回京城去吧。铺子里的大小事情你少插手。我咋不能插手啊？这铺子本来就是我爹开的，清衡哥不过是帮他经营罢了。说到底，你只是我家的小立班罢了。此话一出，顾清渊赶忙捂住嘴，一双杏眸紧紧盯着顾清衡，心里隐隐有些自责。这些年清衡哥最忌讳的就是有人说他是顾家的小立把，所谓的小立把便是奴仆或者打杂跑腿的。顾清衡闻言，眼里流出一抹失望和悲愤。他知道自己不是爹娘的亲生孩子，但这些年在顾家生活，二老待他视如己出，从没让他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。如今妹子说出这种话来，分明是没把他放在眼里，甚至有些鄙视。恰在这时，顾府的金管家走上前来。大小姐，恕老奴多嘴哈，您不该称少爷是小立巴儿。这话若是被老爷或者夫人听见，他们会生气的。我错了，哥哥，我也是有口无心的，你就原谅我一次吧。然而顾清衡却面无表情地扒开他的手，冷冷地走了出去。甜甜，那人说话就是不长脑子，你别生气啊。
香儿姐，我没事的。娘，您说，同样是一个家庭养出来的孩子，顾掌柜跟顾清渊的处事方式差距咋就那么大呢？人家顾掌柜天生就是干大事的人，有气度，有才华。况且他又不是顾老爷和顾夫人亲生的，有差距也在所难免呀。夫人，顾哥哥是被捡来的孩子吗？以他敏锐的观察，很快便把顾清衡跟他走失多年的五哥哥联系到一块儿了。不管是鼻子还是眼睛，乃至全身散发出的气质等等，他都觉得顾清衡是他的五哥，没跑了。不行，他得想办法继续跟顾哥哥保持联系，不能就这么断了。我也只是听说，那顾老爷和夫人年轻时没有孩子，奔波半生却一无所出。顾掌柜好像是他们从庙里领养回来的。说来也怪，顾掌柜到了他们家刚满1年，顾清渊就出生了。市井上的人都说顾清衡有福气，老两口待他也极好，从牙牙学语到读书识字，乃至踏入从商之路，都是顾老爷一手抓的。哇，从寺庙里养回来的？是啊，据说那年顾掌柜才3岁多，是被人牙子拐卖到京城去的。顾掌柜打小就机灵，趁着人牙子不注意，便偷偷逃走了。在街上要不到吃的，便跑到庙里讨食物。娘，顾掌柜温文尔雅，气宇不凡，可见他小时候也很聪明啊。如果顾清衡真的是他五哥，他就得赶快回村去，把这件事告诉给爹娘和家人们。五哥哥走失那会儿也正好是3岁多，种种线索都能跟当年对上。甜甜，用不用我帮你去打听一下？不用了，11哥。作为府城首富，李有钱的府邸自然是奢华气派上档次的。哈哈哈，我闺女来看我了，夫人，你赶紧去把府城最好的厨子请过来，我要大摆宴席，为闺女接风。老爷，咱干闺女真有那么好吗？等你看了就知道了。哎，咱家旺财呢？快叫他出来迎接妹妹。哈哈哈，闺女。干爹好。哎，好好好。李有钱捏了捏闺女的小胖脸儿，转身看向媳妇儿。夫人，你瞧瞧，这是咱干闺女，漂亮吧？老爷说的没错，这粉雕玉琢的小丫头确实很好看。他这些年一直想跟老爷要个丫头，奈何身子不争气，生了旺财那臭小子后，就再也怀不上了。干娘好。哎呦，真好。你干爹呀，从杏花村回来以后，就整天的念叨你呢，这做梦啊都想把你接到府上来住几天。这次过来呀，闺女就别走了，干娘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不行哟。厉甜甜一脸歉意。干娘，我只能在府上住1天，明日一早就回村子去啦。不过干娘放心，等我抽出空来，一定来看望您跟干爹的。要不是顾清衡的事情，他真想留下来多陪陪他们。郑翠萍无奈道：哎，闺女啊，你这好不容易来一趟，就多住几天吧，啊，好不好啊？厉甜甜同样很无奈，都不知道咋拒绝好了。秦夫人见状，笑着解围：啊，甜甜这次来府城啊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办。既然两家的情分都在，那多住1天少住1天都不打紧的。他这么一开口，李有钱才猛地注意到，这不是刺史夫人吗？哎呦，秦夫人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还请恕罪呀。
李老爷不必多礼。听说你是甜甜的干爹时，我也很意外呢。都是缘分使然呀，哈哈哈。秦夫人笑着跟郑翠萍话家常，全然不知道两个小包子已经悄悄跑到后花园去玩了。这里景色秀丽，林木成群，巨大的池塘周围结有垂柳和假山环绕。哇，真是人间仙境啊！古代没有被污染天空，连空气都是甜丝丝的。卓萧然淡淡一笑，正想说什么时，不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惊呼声。你是小仙女吗？声音充满了惊讶和喜悦。李甜甜呜了一声，回头望去，就见一个6、7岁的小男孩站在花丛中。卓萧然微微挑眉，问道：你便是李老爷的公子李旺财吧？在李有钱认奶团子做干闺女时，他就让袁晋把李家上下调查得明明白白，生怕甜甜被坏人骗走。李旺财抿了抿嘴，小仙女送给你的。卓萧然心里已经给他点了蜡，这小子居然敢无视他。谢谢你，旺财哥，我叫李甜甜。呀，你就是我爹认的干女儿吗？这么说，我是你的哥哥喽？是啊，哥哥好。妹妹，我带你去爬山吧，那里还有一间小木屋，是我自己做的。本想点头答应，一旁的卓萧然却冷着脸。小木屋有什么好玩的？都那么大的孩子了，居然还那么幼稚。李甜甜无语。十一哥，你这醋啊都呛鼻子了。小木屋咋的了？有能耐你也做一个。哼，我不稀罕做。甜甜，咱们到前院去吧。十一哥，眼下还没开饭呢，我想跟旺财哥多玩一会儿。说完，他便观察起臭小子的表情，由阴沉变成愤懑，由愤懑变成恼火，但只持续了2秒钟，他又恢复了平静。嘿嘿，妹妹快来，我还有好多好东西给你看呢。2个小包子哒哒哒地跑开了。卓萧然紧紧捏着拳头，只感觉胸口一阵阵闷胀，气得眉头都倒竖起来了。卓公子，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？我在欣赏风景。没见过皱着眉头欣赏风景的。甜甜去哪里了？卓萧然随手指了一个方向，便转身离开了。谁惹小天下不开心了？那小脸阴沉的都能挤出墨水了。是夜，闺女，你咋不吃呢？见奶团子迟迟没有动筷子。尝尝看，这龙虾上笼屉时还活着呢，老新鲜了。谢谢干爹。谢啥呀？这顿晚宴就是特意给你接风的。明儿个回去，干爹去送你哈。甜甜，杏花村好玩吗？谈不上多好玩，但乡亲们都很热情，而且每天都能吃到好吃的。啊，真的？娘，我打住！杏花村山高路远，你一个小姑娘家跑到那里做什么？如果跟老李家沾亲带故还好一些，关键是2家人并不熟络，他怎好让闺女贸然去打扰？哼，娘也太霸道了，出去玩都不让。李甜甜很喜欢香儿姐的直率和聪慧，若把她领回去，没准某位哥哥就脱单了呢。缘分这东西都是串门串出来的。夫人，马岭山上出了那么大的事情，简直是举国震惊。听说沈知府一家都到杏花村去了，秦叔叔应该也会去的吧？言外之意就是秦刺史去杏花村时可以把香儿姐带上。这个婶婶还不太清楚。小殿下不发话，他男人哪敢擅自去杏花村？卓萧然还在生小胖墩的气，加之满桌子的菜品看似精致可口，他却尝不出味道。
这让他心里更加郁闷了。李有钱喝了一杯酒，脸色微微泛红。翠萍呀，你等会儿也收拾收拾东西，明儿个带上旺财，咱们一起送干闺女回村哈。哎，知道了，老爷。郑翠萍笑着点头，她早都想去杏花村看一看了，借着这次机会也能跟甜甜的亲爹亲娘处处感情。次日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2辆大马车便驶出李府，慢悠悠地出了府城，朝杏花村那边缓缓赶去。10天后，老李家，李万全下地回来。哎，闺女咋还没回来呢？爹，您站这儿瞅啥呢？我等你妹妹呢，这都小半个月了，她咋不回家呢？是不是出啥事儿了？爹，不会的，妹妹可能被啥事儿耽误了，咱们再等个1-2天。谁料话音刚落，就见村口忽然赶来一辆马车。男孩子就该出去念书，你姑娘家的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跟二和能一样吗？是啊。沈夫人也附和一声，嘴角含笑。二和聪慧敏锐，一点就通，将来啊肯定有大出息呢。这上来就是一通夸，看来这沈知府2口子还没打算放过二和呢。这沈夫人好像比之前会说话了，专挑那好听的说。香香呀，你去后院捞2条鱼来，等会儿炖鱼吃，再蒸点花卷和糖三角，炒2盘菜。嘿，哎，每次来都麻烦你们，怪不好意思的。麻烦啥呀？我们自己家也得做饭吃呀。你们这一路上舟车劳顿，还是去客房休息一会儿吧。饭好了，我叫你们。好。老婆子，我最近眼皮跳得厉害，感觉要出事儿似的。要不你去庙里给我求个平安符啥的吧。你呀，天天晚上熬夜喝浓茶，睡不好觉，眼皮能不跳吗？哎，咱家老三出去3年多了，现在还不回来，是死是活都不知道，我能不担心吗？这事儿你上火也没用，孩子大了留不住，谁愿意在这山沟里待一辈子呢？实在不行我就出去找找老三。你去哪儿找啊？北疆草原？我去京城的将军府咱家老三最开始是在刘将军手下做事，眼下他音讯全无，还有人说他死了，我实在放心不下呀。一提到将军府，刘淑贤面色一僵，瞳孔明显颤动了一下。见老婆子呆呆地望着他，李万全问：哎，咋的了？没事，这件事等闺女回来再说吧。过几日老四跟万姑娘就要成亲了，你老家的那个古大娘又要来窜门，事情多着呢，你往将军府跑啥呀？大门外忽然传来一阵轰隆隆的马蹄声。马蹄扬起阵阵灰尘。这咋突然来了这么多人呢？来抓人的吗？那好像是宫里的禁军。老婆子咋知道的？猜的呗。那我咋猜不出来呢？他当年把老婆子捡回来时，就觉得她学识渊博，见识广，跟普通的乡下姑娘有着天壤之别，单单从气质上就能看出来。几十名禁军朝马岭山那边疾驰而去，很快村里的百姓们便听说一件事，马岭山被封锁了，连只鸽子都飞不进去。嗨，封山就封山吧，反正那山里啥都没有，连蒲公英都挖不到。嗨呀，你就知道吃，那山上有银矿石呢，随随便便捡回来一块就够咱们吃好几年的了。捡回来又如何？
你会炼银子呀？嗨，这有啥难的？把石头扔进炉坑里，慢慢烧呗。是夜，沈青山留在山上值守，还不忘把冯县令叫过来陪着他。卓公子若是怪罪下来，你一个人兜着，别往我身上推啊。冯县令一口酒差点喷出来，委屈极了。知府大人啊，为了上山抓狼，我屁股还挨了一箭呢，而且还是我最先找到岳庆海的老巢，并派捕快看守马岭山。我这没有功劳还有苦劳，没有苦劳还有辛劳呢吧？这马岭山是你管辖的地界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负责谁负责？我又没说不负责。冯县令啊，我向你讨教一件事儿。冯县令还在怪他刚才说话没深浅，便没有吱声。你当初是怎么跟老李家攀上亲家的？有啥诀窍没啊？冯县令轻哼一声，哼，不知道。沈青山无语。这啥玩意儿，咋这么小心眼儿呢？次日上午，李四宝领着万小玲回来了。娘，我妹妹还没回来呀？那我和小玲成亲，她还能赶回来吗？还没呢，我估摸着明后天就能回村了。用不用我去迎迎啊？谁知道你妹妹是从哪条道上回来的？哎呀，你说你买这些熟食干啥呀？现在天热，这猪头肉不赶紧吃掉就坏了，菜窖都存不住呢。再说你爹已经张罗的差不多了，家里啥也不缺。哎呀，不用非得留到成亲时候吃啊，咱中午就吃光它。然而当天下午，奶团子就乘坐马车回到了杏花村。他一下车，李万全就第一个冲上去，把闺女揽在怀中。闺娘，你总算是回来了，有没有受伤啊？爹爹，我没事。不仅没事，反而还吃胖了好几斤。闺女儿累了吧？你想吃啥？娘给你做。娘亲，我不饿。妹妹可算是回家了，哈哈。哎，只许牵手，不许搂抱。爹娘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是干娘，这位是干哥哥，是他们送我回来的。哎呦，真是贵客呀！我家甜甜在府城承蒙你们照顾了，来，快点进屋喝茶吧。刘淑贤热情极了，两个人就像多年未见的姐妹，凑到一起便开始话家常。别看郑翠萍是首富的妻子，但一点财主的架子都没有。哎呦，我呀，那也是乡下出身。当年旺财爹去我们村子收山货，我爹娘见他一表人才，还会做买卖，便让我陪他喝2杯。哎，后来你猜怎么着？旺财爹呀，这2碗酒下肚，就嚷嚷着要娶我。我跟他那是第一次见面，这哪能说嫁就嫁呢？于是第2天，他就把我领到县城去，买了1兜子糖块和2斤酥饼，还扯上了1块花布，我这才动心的。一提起往事，郑翠萍便打开了话匣子，说起来没完没了。刘淑贤也爱听，续了壶茶水后问他，旺财爹那么富裕，这些年就没娶个小的？哼，他敢！他要是敢娶偏房，看我不阉了他！哎，甜甜娘啊，我看你虽然住在乡下，但这气质啥的却很出众啊，你是不是读过书啊？郑翠萍一脸好奇，明明只是一个乡下村妇，但甜甜娘给人的感觉总是那么特殊，就好像见过大世面一般，尤其是她的眼神总是透着常人没有的冷傲和金贵。刘淑贤莞尔一笑，只是识些字罢了。不能吧？郑翠萍盯着刘淑贤看，正要说什么时，
门外忽然传来一阵惊呼声。哇，这真的是大雁和鹧鸪吗？旺财哥，想不想吃烤鹧鸪呀？想吃，做梦都想吃。李旺财眼里闪烁着小星星。甜甜，阿和说这些鹧鸪都等着下蛋包仔呢，暂时不能吃。放心吧，已经繁殖出一批了，再不吃掉，我们家就成鹧鸪窝了。就连在隔壁跟沈青山和冯县令谈正事的卓萧然也闻着味儿凑了过来。怎么才烤了这几只啊？每个小孩子分到一只，已经不少了。难道他也有份儿？卓萧然瞥向李旺财。当然有份啦。旺财哥长得壮，分到的这锅也是最大的。有一个会做烧烤，还时时刻刻护着他的妹妹，真好。卓萧然强压下内心的不满，悻悻道：我分到的鹧鸪有多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11哥，这里没有你的份儿。行，那你们慢慢吃吧。走进书房，当即看到卓萧然气鼓鼓地瞪着沈青山和冯县令，脸色阴冷至极。卓公子，是下官办事不力，才让乐清海和魏阁老钻了空子，请卓公子恕罪。冯县令，当我告诉你马岭山一带出现狼群时，你就该第一时间派人进山围剿。若是处理的及时，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损失了。是下官失职。冯县令重重点头，卓萧然又扫向沈青山。这一次如果没有秦刺史出手相助，那魏阁老恐怕早都把银子给转移走了。而你对于挖掘银矿之事却全然不知，玩忽职守，推卸责任，让你连降3级都不为过。卓公子说的是啊，下官回去后定派人彻查盗挖银矿的案子，给百姓和朝廷一个交代。等你彻查，黄花菜都凉了。哼，站在那里做什么？有什么事快说。这丫头不会是来给他送烤鹧鸪的吧？嘿嘿，11哥，这个是清热败火的药糖，你想不想尝尝啊？我为何要吃这种东西啊？11哥体虚火旺，舌苔发厚，这种药糖可以帮你降火，还有恢复味觉的功效哦。恢复味觉，一听到这4个字，卓萧然就无比心动。如果靠吃糖就能把味觉失灵的毛病治好，那他以后就不用依赖老李家的饭菜了。那你拿过来给我尝尝。还有吗？有啊，但是得拿着。不等奶团子把话说完，一锭银元宝便塞了过来。先给我来2节。暂时只有这些啦。这些也不值8两银子。卓萧然挑起眉梢。你把银子还给我。不给。李甜甜吐了吐舌头，转身跑了出去。还不快点出去！是。知府大人，小殿下因为这件事儿不会撤咱俩的职吧？若是一撸到底呀，我就不活了。沈青山闻言冷哼道：县令已经是最低官职了，还能怎么撸？他最担心的是自己，生怕殿下动怒罢他的官。堂堂知府如果被派到清水县做县令，那可就亏大发了。卓一潇走进来时，就见这小子正盯着糖块，露出一副痴呆傻笑的表情。啊，11弟，你盯着糖块傻笑啥呢？卓一潇不解，卓萧然回过神。我在想要不要给甜甜再邀上一个。
那是当然的了，甜甜跟着你钻地道斗匪徒，还深入敌穴，配合秦刺史缉拿了魏阁老，破获了这等大案，种种功劳可不会是一句谢谢就能打发的。哦，卓萧然听后似笑非笑。那依九哥看，这一次我该给他邀什么功呢？十一弟，你如果真的感激甜甜，倒不如直接把她娶回来，这比任何恩赐都划算。卓萧然闻言直接喷了口水，俊脸急速涨红。九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甜甜今年才3岁半。呀，十一弟，慌什么呀？我又没让你现在娶她，起码得先把婚事定下来，心里才有着落嘛，是吧？亲事一定，那田宝宝就是名正言顺的准太子妃了，不比县主和郡主更尊贵。简直是馊主意。卓萧然面色发冷。十一弟，九哥说的是真的，难道你不喜欢甜甜吗？卓萧然张了张嘴，挣扎半天，愣是答不上来。他喜欢甜甜吗？这个问题很复杂，很烧脑子。唉，你也不用纠结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也没关系，反正甜甜身边也不缺伴儿，比如县城邱员外的儿子，一表人才，气度不凡，他们两个多般配呀。错过这个村儿，可就没这个店儿了。十一弟，我劝你抓点紧，别等鸡飞蛋打了再哭天抹泪，那可就来不及了。啊，你别说了。九哥还打算在我这儿待到何时啊？啊，你别往我身上扯啊！我是你皇兄，想待多久就待多久。哼！卓一潇翻了个大白眼。好，那我即刻给父皇写一封书信，让他呀……啊，别呀！算九哥求你，这封信一旦送出去，九哥就得被禁足了。卓一潇瞬间服软，见臭小子黑着脸，一副不好惹的模样，他只好悻悻地退了出去。片刻后，袁静端着一碗参汤走进来。小主子，这是康嬷嬷熬的参汤，给您补补身子。卓萧然瞥了汤碗一眼，弯起眉梢。马岭山上是什么情况？小主子，山上已经被禁军接管了，不消数日，工部会派人过来接手银矿的一切事务。采矿挖矿事宜都归工部统一管理，若碰到百年难遇的大矿藏，皇帝也会起驾出宫来到矿区视察的。魏阁老审讯的如何了？属下已经打听了，秦刺史审问完，便把魏阁老和岳庆海等人移送到刑部去了，由他们继续审理。我是问，这个案子有没有牵扯到其他人？肯定是有的。魏阁老心机叵测，老谋深算，居然跟城防营和虎贲军的官员有勾结，在暗中招揽了数万兵马，就等着机会合适杀入皇宫行谋逆之事呢。这次多亏小主子发现及时，不然后果将不堪设想啊。说到这里，袁静压低声音。而且属下还听说，圣上知道此事后龙颜震怒，气得3天没有上朝。他对殿下的英勇和果断很是赞赏，相信过不了多久，圣上便会让您回宫去的。我为何要回去啊？卓萧然拧紧剑眉。此事如果没有甜甜从中周旋，帮我挖出幕后的真凶，跟魏阁老斗智斗勇，单凭我一个人又如何能破获此案？话落，卓萧然眸光一凛。难道说父皇不知道此案是甜甜破的？恐怕不知。一干人都希望您能独揽群攻，这样在圣上面前也……放肆！叫小主子恕罪，是属下办事不力。如果没有甜甜，我能否活着回来还不一定呢。你们却把他忘得一干二净，将所有的功劳都让给了我，此等做法简直是猪狗不如。袁静低低埋着头，大气都不敢喘一下。
他哪有胆子私自干这种事啊？都是朝中的那些老臣，为了能让太子的地位更巩固一些，才想出的这个损主意。卓萧然这次是真的气坏了，提笔便写了一封书信，叠起来塞进信封。马上飞鸽传书，送到宫里。奶团子的这个郡主当定了，若是父皇不应允，他这辈子也不会回宫去。袁静双手接过信封，战战兢兢地出去了。老李家，好吃不？甜不甜？不能吃太多，要以清草为主。下午再陪你玩，去棚子里歇着吧，乖。但看在大辉是百年难遇的射马份上，骑着大辉哒哒哒地跑出院子。大辉驮着奶团子一路飞驰，路边的景致如浮光掠影一般朝身后甩去。李甜甜只感觉耳边狂风阵阵，自己都快从马背上跌下去了。大辉，你这是要带我去哪儿呀？又奔跑片刻，才在一处山坳中停了下来。眼前的这片土地他从未来过，不在马岭山上，傲谷中的景物也很特别。只见一大片葱绿的葡萄藤，枝藤上挂着一串串肥美的葡萄，放眼望去，密密麻麻，数不胜数，仿佛来到了葡萄王国。哇，这是什么地方？为啥长了这么多葡萄？算了，还是先摘一串葡萄吃吧。空间内种植葡萄极其有限，就算有灵泉水的滋润，也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打理。若是全弄回去，然后酿成葡萄酒的话，那收入可比卖鱼和卖青菜多多了。大辉，你个忘恩负义的混蛋马！奶团子坐在葡萄园中，一边吃葡萄一边谩骂。我去，只有大辉才能带他进来。大辉，你给我出来，不然以后再也不给你方糖吃了。一听到方糖2个字，正在跟小母马畅谈马声的大辉抖了抖耳朵，连忙穿过树丛，朝小主人这边跑了过来。见这匹叛徒马跑回来，李甜甜涨红了小脸儿。哼，大辉，这是什么地方？快带我出去！我摘2串葡萄再走。奶团子吧唧一下嘴，这里的葡萄着实太好吃了，摘了无数葡萄存到空间中，这才骑着大辉冲出这片未知空间，一路回家去了。当刘淑贤和李万全看到满屋子的葡萄后，差点惊掉了下巴。我说闺女啊，这么多葡萄你是从哪儿摘来的？哎呀，你问那么多干啥呀？闺女拿回来的，你蒙头吃就是了。冬天的煤炭，夏天的鱼塘，哪一样不是闺女随手变出来的？我就是随口一问嘛，这么多葡萄咱们也吃不了啊，要不就拿到县城卖了吧。爹爹，我想酿葡萄酒。啊？李万全正了正神。闺女啊，这玩意儿还能酿酒呢？他听说过梅子酒、荔枝酒和山楂酒，可唯独没听说过葡萄酒。爹爹，葡萄酒很好喝的，到时候您可以尝尝看。李甜甜笑眯眯道：哎，好。李有钱2口子走进来，看到眼前这幅景象，同样是大吃一惊。哎呦，我的天娘哎！你们家咋突然买了这么多的葡萄啊？旺财娘，快过来尝尝。晚上家里炖土豆酱，旺财娘还没吃过呢吧？啊？这啥是土豆啊？等你吃了就知道了。行吧。郑翠萍轻轻颔首，她觉得老李家随随便便摸出一样东西都新颖得很，比宫廷御膳还要丰富。美女，干爹问你一个问题啊。干爹，什么事呀？你家买了这么多葡萄，是打算卖吗？他知道干闺女福气绵绵，
这些葡萄许是用福气招来的，所以他特意用买这个字眼来代替，生怕有人误以为他干闺女是小妖怪。干爹，我是拿来酿酒的。酿酒？府城内的阔老爷和达官显贵们都嗜好饮酒，而且还不缺钱，吃饭请客要饮酒，孩子上学要饮酒，搬家安宅要饮酒，两口子成亲更要饮酒。这酿酒的生意自古以来都是长久不衰的。他有幸在一次胡人的聚餐中喝过葡萄酒，那味道甘甜无比，满口留香，简直是世间珍品。但民间街坊酿出来的葡萄酒味道总是略差一筹，酸涩呛鼻，甚至无法下咽。如果干闺女能酿出高品质的葡萄酒，那市场前景将不可估量。酿酒好呀，嘿嘿。干闺女，要是缺啥少啥，可以跟干爹说，千万别客气。李甜甜知道他是一片好心，便把自己的需求说出来。干爹，我要酒坛子，很多很多的酒坛子。行，干爹等会儿就去给你买。哎呦，那可不成，甜甜酿酒哪能让李先生买坛子呢？李大哥，咱们现在是一家人，不用分得那么清楚。李有钱拍了拍李万全的肩膀。若甜甜真能把葡萄酒酿出来，我就帮她运到府城去，放在我的铺子里代卖。闺女且放心，干爹一个童子都不会昧下的。这一点他可以拿人品做保证，干闺女的钱他一分都不要，只要她开心就好，只要她开心就好。那都是后话了。李甜甜眉眼弯弯，不过还是要谢谢干爹帮我。千万别客气，这是干爹应该做的。晚饭过后，闺女儿咋的了？谁惹你不开心了？是不是这几日家里人太多了，闺女嫌闹腾啊？不是的，爹爹。爹娘，我这次去府城遇见了一个人。闺女儿遇见谁了呀？我好像看到五哥哥了。闺女啊，你连你五哥哥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，咋确定是他呢？爹爹娘亲，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那个人就是我哥哥。经闺女这么一说，李万全的心里就更没底了。家里人谁不知道，闺女说话一向很准，从没失过言。如果府城的那个人真是走失多年的老五，那他们老两口说啥也得找回来。闺女儿，你是从哪里碰见他的？他现在过得咋样？好不好啊？娘亲，哥哥过得很好，高高的个子，很俊俏呢。而且他是顾家绸缎庄的大掌柜，做起事来不急不躁，井井有条，我很喜欢他。奶团子把在府城的经历的事情讲述一遍，刘淑贤听后又陷入沉默之中。他不管老五是干啥的，有多大成就和本事，只要还活着就好。这是一个老母亲对儿子最大的期盼。如果真是五宝啊，那我就亲自去府城一趟，把他带回来。人家能不能跟你回来还两说呢。丢了这么多年，他走都忘了自己的亲爹亲娘是谁了。你突然跑过去认亲，他能认你才怪呢。不仅不会相认，还会吓人家一跳，从此闭门不见，反倒是会起反效果的。那这事儿咋办呢？李万全急得不行，五宝走失，这是他跟老婆子最大的一块心病。如今好不容易有点眉目了，却又不能直接相认，这等折磨比直接跳进油锅里还煎熬。爹爹娘亲，你们还记得五哥哥身上有啥特征吗？特征啊？哎，老婆子，你记性好，快想想咱家老五身上有没有疤痕和胎记啥的。好像有吧。我记得五宝的屁股上有一块烫伤疤，大概有指甲盖大小。他小时候淘气，
一不小心绊倒在了炉炕边，正好有一块火炭崩出来，落在他屁股上。因为这事儿，他还哭了好几天呢。那就妥了。既然是闺女认准的事儿，那肯定没跑了。等忙完老四的亲事啊，咱们就去府城走一趟。若能见到老五啊，哪怕不能认亲，我心里啊也舒坦了。听闺女说，老五锦衣玉食，吃穿不愁，他在别人家生活的好好的，咱们贸然过去打扰他，恐怕不太好啊。就算老五自个儿愿意相认，他继父继母也不会放手啊。这好不容易养大的孩子，哪能白白让给咱们呢？他们不管咋养，老五也是咱们的亲骨肉啊，还想赖着不撒手啊？切，不信你就试试。闺女儿，去回屋睡觉了。客房内，沈青山背着手来回踱步，不时朝窗外瞟上两眼。啊，你不睡觉转悠啥呢？夫人呐，明天你再去跟二宝两口子谈谈吧，稍微把条件放低一些。你咋不去说呢？你没看见那里老二啥态度啊？上次一提这事儿，那脸子抽抽的。好家伙，我可不去当那坏人。你这人咋这么自私呢？沈青山拧紧眉头，跟老李家攀上亲家，对咱们是百利无一害的。如今甜甜又立了这么大的功，又有小殿下频频美言，圣上定会重重赏赐他的。咱们只要抱住老李家这棵大树，何愁不能加官进爵呀？说我自私，你比谁都自私，张口闭口都是为了升官发财。你不也一样？哎呀，你要不说呀，咱们这趟就算白来了。沈夫人犹豫良久，才一脸不情愿地应了下来。行行行，我明天说就是了，烦死人了。次日上午，李六宝两口子回来了。娘，甜甜穿这种颜色的裙子肯定好看呢，回头我就让成衣铺做几身小裙子。哎呀，你回来就回来，买这些东西干啥呀？刘淑贤埋怨了一句。娘，我不经常回村，听说甜甜去府城走了一圈，危险得很，我跟六宝在家都急坏了。没受伤吧？有没有想六嫂？想啦。甜甜真乖。春云啊。刘淑贤轻咳一声，笑着问：肚子还没动静吗？娘，您管管六宝吧，他几乎天天都睡在医馆里，10天半个月都不回家，一点正调都没有。我都不想跟他过了。难道医馆事情太多，六哥哥忙不过来吗？那也要以家庭为重啊，娶了媳妇儿回来，不是扔在家里当摆设的。更何况春云嫂子还是县令家的千金，哪有这么不解风情的？老六，你到底咋回事啊？生孩子重要还是天天给患者看病重要？哪头大哪头小，你自个儿分不清啊？啊，娘，并非我不想回家，实在是医馆事情太多。老吴掌柜这次病得不轻，他那弟弟吴东升吃喝嫖赌不务正业，我如果再撂挑子了，这医馆就得关门倒闭呀。哎，蠢货玩意儿，那又不是你的医馆，你搁那儿瞎操什么心呐？爹，不是您教我的吗？男子汉大丈夫，做事要堂堂正正，光明磊落。这个节骨眼上，我若甩手不管，无极医馆恐怕就没了。李六宝愁眉苦脸，看向春云的眼神充满了愧疚和歉意。等他忙完这阵儿，就跟老吴掌柜告个假，带媳妇儿出去好好玩玩。那医馆一个月给你开多少工钱呐？让你这么费心？一问到工钱，李六宝就有些汗颜了。月钱不多，一个月只有2两半，这还是后来才涨上来的。若给富贵人家看病摸脉，
偶尔还能得到一些赏钱，但也不多，三瓜两枣的。总之干他这行的，特别是在县城一带，收入都不高，甚至还没有八保挣得多呢。可话说回来，如果能开一家自己的医馆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抛去给患者摸脉开方子外，光卖药材1个月的利润就得是3位数。爹，6把他挣的不多，除掉买菜和日常开销，每个月下来我俩根本攒不到钱。哼，老六啊，你呀就是打肿脸充胖子，自找苦吃。听爹的，你抓紧别当大夫了，想想办法跟春云做点买卖啥的。我看现在收粮和收山货挺挣钱，要不你俩试试？呀，我有个好办法哦。闺女儿，你有啥好办法？六哥哥热衷于医术，之前又下了苦功夫，已经是学有所成了，不能轻易放弃。既然老吴掌柜无力经营铺子，他弟弟又是不务正业、游手好闲的，那倒不如让六哥哥把医馆盘下来，自己当掌柜的。一来能增加收入，填补进项；二来六哥专业对口，不至于改行去干别的。办法倒是靠谱，可就怕老吴掌柜不往外出队呀。李六宝一脸担忧，无忌医馆在县城也算是老铺子了，更是吴掌柜一生的心血。经营这么多年，他跟铺子的感情早已是深入骨髓，就算给再多的钱，他也不会出队的。况且有吴东升那个搅屎棍从中作梗，这家医馆恐怕不太好盘。哼，你问都没问就说不行啊？办事啥的都不如你妹妹。是啊，六哥，抽空咱们去医馆问问吴掌柜，没准能成呢。行吧，那就听妹妹的。午饭过后，爹娘，咱家这大母牛太下奶了，喝不了都浪费了。哎呀，那咋整啊？趁着没坏，你拿到县城去卖了吧。哎，你给儿子留够奶水再往出卖。这个虎玩意儿，自打童香香来到他们家，葵花就整天阴阳怪气的，3天2头还总找人家麻烦。为了避嫌，他现在都不敢跟童香香说话了，就怕葵花撒泼。恰在这时，沈夫人走过来，呀，忙着呢。赵葵花点点头。哟，沈夫人来了，快请坐啊，喝牛奶不？哎，不了，我喝不了生牛奶，熬熟了还行。那我去给你熬一碗来。人家毕竟是知府的媳妇儿，论身份和地位，不知比他高多少，所以该讨好时还是要讨好的。哎呦，可不用了，你别忙活了。刚吃完饭，肚子撑得慌，撑不下了。哎，你们2口子真有福啊，不声不响的又生了个大胖小子，多好啊！家里弄得跟和尚庙似的，满地都是带把的小子，有啥好的？沈夫人突然就觉得这话接不下去了，她就说不来，老爷非让她来。一看到李老二那张黑不溜秋的脸，她自尊心就受不了。二宝，咋说话呢？去把牛奶拎到厨房去。哇，这么多呀，可以做奶豆腐和奶糖啦。厉甜甜舔了舔嘴唇，李二宝笑着问：妹妹还会做奶豆腐？这些钱都能买几10斤细面了，真是有钱烧的。厉甜甜嘿嘿一笑。二哥哥，做奶豆腐可简单了，经过加热、凝固、发酵这几道工序就可以啦。如果喜欢吃甜的，再往里面加点蜂蜜和白糖；如果喜欢酸口的，就加点柠檬汁。但煮的时候要勤搅拌点，不然该糊锅了。你呀，真是个小神童，很多东西没人教你，你却天生就会。二哥如果有你这本事就好喽。二哥，我这也是从一本书上看到的。是，你那本书里面啥东西都有呢。李二宝憨笑一声，
便转身回正堂去了。奶团子说干就干，他把童香香叫过来，然后站在灶台边指挥香香姐做奶豆腐。很快厨房内便飘出一缕缕奶香味儿。沈夫人喝了3杯茶，才把话题扯回来。二和爹，二和娘，上次是我把话说重了，你们不爱听也是情理之中。这回呢，我跟我家老爷是带着十足的诚意来的。二和跟娇儿年龄相仿，又很投机，脾气性格呢也相差不大，所以这事儿咱就定下来吧，不过是娃娃亲而已，距离他们成亲还远着呢。先让2个孩子了解了解，不管有啥难事，咱都商量着来，咋样？沈夫人这意思是还想让我家二和去你们府城生活。只要不提倒插门的事情，一切都好说。刘淑贤坐在一旁没有插话。归根结底，二和是老二2口子的孩子，他把关也就算了，不好轻易插手。二和爹，你这回说反了，我们不仅不会让二和去府城，反而会把娇儿留在你们家养着，你看如何啊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怎么没听明白？把娇儿养在他们家算怎么回事？赵葵花听了连连点头。沈夫人，我看这事儿行，娇儿在我们家，我一定会叫千闺女照顾她的。这事儿回头再说。沈娇儿毕竟是知府家的千金，对乡下的热忱也只是一时新鲜罢了。如果在他们家磕着碰着，或者受了什么委屈，他该怎么跟知府2口子交代？所以凡事不能过早下结论，要明确沈夫人的态度和用心，才能继续往下谈。我看娇儿很喜欢在你们家待着，上次回府城后啊，她天天嚷嚷着要来杏花村住，为这事儿她爹还打过她呢。既然娇儿跟你们家有缘，那便把她留在这儿吧。你们若是觉得烦了，或娇儿待够了，我再把她接回去。李二宝一听，心里没了主意，人家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他再拒绝就有点不识好歹了。知府家的闺女何愁嫁不出去，为什么偏偏盯着二和不放？其归根结底还不是因为妹妹福气旺，能耐大，能招来好运吗？刘淑贤抿嘴笑了笑。娇儿娘啊，依我看，既然2个孩子能玩到一块儿，就说他们缘分不浅，将来到一起过日子也没啥说道。夫人若有意促成这门亲事，我们家自然是愿意的。但娇儿跟二和眼下年纪还小，都以各自的目标为重，所以没必要把孩子留在我家养着。你呀，该领还是领回去。这门亲事若能定下，便不会轻易反悔的。沈夫人闻言，心里乐开了花。看来老李家也不是那么不近人情嘛。你瞧，这一说就通了。行，那明儿个我让他爹进城一趟，买点酒菜回来，咱们摆上几桌，就当是给2个孩子办定亲宴了。沈夫人乐得合不拢嘴，刘淑贤笑而不语，抬头看了二宝2口子一眼。赵葵花自然是愿意的，就算二和将来真的成了沈家的上门女婿，她也绝无二话。只要孩子能大富大贵，高人一等，不比在乡下窝一辈子的强。李二宝纠结半天，才闷闷地开口：咱丑话说在前头，做倒插门的事情以后不许再提了。将来就算2个孩子长大了，二和也要名正言顺，风风光光的把娇儿娶进来，而不是改名换姓，去你家当上门女婿。沈夫人又一下子被刺激到了，这话说的，就好像她闺女烂在家里嫁不出去了似的，能这么低三下四上杆子来找你商量这事儿，全是看在田宝宝和小殿下的面子，不然她又怎会纡尊降贵，让娇儿嫁到乡下来？夫人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说的自然在理。
往后啊，娇儿就是你的儿媳妇了，你可得好好管教管教她。啊，不敢不敢。奶团子在厨房忙得热火朝天，把2个大灶台都占了。甜甜，你看这样行不行？香香姐，差不多了。她这次做出来的奶豆腐里面掺了不少蜂蜜和白糖，加之牛奶特有的清香，吃在嘴里香甜可口，美味无穷。卓萧然的鼻子比狗鼻子还灵，闻着味儿就凑过来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好吃吗？妈，十一哥，这是奶豆腐。我吃过这东西，但是别人做出来的样式都是造型精美，色泽光鲜，为何你的奶豆腐奇丑无比呢？好吃就行吧，哼！他又没有模具，又没深加工处理，怎么可能做出色香味俱全的奶豆腐？这个臭小子就是故意来气他的。不给你吃。哎呀，我给钱，一定银元宝买1斤奶豆腐，可以吧？10锭元宝我也不卖。十一哥如果馋了，可以让康婆婆给你做。那如果我说你马上就不是小仙主了，你该怎么感谢我？啥？你把我县主的爵位给扯下来了？你这是什么脑回路啊？我是说，你可能要被册封一个比县主还要高的爵位，这都是我帮你争取来的。为此，你给我1斤奶豆腐吃，不过分吧？为此，你给我1斤奶豆腐吃，不过分吧？哦，原来我要做公主啦！他对什么公主、县主之类的东西不感兴趣，做人嘛，最重要的就是开心。卓萧然额角淌下一滴冷汗。不是公主，你如今的品阶只能当郡主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可以有自己的郡主府，可以随意出入皇宫，每年所得的食役和俸禄要比县主多出10倍还不止呢。你要知道，只有皇帝的孙女儿、外孙女儿和侄女儿等才有资格被封为郡主，亦或是朝中亲王的女儿才有这种待遇呢。父皇当初破格册封甜甜为县主，已经在宫中引起不少争议，若这次还能追加封赏，让她做郡主，恐怕又会是一次震动。说完，他本以为奶团子会激动不已，谁料他还是那副淡淡然的表情，像是在谈论别人的事情。十一哥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是不是就为了几块奶豆腐呀？厉甜甜歪着脑袋问他，这丫头说话咋一点情面都不留呢？她费劲巴拉的给奶团子邀功请赏，他不领情也就算了，居然连一块奶豆腐也不给他吃。哼，罢了，你这东西外面粗糙，卖相极差，这好不好吃还另说呢。哼，不吃就不吃，不用这么挖苦我呀，又不是送不出去了。哼，香香姐，你来尝尝看。甜甜，咋的了？香香姐，十一哥说我做的奶豆腐不好，你帮我评评理。一定要实话实说哦。香香姐为啥不吃呀？这东西又没毒。简直是人间美味。好吃，甜甜，这奶豆腐真的太好吃了。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奶豆腐，没有之一，比县城点心铺子卖的还好吃呢。真的吗？看来一次就做成功了，他内心装满了成就感。是真的，甜甜也尝尝看，保证吃了不后悔。绝了！卓萧然站在一旁，真的有那么好吃吗？不好吃，这奶豆腐有毒哦，十一哥还是别尝试了。卓萧然不禁懊恼，完了，又把奶团子给惹毛了。卓萧然趁奶团子不备，端起簸箕就往家跑，那奔跑速度简直如100米冲刺，眨眼间就没了踪影。待奶团子反应过来时，他眼前早已经是空无一物了。
11个！你居然抢我的零食！李甜甜跺了跺脚，小脸涨得通红，但心里又憋不住乐。这个小傲娇，平日里装模作样，一副不是人间烟火的死样子，可每次看到她捣鼓好吃的，她都巴巴地凑过来，要么是花钱买，要么是拿别的东西换。可如今她却当起了小强盗，直接上手抢了。下次见到她，说啥也得要2锭银元宝才行。时间一晃，就到了李四宝跟万晓玲成亲这日。哎呦，恭喜恭喜啊！四宝居然又娶了个新媳妇儿啊！我听说是县城福满楼的掌柜，那有的是钱呐！哎呦，四宝这小子啊，可真有福气啊！哎呀，那肯定的呀，家里有个福娃娃保佑他们，不走运才怪呢。哎，你们瞧见没？哟，那个万掌柜长得貌美如花，太好看了，跟四宝的前妻相比啊，那简直是云泥之别呀。那肯定的，从前四宝是倒插门到老钱家去的，那个钱春芳泼辣刁蛮，是活都不干，哪个男人能受得了啊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今天是人家大喜的日子，你总提四宝的前妻干啥呀？这故意添堵呢是吧？您就是李财主吧？老哥千万别这么叫，我不是啥财主，快坐。哎呦，还谦虚啥呀？我听说李财主可是府城首富，有花不完的钱，甜甜能认你当干爹，真是有福分呀。老哥，这话说反了，认甜甜做干闺女，那是我的福分才对。瞧瞧令郎长得风度翩翩，一表人才啊，将来啊肯定是做大官的材料呢。李旺财无语，这位叔叔，你哪只眼睛看我一表人才，风度翩翩了？他现在都快胖成肉球子了，爹娘整天让他减肥呢。就这副模样，跟风度翩翩根本不沾边吧，大腹便便还差不多。见这位乡亲不停地溜须拍马，便知道他是有事相求。李有钱轻咳一声，瞥了高有田一眼。老哥呀，你过来是不是有啥事儿呀？不妨直说，若是我能帮上忙的，定会义不容辞。毕竟是跟干闺女一个村子的，遇到点小困难，他不能袖手旁观。也没啥事儿，李财主想多了。不说可没有机会喽。叔叔，我爹向来很大方，您有啥难事儿就直说吧，我爹能帮的肯定会帮的。真的？那我可说了。李有钱颇有耐心，听完高有田的讲述，隐隐有些犯难。哎呀，老哥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些年一直没有参与过做豆腐的买卖，都是跟钱庄酒楼和布匹丝绸打交道。何况你每天提供的豆腐数量极其有限，我也帮不上啥忙呀。但做豆腐这方面他真的不太擅长。有田叔，你咋的了？为啥满头大汗呢？有田叔，这种事我能帮上啥忙啊？高有田的意思他都懂，无非就是想让干爹帮他在府城开一家更大的豆腐铺子罢了。甜甜，那李财主可是你干爹呀，你说话肯定比我好使啊。如果不好使，你可别怪我。啊，不怪你。干爹，要不您就帮帮有田叔吧，他……好的。这次李有钱几乎想都没想就点头答应了。不是，这人也太阴阳了吧。郑翠萍悻悻地看着自家男人，都不知说啥好了。人家老乡苦苦哀求那么长时间，他就是不松口，还摆出一副很难办很苦恼的样子。可干闺女只一句话，他就巴巴地应了下来。不过我有一个条件，眼下你的铺子规模太小，跟府城的豆腐坊不好竞争，所以要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做起。我看你们县城人口也不少，
豆腐坊寥寥无几，所以就先从县城开家铺子试试看。如果生意火爆，百姓认可你的豆腐了，咱们再考虑去府城开，如何呀？高有田闻言愣了老半天才反应过来，他首先感谢的不是李财主，而是身旁的小奶团子。田天佑，你让有田叔咋感谢你才好呢？高有田感激涕零，泪水哗哗往下掉。他这么些年就一直想要开一家自己的豆腐坊，但囊中羞涩，能力有限，加之天遭大旱，黄豆的收成也不好，所以他的梦想便一直搁置了。如今奶团子单单一句话，就让李财主乖乖掏钱给他开豆腐坊，这等恩情实在是无以为报啊！有田叔，你咋还哭了呢？我是感动哭的，你别管我。李有钱呵呵笑个不停，他觉得杏花村的百姓都可爱极了，不像是府城那冷冰冰毫无人情味的地方，每个人眼中除了金钱和利益，便是男盗女娼那些破事。家里被装点一新，到处都充斥着新婚喜庆的气息。李四宝作为新郎官，自然是要挨桌敬酒的。来到魏老蔫这桌时，魏大花和魏二花都一脸羡慕地看着四宝，心里说不出来的嫉妒。爹说了，如果李老四没有心仪的人，就把二花许配给他，奈何被万掌柜给捷足先登了。四宝啊，恭喜你啊！日后那福马楼就是你的了。哎呀，老蔫叔，我只是帮小林看管酒楼罢了，若论下来啊，我只是跑堂的，不足挂齿。你听听，这话说得多谦虚呀！你呀，就是命好，明明都有个儿子了，还能娶到万掌柜那样的黄花大闺女。哎呀，不像我家大花哦。一提起自己那糟心闺女，魏老蔫就愤懑不已。在外面吃喝嫖赌，游手好闲，你说我咋摊上这么个狗女婿呢？哎呀！李四宝笑着安慰了几句，又去别桌敬酒了。卓萧然不喜欢这闹哄哄的环境，把礼物送过来后，便回书房吃奶豆腐去了。小主子，这奶豆腐是甜甜亲手做的吗？康嬷嬷端着一杯茶走进来，笑着问。卓萧然了一声，稍稍有些嫌弃。卖相嘛，真的不咋地，但是味道却很可口。康嬷嬷不妨尝尝看。哎呦，奴婢不敢。我让你尝你就尝，看看跟你的手艺比哪个更好。是。哇，这味道香甜可口，奶味浓郁，着实不错呢。是吧？我也这么觉得。不知这一簸箕奶豆腐，小主子是花多少钱买来的？卓萧然淡淡的呷了一口茶水，微微一笑。一个铜子都没有花，这奶豆腐是我抢来的。估计奶团子现在还在生他的气呢。康嬷嬷无语。堂堂东宫太子，如今都沦落到抢吃屎的地步了。恰在这时，卓一潇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，一看到簸箕里的奶豆腐，他瞬间走不动道了。啊，这是哪儿来的？九殿下，这是甜甜亲手做的。啊，十一弟，你居然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吃独食啊！卓一潇瞪大眼睛，不可思议道：亏九哥对你那么好，你太让我寒心了。家里谁不知道，只要是奶团子捣鼓出来的东西都是极其美味的。九哥若是想吃，可以去甜甜那里买。卓萧然不冷不热，
卓一潇气坏了，快步上前，伸手就把簸箕端了起来。臭小子，这奶豆腐现在归我了！哼！说完，也不管臭小子同不同意，卓一潇掉头就跑，几个转身便没了踪影。九皇兄这么大的人了，居然还抢他的奶豆腐吃。而此时坐在房顶上吃奶豆腐的卓一潇，全然不知自己的举动把十一弟给气病了。当天夜里，奶团子来帮卓萧然摸脉时，发现他全身高热不止，呼吸也很粗重。甜甜，我家小主子这是怎么了？婆婆，十一哥这是急火攻心，被气倒下的。唉，真不知道他为啥生这么大的气。做人嘛，开心最重要啦。急火攻心，就为了几块奶豆腐，他至于的吗？万晓玲自从吃了六宝开的药，逐渐正常了，而且有奶团子亲自为他调配的烫伤膏，让之前身体上的疤痕慢慢淡化了，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。这不，新婚的第一天，万晓玲便早早起来，钻进厨房烧火做饭。童香香站在一旁搓了搓手。夫人，还是让我来吧，这不是您干的活。哪能让少奶奶亲自干活呢？这要是被主家看见，非训她不可。你叫我小玲就行，别一口一个夫人的，我听着别扭。去，帮我舀点水来。她干活很利索，从不拖泥带水。呀，小玲，这么早就起来了，我多睡会儿。二嫂来了，我叫青，睡不着，有点动静就得醒过来看看。二嫂早上想吃点啥，我给你做。哎呦，可不用啊，你是家里的新媳妇儿，该歇还是要歇的。正因为是新媳妇儿，才要在公爹和婆婆面前表现一下啊。这是要给爹娘去敬茶呀。该有的礼数不能落下。二嫂，你帮我看着点地瓜，我去敬茶了。哎，小玲，等一下。二嫂，怎么了？有啥话就说，不用跟我见外。那我可就说了。小玲，你们酒楼还用不用帮手啥的？你看看我，孩子也生了，奶水也不用我管，在家有娘帮我看孩子，我一天天闲得慌。想去你那儿打打杂，帮帮忙啥的，行不行啊？二嫂，你去我那儿能干啥呀？厨房有大厨子管着，前厅有跑堂的小二，采买之类的也有我家四宝负责。目前真的不缺人了。并非不缺人，而是他不敢聘用二嫂，关起门都是自家人，他哪敢指使二嫂干活呢？若说几句难听话，二嫂心里肯定不好受，可如果放任二嫂在店里磨洋工，对其他人又不公平。这些年万晓玲做生意，总结出一个大道理，能不用亲戚的地方就尽量别用，宁可去外面花钱雇人，也别跟自家人合伙干买卖。本来相处的挺好，没啥矛盾，可一涉及到工作方面，这性质瞬间就变味儿了，最后可能闹得脸红脖子粗，连妯娌都做不成了。小玲，你是不是嫌我干活笨呢？你放心，我啥脏活累活都能干，就那100斤的麻袋我都能扛起来呢。不是的，二嫂。万晓玲摇摇头，我们酒楼不缺帮手，如果二嫂想去县城找活，我可以帮你推荐几个铺子，那里的掌柜人都不错，工钱也不会少给你的。这还一家人呢，哼！赵葵花翻了个大白眼，就连这点小忙都不帮，这算是哪门子一家人？看来这位二嫂以后不太好相处呢。
小玲，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咱俩都成亲了，你有啥事儿可以跟我说。万小玲听了，沉吟稍许，把二嫂对她说的话讲给了四宝。小玲，你别跟她一般计较，我二嫂啊，就是那种口直心快的人。等会儿我去跟她谈谈。有啥好谈的？不行就是不行。万小玲很坚持原则。啊，是，都听你的。是，都听你的。小两口无暇缠绵，酒楼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他们处理呢。吃过早饭，二人便坐着马车去县城了。奶团子昨晚帮十一哥摸麦累着了，早饭都没吃。小懒虫，太阳都晒屁股了，快点起来，娘给你包了馄饨。闺女儿，前几日秦刺史来信，说想来咱家看看，你知道这事儿吧？厉甜甜点点头。知道。那算算时间，他们今儿个应该就到了。你跟娘说说，那刺史一家喜欢吃啥，娘得提前准备准备。娘亲，明湖大茶粥就行了，秦叔叔和秦夫人不挑食的。哈？就呼大茶粥吗？这是不是太草率了？娘亲，秦叔叔没有那么大的架子，他们自己在家里也吃大茶粥。如今县城里的有钱人都不兴这么吃了，人家要养生。行，那中午咱就呼大碴子。刘淑贤抿嘴笑了笑，洗脸去了。沈知府去马岭山转悠了一圈，见官兵和工部的人员陆续到位，便溜溜达达的下山了。老爷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干啥？有事快说。老爷，你没听说吗？秦刺史一家今天就要到了，咱们是不是该躲一躲呀？来就来呗，有啥好躲的？沈青山不明白，人家小殿下尚且还在杏花村呢，不管有啥事都有殿下出面，跟他有啥关系？沈夫人白了他一眼。你忘了，那个秦刺史3天2头就找你的茬，如今在这里遇见他，肯定又少不了一通埋怨，都快烦死了。官场上的事情，你一个妇人家就少管了，哼，不够你操心的了。中午老李家做啥好吃的？啊，呼大茶粥。哎，这个好啊，减肥！哈哈哈哈。夫妻二人站在大门口唠会儿嗑，见午饭还早着呢，便一起去村口溜达了。谁料刚走到一棵树下，迎面就撞见了高宝莲。他最近有些落魄，没办法，如今家里喝水还得花钱买，人家沈大歪他们早都不用掏银子了，衣服脏了没水洗，做饭都格外节省，一滴水都不敢浪费。哎呦，这不是知府大人吗？您咋有空出来了？妈，您咋有空出来了？啊，我出来走走。走什么走啊？哼，当官的不为民做主，就知道贪财敛财，你也配当知府啊？高宝莲突然怒骂起来，把心里的火气都撒到沈青山身上。沈夫人闻言皱了皱眉。我说这位大姐，你会说话不？我家老爷招你惹你了？这要是在府衙，像高宝莲这种泼妇早都被重打20大板，扔到牢房反省去了。哼，见啥样人说啥样话，就沈知府这样的，我都不用针扎他呀，那都不错了。跟老李家穿一条裤子，暗中勾结祸害我们老百姓，还有那冯县令，那都是一个德行。高宝莲心里越苦，骂的就越难听。沈夫人也不是吃素的，当即翻了脸。啊，泼妇，你跟我说说，泼妇，你跟我说说，我家老爷怎么跟老李家穿一条裤子了？哼，这还用我说吗？你们都被李甜甜那个小妖怪给洗了脑，下了蛊。他说往东，你们都不敢往西，连最起码的人性都没有了。放肆！沈青山听到这里，火冒三丈。
刁民，再敢胡说一句，本官把你送到县衙去。送呗，反正去了，这也有水喝，还供饭吃呢，我怕啥呀？高宝莲死猪不怕开水烫，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死模样。沈青山最讨厌这种滚刀肉。咱们走，别搭理他。嘿，咋的？说到你的痛处了啊？这就落荒而逃了？我在冯县令和你这儿讨不到好处，这自会有人给我做主。实在不行，我就往上面告。我告你们官官相护，徇私舞弊，总有人能收拾你们。总有人能收拾你们。沈青山无语。真是出门不看黄历，遇到这个货色，搞得一整天心情都不好了。回到老李家，甜甜呐，我听说那个叫高宝莲的人，他们家至今还没水喝呢，你看能不能？沈叔叔，他们家没水喝，您找我干什么？哎呀，甜甜呐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依我看呐，这件事儿差不多就行了。哎呀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咱不能把事情做绝了呀。看来高宝莲那个泼妇肯定又骂什么难听的了。我说了，这事跟我没关系。厉天天翻了个大白眼，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。好你个高宝莲，不就是想喝水吗？今天我就帮你挖一口泉眼。闺女，葡萄酒是这么做的吗？李有钱背着手站在仓房门口，看着满地的酒坛子和葡萄，想要帮忙却又无从下手。闺女，干爹昨个听说你做了不少奶豆腐，能给干爹尝尝吗？奶豆腐都被11哥抢走了，不过干爹如果想吃，我可以再做一些。他已经把制作奶豆腐的流程告诉给香香姐了，以后家里如果谁嘴馋了，随时都可以做上2块。哎呦，闺女就是厉害，小小年纪就会鼓捣美食了。李有钱一脸宠溺。干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还整天蹲在墙角玩泥巴呢。可是干爹现在也很成功啊，既是府城首富，又儿女双全，家庭美满，还有啥不知足的？那倒是，以前干爹总遗憾自己膝下没有丫头，如今你来了，干爹是真的知足了。秦刺史2口子是赶在午饭之前来的。秦叔叔、秦夫人，你们来啦！秦刺史喜笑颜开，正要开口说话，一道倩影忽然跳下马车，朝奶团子那边跑了过去。甜甜，香儿姐，有没有想我呀？想啦，还不快亲姐姐一口？真香！哈哈，二位便是刺史大人和夫人了吧？快屋里抢。家里没准备啥，烀了一锅大碴子。你们舟车劳顿，先凑合吃一口，晚上家里卤猪头肉吃。听说闺女在府城的时候，承蒙刺史2口子关照，如今来家里串门，她也得尽到地主之谊呀。秦刺史拱手回了一礼。李大哥太客气了，这次要不是有甜甜帮忙破案，那魏阁老等人至今还逍遥法外呢。哎呦，不敢当不敢当啊！小孩子家的能破啥案子啊？甜甜娘，你……秦夫人愣了稍许，又仔细观察了一下刘淑贤的模样，忽然面色一惊。你长得好像是……夫人累了吧？先进屋吃饭吧。这也太像了，我没看错吧？秦夫人嘟嘟囔囔，见沈青山站在一旁，笑吟吟的拱手作揖。秦刺史冷哼一声：“哼，等会儿再找你算账。”沈青山心里开始忐忑，不是，他又哪里得罪刺史大人了？不应该呀！刚一坐下来，秦刺史就干掉一碗大碴子。真不错呀，我家烀出来的大碴粥
就不是这个味儿。那是啥味儿啊？就是总感觉缺点啥，没那么稠，也没那么香。估计啊是没烀到时候，这玩意儿不愿意熟，且需要些功夫呢。秦香儿挨着奶团子坐，一双秀丽的眸子转来转去，最后落在门口的大白狗身上。她惊呼一声：哈，好漂亮的大狗啊！如今乡下养的狗都这么水灵了吗？雄姿英发，背毛鲜亮，活像一只大白狼。沈娇儿一听，连忙站起来解说：香儿姐姐，他们家小白不是狗，是白狼哦。啊，真的假的？这真的是狼？老李家居然养狼，真是惊呆他10000年。是狗，狼狗。香儿姐姐，他们家还有大雁和鹧鸪，还有鱼塘和射马，还有泉野和……娇儿，好好吃饭。食不言，寝不语，到了别人家要懂规矩。沈娇儿哦了一声，意犹未尽地坐下去。然而秦香儿听到这些，却是心潮澎湃。如今秦刺史往自己对面一坐，沈青山别扭极了，浑身上下都不舒服。恰在这时，卓萧然背着手走了进来，卓一萧跟在他身后。他是闻到大茶粥的味道过来的。小11来了，大茶粥还没凉，快过来喝一碗吧。卓萧然颔首，眼睛扫向秦刺史，目光不冷不热。周公子，九公子啊，周公子，九公子。啊，李大伯，你家壶大茶粥咋不招呼我一声呢？就自个儿偷摸的吃啊？哼，你天天来蹭吃蹭喝，又不给钱，我才不叫你呢，不叫你呢。行，回头我就把行李拿过来，住在大伯家不走了，每个月给你10两伙食费和住宿费，咋样？10两？你打发要饭花子呢，最少也得11两。说完，两人对视一眼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秦刺史震惊不已，眼睛在李万全和九殿下身上扫来扫去，额头沁满了细汗。不会吧，大名鼎鼎的九皇子居然跟乡下老农打成一片，这跟他尊贵的形象也不相符啊。甜甜，吃饱喝足后，卓萧然瞟了奶团子一眼。那奶豆腐没有啦。闺女要是会做，就给你11个做一些，别那么小气嘛。不要。刘淑贤忍俊不禁，起身去厨房泡茶了。谁料刚跨过门槛，秦夫人便跟了进来。是玉儿不？刘玉儿，是不是你？曾经的靖北将军府小姐，琴棋书画诗酒花，样样精通。曾经少女时期的她们是无所不谈的好姐妹，二人关系亲密至极。可如今时过境迁，那个将军府的小姐却突然出现在偏僻乡下，成了一个村妇。如此大的反差，让秦夫人震惊万分，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刘淑贤没说什么，继续低头泡茶。万晓玲嫁给四宝，陪送了不少好东西，光是上等的茶叶就足足有10多罐，有碧螺春、铁观音、金骏眉和毛尖等等，听说都是从南方采购回来的，价格不菲。秦夫人急得不行，一把就攥住刘淑贤的手。你倒是说话呀！你是不是玉儿？夫人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什么玉儿。你说谎，你明明就是。你这一失踪就是几10年，我还以为你当年你遭受那样的折磨，我却无能为力。现在想想都惭愧至极。自从我嫁到府城去，就再也没打听到你的消息。原来秦夫人，你真的认错人了，
我不叫刘玉儿，我叫刘淑贤。在我面前，你还装什么？别看几十年过去了，但你的鼻子和眼睛，我还是认得的。玉儿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当年是怎么从将军府逃出来的？之后又去了哪里？这么多年了，你就不想回府看看吗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你哥哥刘大将军为了找你，天天寝食难安。你出走的前2年，他还大病了一场了。我要是有那么一个疼爱我的哥哥，就算是死在将军府，我也不会离家出走的。你倒好，一走就是几十年，是不是连自己的亲人都忘了？刘淑贤听到这里，眼里流露出一丝惆怅。他垂下眸子，仿佛种种往事又把他带到曾经那个阴暗无光的岁月中，每每想起来就让他胸口发闷，疼痛难耐。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良久，秦夫人闻言喜出望外。看来我没认错人，你真的是玉儿。她二话不说就扑了过去，紧紧拥抱着曾经的闺蜜。你害得我一通好找啊！这世上没有你这么绝情狠心的人呐！忽然笑了一声，那种地狱般的生活有什么好留恋的？话虽是这么说，可将军府毕竟是生你养你的地方，你一走了之，你哥哥怎么办？他有他的生活，与我何干？玉儿，你……不等秦夫人把话说完，好渴啊！咦，娘，你怎么哭了？这到底是谈到什么伤心事，居然哭成这个样子？香儿，这里没你的事，出去。秦夫人抽出帕子擦了擦泪水，秦香儿哦了一声，悻悻地出去了。正巧在院内遇见了奶团子。甜甜，我娘抱着你娘哭呢，你知道是咋回事吗？他们的娘亲毕竟是第一次见面，聊聊家常，客套客套也就罢了，可相拥哭泣就有点说不过去了，就好像他们几十年没见了似的。李甜甜眨了眨大眼睛，笑眯眯道：可能是聊得来吧，佳儿姐姐不用在意呀。开玩笑，小蜘蛛刚才已经传回信息了，老娘的身份也浮出水面，靖北将军府的大小姐，这层身份是没跑了。只是从老娘的语气中，她好像听出了别的意味，似乎老娘不怎么待见那位哥哥，也就是如今的刘耀成将军。闺女，这个现在封坛就可以了吧？还用不用加点别的？葡萄酒已经装进坛子里了，就等着让它慢慢发酵了。李甜甜敢保证，她酿造的葡萄酒肯定特别好喝，若是拿出去卖，价格也是不菲的。干爹，不用加东西啦。郑翠萍在仓房帮忙搬酒坛子。老爷，咱在干闺女家呀，这都已经住了好几天了，啥时候回府啊？这么快就想走呀？反正府城那边也没啥事儿，就多待几天呗。哎呦，你咋这么没长心呢？你瞧瞧，这老李家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又是知府，这又是刺史的，那冯县令在他们家都没法待，官职小，太自卑了。就你想得多，小心点儿，别把酒坛子摔碎喽。李有钱两口子也是苦日子出身，干起活来是一把好手。我寻思着，趁着这次机会跟两位大人打好关系，日后咱们在府城做生意，不也能顺利点吗？那能一样吗？这是在干闺女家，咱们买东西回来送给大家伙儿，每人一样。你先自己搬着，
我去县城一趟。哎，多买点点心和瓜果啥的，干闺女爱吃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边李有钱刚走不久，哎呀，春燕娘，你拽我过来干啥呀？我还得回去打炕呢。城员外高宝莲瞪了他一眼。哎呀，你瞅瞅你，也不注意点形象。咱们第一次见刺史大人，这怎么着的也得换身衣裳啊。家里炕不好烧，总是冒青烟，我正掏炕洞呢，你就把我拽过来了，哪有时间换衣裳啊？哎，春燕娘，你刚刚说啥？刺史大人来了？那可是比知府还要大的官，如果有什么冤情，完全可以跟他说，省得去府城告状了。哼，那可不。双双爹，等会儿咱俩进去，你就跪在地上，把那小妖怪做过的坏事都说出来，可千万别怂啊。话都让我说了，那你干啥呀？这死老娘们儿有800个心眼子，知道李甜甜不好惹，就让她去做恶人。我在旁边给你帮腔啊！你想想啊，这整个村子里就咱们2家喝不到水，这公平吗？说的也是，走，咱进去理论理论。二人又合计了一下，这才上前敲响院门。柳淑贤跟秦夫人坐在厨房谈天说地，正堂内只有沈青山和秦四十2个人。亮儿，快去开门，估计是你李大爷他们回来了。这姑娘长得真俊俏啊，你就是刺史家的千金吧？秦香儿满脸厌恶，没好气道：你们找谁？哎呀，我们找你爹，他在吧？这姑娘啥意思啊？让不让咱们进去啊？这门都开了，那就进去呗。来到正堂，便见知府大人和刺史大人都在。高宝莲心里一喜，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。草民给2位大人磕头了。刺史大人，草民有冤情啊，求大人给草民做主。秦刺史闻言跟沈知府对视一眼，不明所以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都起来说话。大人，这2个百姓是杏花村的村民，因为打不上来水，所以才控告老李家的。什么玩意儿？打不上来水，控告老李家做什么？刺史大人有所不知啊，那个李甜甜乃是妖怪转世，法力无边，我们只是跟他有一丁点过节和矛盾，他就变本加厉的整我们。对，刺史大人呐，你满村子打听打听，这别人家眼瞅着都要收2茬粮食了，我家那地却旱得裂缝子，这麦子和苞米都种不出来，我跟我闺女啊，马上都要喝西北风了。若是没有粮食吃啊，那也就罢了，可那李甜甜如今连水也给我们断了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呀？你等等。秦刺史皱了皱眉，出声打断高宝莲。你说甜甜是妖精转世，可有什么证据？大人呐，这个你让草民怎么证明啊？那小妖怪每次施法的时候都是不声不响的，他让谁倒霉，保证第2天就应验。不信你问双双爹呀！哎呀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对，是有这回事儿。那李甜甜的嘴啊，就跟开过光似的。之前我家那口子就说了他2句，好家伙，李甜甜挥了挥手，就招来一群癞蛤蟆，给我媳妇儿都吓出病了。荒唐！秦刺史听到这里，只感觉可笑至极。你们这么大的人了，做事怎么连一点是非观念都没有？就连小娃娃都知道，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妖魔鬼怪。你们自己运气差，就把怨气都撒到李甜甜身上，这等做法实在让本官不齿。哼！高宝莲无语。哎呦，我完了！跟冯县令和沈知府都是一路的货色，这不分青红皂白就妄下定论呢。
刺史大人呐，草民绝无半句谎言呐。高宝莲擦了擦脑门上的汗珠子，指着里屋：“这李甜甜就在家呢，你去把她叫出来，我今天要跟她当面对质。”正在玩嘎啦哈的奶团子听见有人叫他，便哒哒哒地跑了出来。一看到高宝莲和程员外：“你们干啥来了？”“哼，你说我干啥来了？今儿个当着刺史大人的面，你给个痛快话，我们家什么时候能有水喝？”“没错，再任由你胡作非为下去，我们一家老小就真得逃难去了。”李甜甜闻言淡淡一笑：“村子的井里就有水，你跑到我家叫唤什么？”“有水倒是不假，但我们都打不上来，有个屁用啊！打不上来我就没办法啦。秦叔叔、沈叔叔，你们也听见了，村子里家家户户都不缺水，唯独他们两家打不上来，就好像是我捣鬼了似的，这公平吗？”“确实不公平。”秦刺史眯了眯眸子，冷冷地扫向高宝莲和程员外：“就算甜甜想捣鬼，他也得有那个本事才行。你们两个别在这儿申诉冤情了，此事本官也管不了，你们另想办法去了。”“刺史大人，您可不能不管呐！因为这事儿，我们去冯县令那里告状，还被臭骂了一顿。走投无路之下，我们又去找沈知府，可他也不帮我们做主。若是刺史大人也不管不顾的话，那草民只能一头撞死在这里了。大人，草民可真的要撞了。”旁边的奶团子连忙拽住他：“秦叔叔，你就让他撞吧，回头我让八哥哥帮他做一口棺材，免费的。”高宝莲一口老牙都要咬碎了，这个小崽子真是气死他了。秦刺史扯了扯嘴角，瞥向高宝莲：“你撞，你还是不撞呀？”春燕娘啊，要不就别撞了，消消气儿吧。两位大人都满不在乎了，你是死是活还重要吗？况且李甜甜压根儿就不怕你死在这里，人家棺材都给你预备出来了。你是自己一头撞死的，又不是别人把你打死的，你就算是想讹人家，也没有理由啊。我不活了，我今天偏要撞死在这里，哪怕给你们家添点晦气也行啊！不活了，就让我死了吧！李甜甜见状撇了撇嘴：“高宝莲，用不用我去有田叔家给你买2块豆腐来呀？”“你小妖怪，你给我闭嘴！我哪怕是死了，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！”“行啊，前提是你得赶紧去死，不然连做鬼的资格都没有。”秦刺史被嚷嚷的恼人生疼，直接怒斥道：“够了！你这泼妇跑到人家来闹腾什么？要闹腾回自己家去闹！”“刺史大人，看来你也被老李家给洗脑了，这处处都向着他们说话。我们老百姓有冤情，你不管不顾也就罢了，还这般的蛮不讲理。朝廷有你们这样的官员，那真是莫大的悲哀呀！”“并非本官不管，而是你们两个告的状实在是荒唐至极，本官就算想管也无处下手呀。”“这个简单，一切事情都因他而起，只要刺史大人给他做工作，把话说开了，我们两家自然而然就有水喝了。”秦刺史非常不理解，他觉得这件事还是荒唐得很，但为了装装样子，他只好笑吟吟地看向奶团子，
用恳求的语气问道：甜甜呀，你看这事儿有没有转圜的余地呀？其实他也没想把高宝莲和程员外怎么样，只是这两家人实在太讨人嫌，还不如王稻香和沈大歪识时务呢。人家好歹还知道来家里认个错道个歉，态度诚诚恳恳。可再看高宝莲，一天不讲究，他们家就心里难受。就这号满嘴跑火车人品又差的人，厉甜甜怎么可能原谅他？再看程员外一家，之前还设计谋杀过他，这要是换成普通孩子，估计早都被程清霜给害死了。甜甜，你倒是说话呀！厉甜甜嘿嘿一笑，正想说什么时，沈青山轻声耳语几句：你之前是不是谋杀过甜甜？如果敢说谎，本官现在就把你扭送到县衙去，让你把牢底坐穿。刺史大人，这事儿是个误会啊！甜甜才3岁半，我谋杀她做什么？哼，你刚刚还说甜甜是个小妖怪呢，谋杀小妖怪不也在情理之中吗？对吧？冯县令、沈知府、秦刺史，没有一个人给他们做主，再往上告就只能去找御史了。但那样的大官岂是他们普通老百姓能见到的？能在杏花村遇见知府和刺史大人，已经是老天爷开恩了。怎么了？你是无话可说了？你一个杀人未遂的罪犯，还好意思跑到本官面前，恶人先告状，说出一堆荒唐至极的话来，本官能倾听到现在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可你们两个倒好，得寸进尺，变本加厉。怎么，以为本官很好说话，没脾气是吧？大人，您开恩啊！草民再也不来告状了。程员外这次是真的被吓到了，跪在秦刺史面前，一连磕了10来个响头。行了，你们两个抓紧回去吧。往后来人员之前，最好在家先过脑子，别胡言乱语，什么话都往外说。高宝莲有些想不通，他怎么就胡言乱语了？明明都是事实好吗？刺史大人呐，我们不告他也行，但是还有一件事儿，您得帮我们解决啊。高宝莲讪讪道：什么事？刺史大人，如今只有我们2家喝水，都要来老李家花钱买。这李甜甜1桶水就收我们200文钱呢，这实在是黑心至极。这拿着这些钱，都能到县城买几10斤粮食回来了。这当官的就是要为老百姓做主，办实事儿，体民情，这样才能得民心呐。李甜甜不让我们在村井里打水也行，但是能不能别让她再作妖了？大伙儿同在一个村子里住着，这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她还想咋地啊？这事儿本官可管不了，给你们自个儿商量着来。特别是你，一个谋杀未遂的人，如今有事求到人家头上来了，还摆出一副挨了欺负很委屈的模样。这事儿如果换作是我也不会同情你们的。大人您慎言呐。同不同情咱姑且不论，但我们2家喝不到水，这是真的呀。眼下家里的水缸已经见底儿了，可我又没有钱来买水，您看这事儿咋办吧？活该！你说你们得罪谁不好，偏偏把福娃娃给惹恼了。他不针对你们，针对谁呀？谁说你们2家没有水喝啦？你们回去瞅瞅，看看家里缺水吗？小妖怪这话啥意思啊？他又开始作妖了？恰在这时，赵春燕：娘，您快点回家看看吧，咱家的屋子被水都淹了。啊？啥玩意儿？杏花村旱成这个德行，他们家怎么可能被水淹了呢？说出去也没人信呐。娘，那水都快淹到炕牙边了，滑滑的，你快回去瞅瞅啊！我一个人整不了。真的假的呀？
他悻悻地看了李甜甜一眼，转身就往家里跑。谁料高宝莲母女前脚刚走，程清霜后脚就来了。爹，不好了不好了，咱们家突然发洪水了，这满屋子里都是水，柜子和碗架子那都飘起来了。什么？程员外狂抽嘴角，本能地看向李甜甜，是他，一定是他在操纵妖术，搞出这么多事情的。你娘呢？让他赶紧拿着水瓢往缸里舀水啊！程员外一边说着，一边往门外走。爹，那水老脏了，臭气熏天的，我这闻一口都恶心的不行，根本就喝不了。哎呀，你说说这叫啥事儿啊？还让不让人活了？程员外父女二人离开后，聒噪的正堂总算是安静下来。李甜甜坐在炕桌前，拿着炭笔画画，可为何一眨眼的功夫，他们两家就被水给淹了呢？哪怕是天降暴雨，蓄水成洪，也得需要时间，不是？那个甜甜呀，他们两家……跟我没关系哦。奶团子摇摇头，继续画画。可是……哎呀，秦四使您甭问了。人家甜甜刚才就站在这里，什么都没干，别人家发不发洪水跟他有啥关系啊？对吧？说的也是哈。是没啥关系。李万全一直忙到太阳落山才回来。大宝爹，你听说了没呀？高宝莲家和程员外家被大水给淹了。哎呦，我刚才去瞅了一眼呐，好家伙，那锅碗瓢盆啊和各种杂物冲得满地都是，哎呀，别提多狼狈了。啥时候的事儿啊？他怎么感觉这事儿跟闺女有点关系呢？就今儿个下午呗。哎，大宝爹，这两家人得罪过你闺女，会不会是他？呆，胡说啥呢？我闺女哪有那个本事？这事儿啊，是闺女干的没跑了。对，田宝宝只能招来好运，不会带来厄运的。魏老蔫儿憨笑一声，便摇头晃脑的回家去了。卓宅，卓萧然嵌开窗户缝，朝老李家那边望去，微微蹙眉。甜甜家做猪头肉了？这丫头做好吃的也不来说叫他一声。回头看去，发现刚才还在他身边站着的九哥早都没了身影。以后九皇兄就直接住在老李家算了，天天往他们家跑。小主子，您不也是3天2头往人家跑吗？唯一不同的是，九殿下脸皮稍微厚一些，您自尊心强一点罢了。小主子，刚刚奴婢听说高宝莲家和程员外家被水给淹了，真是太邪门了。这么旱的天，那洪水是搁哪儿来的呢？还能是从哪儿来的呀？除了那个小丫头之外，谁还能有这么大的本事？对了，你去把袁静叫进来，我有话问他。是。须臾，袁静阔步走了进来，拱手作揖。小主子，您找我。上次让你调查顾清衡的事情，有结果了吗？之前在府城碰见顾清衡时，他就觉得那小子长得很像李大伯，而且跟家里的几位哥哥也有几分相像，所以卓萧然便留了个心眼，让袁静在暗中帮忙调查一下，如果顾清衡真是奶团子失踪多年的五哥哥，也能让他们及早相认了。小主子，属下已经查明了。哦，说说看。那位叫顾清衡的人家住在京城，很有京城头脑。常人都知道他是顾老爷和顾夫人领养回来的孩子，可他们对这个孩子视如己出，从未有过半点偏见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了，直接说重点就行。小主子有所不知啊，
当年顾老爷并非是从庙里把孩子领养回来的，而是从人牙子手里买来的。而且这么多年了，顾老爷也派人寻找过他的家人，确定顾清衡家住在遥远的乡下一隅，便没让顾清衡跟亲爹亲娘相认，反而把这件事情隐瞒起来。什么？他们为何要隐瞒此事啊？据探子讲述，在顾家上下，除了顾清衡自个儿，剩下的所有人都知道顾公子的亲爹亲娘就在杏花村，包括管家和清渊小姐在内，可他们没有一个人告诉过他真相。我知道了，难怪那个叫顾清渊的女孩，一看到顾清衡跟甜甜有说有笑的，就直接炸毛了。原来她是怕哥哥被人领走啊。小主子，你要不要把这件事儿告诉给老李家呀？他们有权知道这些，等会儿我便去说。正好奶团子家烀猪头肉了，可以一边吃肉一边把事情经过讲述一遍。老李家人口太多了，一个猪头根本不够分的。嚯，李大哥，你家这猪头肉味道真不错呀，比熟食铺子卖的都好吃啊。嘿嘿，喜欢啊就多吃点，锅里还有不少呢。这味道确实不错呀。李大哥，你开一家熟食铺子都可以了，我保证这猪头肉肯定会大卖的。哎呀，开什么铺子啊，都是自个儿家炖着吃的。再说了，要开铺子啊，我去哪儿弄那么多猪头啊？哈哈！你们家这丫鬟真是买值了，长得好看不说，做东西也很好吃呢。闺女儿，这块肉最好吃了。娘亲，我吃不下了。才吃几块就腻了，来，多吃点儿。卓一潇一连干了好几块肉，还喝了2碗高粱酒，此时俊脸红扑扑的，恣意极了。这么美好的生活，简直赛过活神仙呐！他真想一辈子都不回宫了，就在杏花村养老算了。沈知府打算什么时候回府城去呀？沈青山一听，连忙回道：下官还要负责马岭山银矿的事情，所以银矿的事情自有朝廷负责，用不着你时时刻刻盯着。明日一早你就收拾东西回去吧。啊，刺史大人，你不也赖在老李家不想走吗？凭啥撵我呀？这话他没敢说，只闷闷地应了一声，连吃肉的心情都没有了。恰在这时，卓萧然自门外走了进来，一看到盆里色泽鲜亮的猪头肉，那个，吃着呢。哟，小11来了，快进来坐。好吃吗？快进来坐。好吃吗？11哥尝尝不就知道啦。这家里做好吃的，都不知道招呼我一声了。11哥最近血脂比较高，不宜吃肉。那是什么东西啊？11哥，血脂高会头晕，会得高血压，还会引发其他并发症的，所以必须重视。你怎么知道我血脂高？猜的。卓萧然无语。这就是你不叫我吃肉的理由吗？这借口找的也太冠冕堂皇了。其实李甜甜在家里也控制家人们食肉的数量，特别是老爹，平时喜欢饮酒和喝浓茶，加之血压忽高忽低，血糖也隐隐有上升的趋势。从前家里穷，连粗粮都吃不起，可自从生活质量改善了，大鱼大肉随便吃了，老爹的身体就慢慢出现了问题。虽说人吃五谷杂粮没有不生病的，但只要稍加控制，在饮食上多干预一些，有的病症完全可以避免。大娘，我有话要说。小11，咋的了？是关于顾大掌柜的事情，大娘和大伯想听听吗？顾大掌柜。刘淑贤微微一怔，跟老头子对视一眼。
小十一怎会知道顾掌柜的事情？那天闺女跟他们说了一嘴，称在府城碰见了顾清衡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多年前走失的小五。由于这几日家里客人太多，老头子又忙着种地，所以一直没有抽空好好唠唠。大娘莫怪，我也是觉得顾掌柜跟大伯和大宝哥他们长得很像，便多留意了一些。没想到稍稍打听一番，还真的有收获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小十一啊，你都有啥收获呀？快说给大伯听听。李甜甜也看向十一哥，心里不免感叹：没想到这臭小子还挺会办事的，知道老爹老娘最在意什么。把袁静告诉他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大伯大娘，你们若是想见顾掌柜，我可以派人给他送一封书信，让他亲自来杏花村一趟。至于能不能认亲成功，就要看他的态度了。顾清衡毕竟不是他们养大的，对陌生人的邀请肯定会有所戒备，认亲不成也在情理之中。这感情好啊，呵呵。小十一啊，你如果真能办成这事儿啊，大伯天天请你吃猪头，咋样？大伯不用客气，我只是送个信，传个话罢了。说完，他偷偷瞟了那团子一眼。小丫头，我帮你办成这么大的事情，你快来夸我，感谢我啊！若真能把顾大哥请到村子里来，我可以送你10块奶豆腐。20块，少1块都不行。李甜甜无语。你这臭小子，居然还蹬鼻子上脸！上次你抢我奶豆腐的事情，我还没找你算账呢。15块，不能再多了。好，成交。刘淑贤心里隐隐有些顾虑，吁了口气。看来老五他养父养母不想让咱们跟他认亲呢，不然他们也不会隐瞒到现在了。明明知道老五的亲爹亲娘就在杏花村住着，却悄悄地把这件事压了下来，生怕老五回来认亲。哼，他们瞒得了一时，瞒不了一世。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。小五不管走到哪儿，有多大的成就，赚多少钱，那都是咱俩的亲儿子，别人说啥也不好使。一旁喝茶的李有钱听后笑呵呵道：李大哥，你如果真把顾大掌柜认回来，那可是捡到大宝贝了。哦，甜甜他干爹啊，此话怎讲啊？别看顾掌柜的家远在京城，但他做生意的手段在我们府城也极其有名。不说别的，就顾家丝绸庄，我前后跟他们打过几次交道。哎呦，那顾掌柜真是抠得要命，一个铜板都要算计半天。这些年他们顾家的生意之所以做得这么大，全靠顾掌柜一个人撑着。旺财，不许偷吃点心，你瞅你都胖成啥样了。依我看，那顾老爷和顾夫人是想把顾清衡留在自己身边当女婿呢。什么？刘淑贤讶异。当女婿？对呀，顾老爷膝下有一个女儿，年龄跟顾清衡相仿，二人没有血缘关系，怎么就不能当女婿了？那句话咋说来着？肥水不流外人田嘛。像顾大掌柜那么优秀的青年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呢。那要是这么说，倒也还好，毕竟孩子大了，总要娶妻生子的。李有钱深深看了沈夫人一眼，无奈地摇摇头。夫人，你觉得哪里好了？啊？难道不好吗？夫人若了解顾小姐的脾气，就知道好不好了。哦，顾小姐是什么脾气啊？那顾小姐跋扈异常，刁蛮泼辣，被顾家二老宠得无法无天，
简直没眼看了。李有钱唏嘘一声，而顾大掌柜彬彬有礼，斯斯文文的，如果跟着顾清渊成亲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他们将来就算不和离，也不会顺顺利利的走下去，我敢打保票。原来顾小姐是这样的人呀。虽然还没确定顾掌柜是不是小五，但他已经为孩子的终身大事开始担心了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唉，我听说啊，那位顾小姐生活极其奢侈，特别的能花钱。这顾家要是没有顾大掌柜撑着，估计啊早都被顾小姐给败火光了。唉，我家老五一晃都失踪10几年了，他走失时才3岁，恐怕早就不记得爹娘长啥样了。刘淑贤一脸惆怅，毕竟是顾家把他养大培养成人的，即便他回到村子认下我和他爹，但没有感情做支撑，我们也留不住他呀。娘亲，不管能不能留住顾大哥，只要确定他是五哥哥就好了。闺女说的对，让他知道自己的亲爹亲娘和家人们都在杏花村，这就够了。人家铺子开那么大，他就想留在村子里，我也不同意呀。厉甜甜很庆幸老爹这么开明，若是碰到那种小心眼的，死活不让顾大哥走，甚至把他关押起来，那可就尴尬了。下午时分，李万全照常要去地里走一圈，拔拔草翻翻土啥的。第二茬长势非常好，比第一茬还新鲜茂盛。只见那粗壮的秸秆上，再等1、2个月就能吃了。曾经食不果腹的村民现在都硬气起来了，家里的米缸面缸也逐渐丰盛起来。这不，李万全刚走到自家地头前，就见马粪屯的刘村长领着儿子石头打着路过。呀，这不甜甜爹吗？你这庄稼长得不错嘛。哈，刘村长啊，这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哼，啥风？我愁的呀都快发疯了。哎，甜甜爹，赶明个你让你闺女去我们村子住几天呗。总这样下去啊，老百姓就真的没法活了。我家只种了4亩地，全是麦子，可从春天到现在啊，老天爷一滴雨都没下，种子都旱死在土里了。如今家家户户都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更没有闲钱去买粮食了。照这样下去啊，过不了冬天，村里的百姓就得卷着铺盖卷逃荒去了。李万全听了，心里有些同情这位村长。他们杏花村从前又何尝不是这样？吃了上顿没下顿，家里人口又多，有2斤小米都不够吃1顿的，一人1碗就分没了。万幸的是，自打生了小闺女后，不仅他们家大鱼大肉随便吃，村里人也能种出粮食，跟着沾光了。这跟我闺女没啥关系，你把她接过去住啊也没用。咋没关系呢？我们村子那童老三你应该见过了吧？就他们家那4头半死不活的大母牛，到了你闺女手里，好家伙，我听说都下犊子了。这么旺的福气，肯定能招来雨水呀。甜甜爹，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们村子的雨水是不是你闺女招来的？没有啊，别瞎说，我闺女又不是神仙，天天除了吃就是睡，哪会求雨呀？嘿，你就搁那儿编吧，你闺女的本事，大伙儿都是有目共睹的。之前这10里8村闹瘟灾的时候，要不是你闺女帮村民看病开药，他们早都瘟死了。你想想，一个3岁多的小娃娃，为啥就懂医术？我闺女啊，天生就聪明，不用人教，她自己就能学会。这么说，你家甜甜是个小神童喽？你爱咋说就咋说吧，不过有一点，不许打我闺女的主意。哎呀，甜甜爹，
你看我家石头都瘦成啥样了，你就让甜甜帮帮我们吧，这眼瞅着都快上秋了，若是第一场雪之前还种不出粮食来啊，我们就得活活饿死啊！这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吧？哎，确实挺瘦的。曾经小六、小八和一和二和他们也这么瘦，只是最近条件好了，营养跟上了，才慢慢胖起来的。甜甜爹，你跟我来吧。我付过钱了。妈，你啥时候付的钱？就在前2天啊。你说谎，吃了我的奶豆腐还没给钱呢，哼！那回头我一起补上。这丫头也真是小气，如果园子里还有花生的话，她倒是愿意花钱买一些。可自打从府城回来后，奶团子居然不种花生了，反而种了一大片土豆。你们两个还真挺般配呢，谁跟他般配呀？不是抢东西就是偷东西，快透了！卓萧然心想，奶团子要是知道九皇兄偷的比他还多，会不会气抽过去啊？恰在这时，闺女在家呢没？快过来一下，邻村的刘村长找你有事儿呢。邻村的刘村长找你有事儿呢。厉甜甜听到动静，然后拍了拍小手，这才哒哒哒地跑到前院。卓萧然忍俊不禁，也背着手跟了上去。刘叔叔，你就为这事儿来的？听完刘村长的讲述，厉甜甜一脸无奈。哎呦，甜甜呐，这事儿还小嘛，我们村子这一整年都没收成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恐怕全村百姓都得逃荒去啊！甜宝宝，你开开恩，就帮帮我们吧。一旁的李大宝听后皱了皱眉。我妹妹又不是神仙，她咋帮你们？这个简单呀，让甜宝宝去我们村子，帮我们求一场雨就行了。哼，他就是个普通孩子，如何能求来雨？我看你是有病乱投医，有那功夫，还不如去庙里给菩萨和佛祖上2炷香呢，那比求我妹妹管用多了。他不想让妹妹有太大压力，所以这种事情能拒绝就拒绝，不往身上揽责任。甜宝宝如果没有福气，你们村子也种不出庄稼吧？我听说从春天到现在，你们都收一茬粮食了，同样是卖力干活，早出晚归的，这公平吗？哎，石头爹，你说话注意点。李万全黑了老脸。你们公不公平跟我闺女有啥关系啊？哼，斗米恩，生米仇。当初若不是我闺女帮你们看病，你们早都温死了，别不知足哈。哎，本来就是嘛，我要是有招啊，也不会来求你们了。说完，刘村长朝正堂内瞄了一眼。时间紧，任务重，刘村长回去后得组织村民把自家的地翻一翻，然后再上点粪肥啥的，争取在上大洞之前能种出一茬大白菜。哎，闺女，过2天真的会下雨啊！过2天真的会下雨啊！爹，大概率会下雨的，而且还是大雨呢。那咱们村子也下雨吗？当然会下啦，10里8村都能接上光。那感情好啊，一连旱了这么多年，总算是看到点希望了。李有钱道：甜甜爹，我看你们种地怪辛苦的，不如全家都搬到府城去住算了。回头我帮你们置办一套宅子，足够你们全家人住了。我去府城能干啥呀？哎，我这辈子啊，除了种地之外啥都不会，贸然去了府城，我们全家都得喝西北风。他天生就是在土里刨食吃的，府城那么繁华，不适合他这种人。甜甜爹，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，你们家的几个儿子都能挣钱养家的，你还操啥心呢？实在不行，
我在府城帮你找个活干，中不中？那我也不去。他干爹，你就算说破天了，我也不去。李有钱想着，如果干闺女去府城了，他就能天天见面了。哪想到李大哥这么顽固，这辈子就认准乡下了。人挪活，树挪死。一个人如果长期墨守成规，固守田园，思想和眼界也会被固化的。晚些时候，李八宝从县城回来了。爹，你又叫我回来干啥呀？你说我叫你回来干啥？咱家那马车的轱辘啊，又掉了。你这次弄结实点，太不筋造了。爹，家里来客人了？秦刺史一家从府城来了。等会儿啊，你进去打声招呼。八哥哥，你找八哥哥，既然你是大男人了，那有没有看中谁家的姑娘啊？